蛋蛋呐，蛋蛋，跟5年多的前男友分手后，发现他老有钱了，老出门旅游。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印信用卡欠好几万呢，衣服都不舍得给我买，还是我给他买的东西。难道他信用卡还完了吗？这么潇洒吗？我好生气呀！有可能在刷别人的信用卡啊，你别生气啊，可能在刷另一个新的倒霉蛋的信用卡，是吧？别生气了，别想了，借网贷了可能。别生气了，你生气有啥用啊？都跟你分开跟5年多了，5年多的前男友分手后，别想了哈。凡事往好处想，你就想他借网贷了，是吧？往好处想。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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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没想到我也来投稿了，这有啥想不到的？以为自己的人生会一帆风顺啊？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肯定是大事，但是真有点难受。跟前男友分手3个月了，他抖音半年没有发过东西。分手之后，我从来没看过他账号。昨天不知道怎么了，鬼使神差，我点开了他的主页，结果我发现他好帅啊！那谈恋爱的时候是咋谈的？蒙眼谈的，不戴眼镜谈的。186，冷白皮，头超小。他应该是去参加什么比赛了？他穿了一身黑色的西装，他梳个背头，他站在人群中，好亮眼呐！怎么办呐？好难受啊！我想和帅哥谈恋爱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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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自己尴尬的一串大笑。发现他确实很帅，比知道他在恋爱都难受。举例，他其实还没谈恋爱，真恋爱了，我估计也更难受，因为帅哥归别人了。哎呦呦，我真是哈哈哈哈哈哈哈！为什么我非要手贱去看呢？哈哈哈哈哈哈！主要我俩谈的时间也没有太长，没有留下什么合照呀，我真难受啊！哈哈哈哈哈哈哈！蛋总救救我！这封信证明了爱笑的女孩子运气也有可能很差，是吧？怎么这么多哈哈哈呢？爱笑的女孩子运气也有可能很差啊！分手以后前男友突然变帅，是吧？不一定爱笑的女孩子运气就好啊。笑啥呢？这还笑得出来？一直在那笑。哎，好，读两封信，咱们这个气氛活跃起来，讲个品。这个跟我们上次卖的那个椰子冻干是一家的，榴莲冻干啊，这个榴莲冻干今天上了吗？我的同事，我伟大的同事，这个上了吗？这个上了，帮我谈一下。哎，上了哈。配料4个字：榴莲果肉。配料表啥也没有，就是榴莲果肉。吃起来呢，除了硬，跟榴莲一模一样。但是这个硬呢，你可能吃榴莲的时候，闻着本来就像那啥，口感、手感又那啥，就更那啥，是吧？有的时候榴莲它不是你嫌你不吃榴莲，其实榴莲那个味儿很香、很甜、很好吃，但你可能就觉得那个手感有点那啥，你整点这个干的。吃的就是跟榴莲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非常好吃。上次还有它的那个椰子干也不错，但椰子干普遍有人反映说椰子没啥味儿，那你可以吃这个榴莲，贼有味儿啊！放心啊，它配料表就4个字啊，榴莲果肉，产自泰国啊，泰国 A 果自然树熟，零下30度冻干，酥脆香醇。好吧，今天新品一下上的有点多，我有点讲不过来了，我一个一个慢慢讲啊。咱们再读封信，讲个品，看看咱们啥时候能把这些新品讲完。蛋呐，感觉我初恋对象什么？感觉我对初恋对象有执念。我是00年的，
头晕。女生不想念了呀。我都感觉我知道发生啥事儿了。初恋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分开之后就没再联系了。我换过号码，他没有联系方式，但我还留着他的联系方式，但我没有再加微信。但是我偶尔想到他的时候，会去搜他的微信，还有其他平台。本来岁月静好，但是前阵子看到他某个平台的头像换成了情侣头像，突然就咯噔一下，就很难过，感觉又失恋了，没忍住哭了好久。这几年偶尔很偶尔会有想要加他的冲动，还是偶尔会想他，偶尔会怎么唱那歌？这什么歌？你惦记着他，朋友吧，走吧走吧，哎，忘了。就是可能心情不好或者想倾诉的时候就会想他，但每次一转念就会觉得已经过好久了。哎呀，我一边觉得最好的安定可能就是停留在回忆，一边又会觉得遗憾，但又没有真的去联系的勇气。我觉得我的执念或许不是他，可能更多的是当时那段时间和当时我和他的状态。情绪随着时间似乎能过去，但这种类似于未完成的遗憾，感觉好像会时不时的出现一下，会有种不太知道要怎么办。如果蛋能读到的话，想听蛋浅告告。请正式摄像头。什么人？好恐怖。浅告告没啥浅告告的啊，你这个就是再谈一个就好了啊。初恋根本就不懂爱情，说好几遍了。东北有位哲人说过，初恋根本就不懂爱情，再谈点就好了啊。还是偶尔会想他，偶尔会惦记着他，就当是个好朋友吧。覆水难收，爱悠悠恨。哎，不对，不是这首歌吧？不是这首歌吧？哎，没事啊，这个可以唱歌嘛，就自由一点是可以的啊，或者自由干杯、自由唱歌都是可以的。给大家推荐一个可以自由干杯的酒啊，喜野的自然梅子酒。哎，用的基底呢是米香型的白酒，然后呢加个青梅、蜂蜜、冰糖，所以入口呢是那个青梅，就先是蜂蜜、冰糖那个甜，这个我喝了啊。然后喝一会儿呢，就那个梅子的酸又泛上来了。不知道为什么，我还特意查了一下，它其实酒精度也只有13度，它这一瓶还挺大的，这一瓶是630毫升啊，不是1斤的，是比那个500毫升要大啊。它比这个，它为什么？它这是提醒我吗？哎，是卖酒都要这样吗？它突然提醒我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干嘛？我不开，我不会啊，我只会倒车入库。哎，算了，不表演了，那上次表演还会挺累的，也没有什么好的反响。反正呢，大家买回去这个尽量开了抓紧喝，然后冰饮啊，冰饮里头也可以加冰块，然后它一定要冰饮，然后这个杯子里也最好加点冰块喝，这就它那个甜要稀释一下，我觉得相当好喝的。你如果嫌它不够猛，你再加点气泡水，冰的冰苏打水。哎，我能比对别的品牌吗？反正就是很火的那个卖的很好那个梅子酒，那个酒我也喝，我就觉得这个它俩其实度数差的不多，很接近，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就是给人感觉特别上头。我上次喝了一口就直接就给我2口就给我打晕了，这个就是上头特别快，但是不会说醉啊，就上头你还可以再喝一会儿。推荐一下。哎，快讲完了，今天的新品确实有点多。还有几个我看看。哼，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说什么来着？这讲不讲的这，我就知道你们喜欢啥。这健康食品讲半天都不如这个法式黑巧薄脆在这儿过一眼。法式黑巧薄脆
就那么吃了2口，马上卖100件了。确实，这个确实好吃啊，就是巧克力薄脆啊，但这个薄脆用的是比较健康的一些原料。我这个别吃了，我在这儿给你们展示一下，是不是看着就好吃？还有7分钟发券啊，这个我得留一留了，我已经吃挺多的了这玩意儿。还是偶尔会想他，我怎么感觉缺了个音节呢？太难受。还是偶尔会想他，是这么唱吗？爱的代价，歌词看一眼。我怎么感觉缺俩字呢？这个 AI 跟我说，《爱的代价》的歌词中并没有看一眼这句词。看啊，也许我偶尔还是会想他。哦，对了，偶尔难免会惦记着他啊，就这回对了，少了个也许啊。求求你奖品吧，别唱了，好，还有6分钟，我先读封信，我这个节奏调配好，我再读封信，再讲个品。蛋总你好，我室友最近认识了2个男生，现在不是我有一个朋友了，最新版本了，现在都是我有一个室友，不是我有一个朋友了啊。我室友最近认识了2个男生，2个男生都很优秀，那可不呗，他认识的肯定优秀，又不是你认识的，是吧？肯定不是你，是吧？在网上聊了2个星期左右，你知道的多详细，分别都线下见过面了，你瞧。一个男生线下见面的时候聊天非常愉快，非常愉快，你都知道哈。本人也很体贴，那你体贴吗？未来规划啥的也都很同频，但是在网上很少主动聊天。后来那个男生提出要和我室友交往，我室友说了他线上聊天比较冷淡的问题，他说是自己白天有事情要忙，不想分心，让我室友有时间可以多找他聊天。但是我室友也不太喜欢主动，不理解为什么都提出在一起了，也还是打卡式聊天，觉得对方可能只是想找个搭子，而不想提供任何情绪价值。另一个男生线上线下觉得都不错，性格开朗，比较幽默，但感觉不是那么的稳重和体贴，对未来规划也没想好，认为过程比结果重要。蛋总求解，他最近很苦恼啊，到底应该做何选择？第一个比较合适，但为什么线上冷淡，线下热情？第二个相处开心，也比较热情，但感觉不太稳重。蛋总帮帮他。帮不了啊，不帮他的事儿啊。要是你的事儿我帮一帮，他的事儿我帮不了。还有4分钟发券啊，朋友们，感谢大家关注啊。大家好像是点这个头像下面有一个加入群聊就可以加那个粉丝群粉丝团。这咋办？哎，你如果是有室友，应该是在读书吧？咱们现在就是说读书谈恋爱，就是这个稳重很重要。我不太懂啊，就是在择偶观里，这个稳重现在排序这么高吗？稳重影响因子这么大吗？稳重是这个 quota 占的很多吗？稳重，第一个比较稳重，喜欢；第二个啥都挺好，就是不稳重，喜欢稳重的。不太懂啊，不太懂。喜欢稳重的，你多给他买点这个碱水面包干吧，多吃点这玩意儿，肯定又稳又重啊。上次一直在推荐的是那个焦糖拿铁，哎，不是海盐焦糖味儿，今天拿铁太多了，海盐焦糖味儿。这次推一个生椰拿铁味儿啊，今天生椰拿铁也很多。我们有生椰拿铁味儿的这个藜麦卷，还有这个生椰拿铁味儿的面包干啊。你想让它稳重的话，多喂它点这个吧，肯定稳重的。欢迎大家，感谢大家。哎，咱们交流交流，你们是这个喜欢稳重吗？稳重很重要吗？
在这个大学期间啊，朋友们，有啥早餐好推荐吗？这玩意儿你不就能当早餐吃吗？面包干啊，你撒牛奶里不就吃了吗？不重要，对吧？重要，不喜欢闷的不重要。对，我就觉得刚谈恋爱就已经求稳了。刚谈恋爱不是比较好玩比较重要吗？会稳重的，上岁数了就稳重了。岁数大了，那个荷尔蒙什么一衰退，活力也不行了，腰也疼了，是吧？一走路喘气，脱发，自然就稳重了，是吧？坐久了腰都疼，那还不稳重吗？然后碳水一吃，肚子一变大，又稳又重的。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看重稳重了。蛋总自画像。我今天又去练了，太累了。还有1分钟发券啊！哦，我们这个西梅上次卖的非常好，朋友们收到了吗？有收到我们这个西梅的吗？使用效果如何？吃了以后感觉如何？朋友们，这西梅好不好吃？先说，好吃完了之后，你们有没有听人家劝呀？成人每日3到4颗，有没有吃超量的呀？吃超量了以后，我已经看见了，有人说。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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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那个卫生点，咱们小卖部，公共厕所在隔壁啊，我们是小卖部啊，咱们卫生点啊，卫生点。反正呢，这个西梅上次就卖的很好，配料只有2个字：西梅。推荐食用量是成人每日3到4颗，不听劝的你可以看看啊，不听劝的看看是什么下场。这上次就卖的很好，推荐给大家。发券了哈。太好使了。独立包装，里头差不多有40来包，这个，而且这个都是没有核的哈，没有核的。西梅吃了有什么好处吗？你就别问了啊！好，今天新品还有我的老朋友10分可和3观六码头。我先讲一个3观六码头的橘子干吧，其实没有太多可讲的。首先颜值就非常的过关，对吧？3观六码头的零食做都特别好吃。净含量是138克，你打开的时候是个铁皮啊，不用害怕，那铁皮撕开才是这样，还送你个小叉子，你放办公室吃也没问题。但我就不拿小叉子，我得给你展示一下这个橘子干，诱不诱人？就特别漂亮，你知道吧？本来我就爱吃橘子，我都没想过世界上有橘子干这种东西啊！这人也太能琢磨了，我这小时候真不知道有这玩意儿，太好吃了，从来不知道有橘子干。小时候吃橘子特别爱吃橘子，一凡扒皮，二凡吐籽儿。这回好了，不用扒皮，不用吐籽儿。特别漂亮哈，就橘子的香味儿，甜吗？甜，这个是偏甜的，不是偏酸的。它如果偏酸，我会更喜欢。老好吃了啊！没有蜜饯那么甜啊，没有蜜饯那么甜，不是那种甜。我就说，就你吃橘子不是有酸橘子和甜橘子吗？它这个橘子就是那种甜橘子，我不是说它格外的甜，它就是橘子里的甜橘子。我吃橘子爱吃那种绿皮的酸橘子，你们经常看我直播都知道我口味了吧？我就爱吃点酸的。但他选橘子的时候，他肯定就故意选那种甜橘子，也是橘子本身那个甜，很好吃啊。蜜饯，好，蜜饯，我读成啥了？我读成蜜饯了是吗？快乐蜜饯吧，小时候没看过吗？快乐蜜饯，一个电视节目，很好看的，很精彩。
这个橘子干呢，我们用的是湖北宜昌的芜湖，不是芜湖啊，是宜昌芜湖啊，芜湖的这个蜜橘作为原材料，果肉细嫩，酸甜适口，丰富的糖分、果酸和维生素 C 啊，确实是啊。坚决不使用落地果、暗果，都用的是成熟个大饱满的橘子。其实你从这个都干了都还这么饱满，你能想象到吧？它成熟的时候得多饱满，这都干了还能整这么大个呢，对不对？非常好吃哈。用的是高温脱水，再低温烘烤13天，保留橘子20%的水分，大概啊。形成这个最理想的果干儿，你看，我就说不是蜜饯嘛，果干儿啊，也不添加定型剂，高程度保留橘子原本的香甜，还有这个所有零食都要提到，老少皆宜，48小时顺丰发货，来自三关六码头，非常好吃。今天新品快讲完了，别着急啊，还有不多了，还有3个，咱们新品就讲完了，就可以踏踏实实读信了。好吃，三关六码头是我们这个深度合作伙伴了啊。之前这个锅巴有印象吧？锅巴好不好吃嘛，朋友们？以前这个三关六码头这个锅巴我就卖的好，然后三关六码头也是觉得还行啊，李诞这小卖部表现不错啊，小卖部啊还行啊，又开始给我点新品，这橘子贼好吃，橘子干，还有这个脏年糕条，我一会儿讲吧，这也贼好吃。新来的朋友可以买它这个锅巴，你试试就知道，这贼好吃。上面的是芝麻，锅巴什么味儿？他自己说他是牛排味儿，我记得，对他自己说他是牛排味儿，但我感觉嘛，就是锅巴味儿，就我们小时候吃的锅巴，但他没放辣椒。奇异果，我们都叫猕猴桃啊，切开是这样的，完整版是这样的，是这样吗？不是，这是小的，我们卖的是大的啊，我们卖的是这个大个的啊。切开以后是这样的，贼好吃，酸酸甜甜。你不喜欢吃硬的，回去就常温放2天，它就软了。像我就爱吃硬的，我就一直放冰箱，它就可以一直比较硬。猕猴桃和主播好像，还可以吧。那小的哪来的？这不是刚学的这个售货技巧吗？说拿一个小的比一下，显得我卖的这个大，小的就是特意用来比，显得我卖的这个猕猴桃大的，它的作用就是衬托这个，不卖这个就是衬托这个，是不应该说呀，这没啥吧？这可以说吧？这就是为了衬托这个大，不卖这个小的，就是衬托这个大的大。我们今天是我们岛屿的向往上的是这个又差点生乳椰椰牛乳椰椰啊，是椰子水和这个加个牛乳，这贼好喝，而且是那种浓的，它还加个椰子油，初榨椰子油，所以喝起来就还油乎乎的。读信了啊，读信了啊。咋没有牛脆脆了？不可能啊！牛脆脆弹一下，不可能没有牛脆脆了。把我们的销冠弹一下，牛脆脆给大家弹一下，怎么可能没有牛脆脆了呢？新来的朋友不知道买啥就直接买牛脆脆了，不会出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超级销冠，
小的不能再灌，灌的不能再小了，小的灌的。欢迎各位朋友。小猕猴桃好伤心，没有，我们可没犯坏啊！这个小猕猴桃跟大猕猴桃，我们都是用的一个厂家的，我们没有说拉踩别人家，就是我们都是这个人家品牌，就他也卖小猕猴桃，但是为了显得我今天卖的这个个头大，今天不卖这个小的，好吧？我们没说这个小猕猴桃不好，小猕猴桃也卖的啊，就只是我不卖，我卖这个大的啊，没说它不好，哼。钣金是这样的，厚实的一块的，你直接冲就行了。这就牛钣金也卖的很好。我想要小猕猴桃，你这样，你回去买大猕猴桃，你给它切开，它不就变小了吗？一个大猕猴桃可以切成2个小猕猴桃啊。蛋总好，你好，我有一位认识了5年多的异性好友。他是我之前工作的供应商，我对他一见钟情，认识1个多月就表白了，当时他当场拒绝了，而且周围还有很多朋友，场面很社死。你好勇敢呀，当着一堆朋友跟自己供应商表白，也给我造成了很大的阴影。这么冲动吗？你表白之前没想过他会拒绝吗？我虽然是天天鼓励大家冲，也没有这么冲的啊。我朋友都劝我把他删了吧，不要来往了，但他确实把我当朋友，这么多年在工作还有其他方面都是靠谱的朋友，我对他好一点，他也会想着法的回报我。这些年他也换了很多任的女朋友，在朋友圈子这方面的口碑也不好，但他一直没有成家。现在他也30好几了，家里催着相亲。这些年我大概明着表达了2次自己对他的喜欢，看他的意思就是把我当好朋友。是不是这样做一辈子的好朋友比做恋人更长久？我还要再在这个人身上努力吗？5年了，还是很喜欢他，而且希望他好。太猛了，姐妹儿，太猛了，姐妹儿，你这5年应该也没停止过努力吧？收手吧，阿祖，外面全是警察。阿祖，收手吧，就是你不能再努力了。我一般都是劝努力的，你这个已经努力5年，再努力容易给自己努伤了，别努力了，收手吧啊！哎，拖鞋买一双吧啊！走出来吧啊，买双拖鞋吧。给这个兄弟送双拖鞋，意思你走出来了。说兄弟，豁达鞋送你一双，咱们都走出来吧。拖鞋男女同款啊，男女同款。不能再努力了啊！你太猛了，你第一次就是太猛了，当着一堆的朋友给自己的供应商表白被拒绝了，完了之后他又说这些年大概明着表达了2次，就是被这样拒绝之后，姐们儿又表白了1次，太猛了，已经在一起5年了，不是在一起5年，认识5年了，然后这哥们儿也一直拿他当朋友。别整了啊！别整了，家里催他相亲是他的事儿，跟你没啥关系。这姐们还是不甘心，这姐们说是不是这样做一辈子好朋友比做恋人更长久？我只能顺着你的台阶说了，是的。如果你们做了恋人，反而只是短短的一段回忆，但如果你们是做朋友，却是一生的陪伴。做朋友吧啊，别努力了。这个猕猴桃硬着的时候偏酸，你把它放软了就偏甜啊。好像水果好像都是这样的啊。不常喝酒买哪款酒呢？不常喝酒就别喝酒了哈。不常喝酒，我虽然卖酒，我反复的说酒是这个不是什么好东西啊。你要不爱喝酒就别喝了。如果你是爱喝酒，偶尔想喝一下，你可以买点这种像梅子酒这种酒，就是13度没啥度数的，你尝尝，甜甜的，酸酸甜甜的，
至于太像酒的酒，你可能喝不了，这个就比较像饮料的酒，但它度数也不低啊，13度，回去加冰块喝，加汽水喝，加那个不是加汽水，加气泡水喝，你就它自己的甜度酸度够了。后面 T 恤，后面哪有 T 恤啊？后面这是小薄被儿啊，这是小薄被儿。今天限量100单的价格299，这个款式这个价格只有100件啊。这个小薄被儿凉感被儿，夏天可以整个扔到洗衣机里洗的凉感被儿，凉感被儿，不是小薄被儿啊，冰感被儿，冰冰的，现在摸就是冰的，贼冰。哎呀，冰啊，小宝贝儿。它完整的样子呢，我不方便一直摆着，怕吓着你们，给你们展示一下。它长得是这样的啊，一个笑脸，放床上挺可爱的，摆后头有点吓人。然后上面这是凉感垫子，他们是一家的，很舒服啊。夏天那个没试过的，家里还用老的凉席的，你可以换一个这个试试，真的挺提升幸福感的。短袖我身上穿的是这个番茄短袖，I need a tomato, thank you. But I only have a potato. This is a potato. No, this is a 猕猴桃啊。Look like a potato. This is tomato. This is 小宝贝儿，好吧。猕猴桃英语怎么说？这下面一堆人教我 kiwi fruit， 本来不会，现在学会了呀 ，kiwi fruit 呀。New Zealand 啊，来自 New Zealand 啊 ，not potato but kiwi fruit 啊 ，kiwi 串台了，这 kiwi 是哪来的？没对啊，还是读信吧。一切都不太对，现在感觉所有的发音都不太对。蛋总，快看我！好，看看你。我28了，男朋友小我2岁。我18岁以后呢，一直没谈过恋爱。我对谈恋爱是宁缺毋滥，不喜欢绝对不谈。但我妈这些年一直催我，说什么女生青春短暂，还给我相亲。但我一概不听，据理力争。我说我要顺其自然。我的性格看似活泼，实际焦虑，非常 emo， 想事情比较悲观。直到去年11月，在朋友的婚礼上遇见了他。他就像没心没肺、乐观可爱的小孩子一样，我很喜欢他，而且他家庭条件也不错，反正比我家好。我们现在已经在一起半年多了，一开始都很好。他那时候没什么工作，很关心我，我们距离很远，50多公里，他都频繁开车或者地铁来找我。我的妈呀，坐50公里地铁是可以的啊！我感觉我谈到了人生真正意义上的恋爱，但是甜蜜了几个月后，他的工作开始忙起来。每天休息时间也不够，他本来就很能睡，平均每天能睡12个小时，现在都不够睡了，羡慕啊！这个睡眠可以接一下了，朋友们，睡眠可以接一下。他做的工作是开车，经常不能及时回我，总是我今天下午发了一堆消息，他明天上午才慢悠悠的回一句，平均24小时回我一句，这不对吧？睡12个小时，开车12个小时，加起来24个小时。那不疲劳驾驶了吗？不对吧？24小时回一句不对吧？照他的说法是回家直接就睡了，不看手机，因为在吃饭，因为要睡觉了，就直接挂我电话。而且我感觉到他不想理我，就是不想跟我多说一句，总是我发给他一句，总是我很多，他发一句，我发几百字，他发表情包，有时表情包都不回。就不回了，打电话也不接，他不回，我很生气。我能理解他不及时回复我，但我不理解他看到了也不回，总之就是不回。我问他为什么不理我，他说我给他压力了。但是他一天天的不理我，10天半个月也不会给我打一次电话，让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在乎我。可是我还是很喜欢他，也不想跟他分手。我在试着不频繁的找他，但是我坚持不了多久。他每次随便说2句我就被哄好了，然后他就又不理我了。我们从5月份到现在，因为他工作忙的原因就没见过面，3个月了。
就算我去找他，他也不跟我没空跟我待在一起。我一方面觉得他工作忙嘛，好像我有点无理取闹了；一方面又觉得我只是想让他看见消息的时候回复我一句，这种要求不过分。我确认他没出什么原则性问题，但他一直不理我，我真的很内耗，很难受。我不知道怎么做才能让他在他休息之余多主动找我。现在怎么变成明明一开始他追我，现在怎么变成我追他了？我怎么办呢？谢谢可爱的蛋总。怎么办？你一天他睡12个小时，开车12个小时，24小时回你一条微信，完了呢，你俩5月份到现在没见过面，你跟我说你确认他没出什么原则性问题，你咋确认的？你拿啥确认的？啊？你拿啥确认的？你这个叫一厢情愿，不叫确认啊！你只能说你不愿意他出个原则性问题，但你不能跟我说你确认他没出什么原则性问题。你这怎么能确认呢？他都不理你，你拿啥确认？你开车追他车了，跟他车了，车上装定位了，车里安摄像头了，你咋确认的？你确认不了啊！今天怎么这么多新品？对，今天新品很多，而且非常丢人，我到现在都没讲完。我一直这读会儿信讲一个，读会儿信讲一个，好多新品都没讲完呢。但是很多新品也不怎么用我讲，都卖的挺好。我们的这个黑巧克力薄脆已经100件了，非常好吃，算是比较健康的。它这一条是66卡，2条是差不多一个苹果，还可以，但是吃起来就是甜甜蜜蜜巧克力。你看我们这老明星锅巴就这么亮了一下，80罐没讲。哎呀，我不是说姐妹啊，你听懂啊，姐妹，我不是说我的意思呢，不是说你这个男朋友肯定是出原则性问题了，我的意思是你确认不了。好的，我们这个冷感床垫加赠的已经抽奖了，你无法确认。我的意思你无法确认，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你俩的关系已经淡薄到一定程度了，也不接触也不联系，你现在已经有点一厢情愿了，姐妹。我不是说人家就一定出个原则性问题啊，我可没这意思。我的意思就是你连确认都确认不了，这可能比他出个原则性问题还可怕。就是要不算了吧，推荐是算了吧。推荐算了吧，好吧。我订阅个公众号还一天给我发条消息呢。你这是谈了一个公众号式男朋友，一天一条消息，他写的还没公众号多呢。你给他写几百字，他给你发个表情包，这早取消订阅了呀。他要是个公众号，你都不能关注，你肯定取消关注了呀。更新的也太水了，嘎嘎嘎，你给他几百字留言，他回你个表情包，能行吗？这不行吧？啊？是不是？不太行啊，不太行啊，不太行，不太行啊！欢迎大家关注。但我的老板是我的人生导师，老板娘是我的好朋友。发现老板出轨了同事，我该怎么告诉老板娘？回答不了，我预感我回答不了。我看看，我和老板一起工作很多年，老板和老板娘一路看我成长，像我的哥哥姐姐，他们都是各自领域非常优秀的人，都是我的榜样，也是我在陌生城市为数不多的好朋友。工作上的压力，感情上的困惑，经常会跟老板娘分享。偶然间昨天发现了老板出轨同事的事情，没有照片视频的实锤，但是来龙去脉都梳理的差不多了。公司的其他同事也有一段时间的传闻，现在呢都知道是为什么了。如果没有工作这层关系，我一定就告诉我的老板娘。我的犹豫让我觉得很难受，但我不知道现在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其实最坏的结果就是大不了丢个工作，起码良心过得去。但是我又怕我捅破以后，我变成那个多嘴的人，毕竟我不是第一个知道的。在其他同事看来，这是这个社会上很正常的事情，所以我要不要告诉老板娘？该怎么告诉他？哎呀，昨天发现老板出轨，完了你就来龙去脉还梳理的差不多了，你就不应该梳理啊，朋友，你梳理都不应该梳理，你还梳理起来了。听着就跟没听着似的，就是听着就是那种突然就失聪了，说啊什么信号不好，我在草原上信号不太好，哎，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是吧？你还梳理，不应该梳理啊！哎。没法说啊，跟你没关系，你就当不知道就行了，跟你没有关系。而且事实上来说呢，你也是没有照片，没有什么实锤的证据，只是来龙去脉。你用的词儿是他的说法是，我发现老板出轨了，没有照片视频的实锤，但是来龙去脉都梳理差不多了。我给你换个词儿，你听听是不是真实情况？可能是这样的。我发现了老板出轨同事的事情，没有照片和视频的实锤，只是来龙去脉被我梳理的差不多了。有没有可能你只是自己梳理了半天？别管了，别梳理了，你还给人梳理，最后人两口子说没这事儿啊，你咋整？咋整？那会儿你就有充分的时间梳理自己的人生了啊！别梳理了，就当不知道就完事儿了。交点新朋友啊，交点新朋友，跟同龄人交点同龄人的朋友，缓解缓解。但目前我在一家普通私企工作，毕业后工作1年了，在公司遇到几个性格比较好的小伙伴，中午一起吃饭的时候呢，也会聊天，聊一些未来做什么呀，之后在哪里发展的话题。每次聊天我都会不由自主参与到话题中，说很多自己的事情，但是晚上回到家后又开始后悔自己为什么要这么说这么多，让别人知道自己太多事情，感觉很难受。但是和小伙伴一起吃饭也有好处，有时候会打探到很多小道消息。怎么感觉你在交换情报，用自己的情报交换别人的情报？哎呀，在哪上班？天津站工作是不是？求助蛋总，我应该怎么办才能和同事一起吃饭又不感到难受？吃饭都堵不上你的嘴，多吃点不就行了吗？我们全国母亲的经典名言，主要是北方母亲的经典名言，吃饭都堵不上你的嘴，你就这看猕猴桃往嘴里一塞，问啥就是不就说不出来了吗？好好吃饭啊，认真的尊重食物，食不言寝不语。猕猴桃几个？老有朋友问猕猴桃几个，我伟大的同事们，猕猴桃几个呀？猕猴桃几个？9个啊，9个，猕猴桃9个，是这么大的9个吗？不是，是这么大的9个啊！不卖这个小的，卖这个大的。那这个小的存在的意义呢？没有小的，你怎么知道这个是大的呢？9个啊，9个大的，一个切开就这么多啊，非常的好吃，非常的好吃啊！喜欢吃硬的，回去就放冰箱，可以硬好几天，酸酸甜甜的。喜欢吃软一点，就给它放常温，一会儿就软了。我估计这么热的天，到家我还是推荐你们放冰箱。
上海现在已经疯了。蛋总好，请用你聪明的大脑袋帮我分析分析。大脑，聪明的大脑没有呆，聪明的大脑袋就不聪明了，聪明的大脑袋听着就不怎么聪明，好吧？夸人夸的这么别致吗？还有2分钟发券啊，朋友们！这个脏脏年糕条我也没讲呀，怎么就卖了这么多呀？脏脏年糕条，我讲一下吧。还有1分钟发券，我把这脏脏年糕条讲一下。它是脆的啊，听到年糕不就想到硬的，不是想到那个难咬黏糊，它是脆的啊，甜口的，吃起来像什么呢？减肥你就搜里头所有 Fit 8的都适合减肥吃。它吃起来像什么呢？像更脆更硬版本的旺旺仙贝。就旺旺仙贝不是吃起来好吃，但是特别空虚嘛。这个就比旺旺仙贝更实在、更硬，但味道很像旺旺仙贝，然后比旺旺仙贝甜一点，它外面刷了甜的。好吧，也是营香精、色素、防腐剂都是没有的啊，古法制作，好原材加好手艺。我看看它这个后面用的是什么啊？外面用的是红糖啊，外面这一层用的是古法红糖，也没放多少，不是很甜啊，就放了就你也看得出来，就刷了一点红糖，挂在年糕上。但这个年糕吃起来嘛，也合理。其实旺旺仙贝不也是米做的吗？对吧？它有年糕也是嘛，对吧？脆的，甜而不腻啊。吃起来就是更扎实的鲜贝的感觉。发券吧，朋友们！不想吃甜口的就买他家的这个锅巴，老好吃了。买这锅巴也行。哎呀，那剩下这也是甜口的，反正这是那个橘子干，这很好看啊。这放办公室请大家吃，挺开心的。感谢大家关注。好像新品马上讲完，我就一口气把新品讲完嘛，咱们后面就踏踏实实读信了。还有来自10分可的2个新品，都是这个也很健康啊，高蛋白马芬蛋糕条 ，muffin， 还有高蛋白 brownie 蛋糕条，让零食充满健康美。我给你展示那个布朗尼吧。这个马芬蛋糕条看着没那么诱人，那个布朗尼一看就贼诱人。这其实也很好吃，它就是没那么甜。这个10分可家的东西，你如果以前买过我这儿卖的10分可的东西，你吃过就知道，口味是比较清新的，就哪怕是甜的东西、咸的东西，它放的调料都不多，相当清新的。然后这个一咬嘛，就在嘴里怎么说呢？它就像一个小土房子一样，在嘴里拆迁了一样，就是碎开了，就是那个土堆儿一样，歘，像一把沙子哗哗流开，然后又快速的变成了那个溶液，很好吃。我给你看一眼那布朗尼的，你就知道啥意思。那黑的更过瘾。能想象吧？我能说明白它是啥口感吗？我应该说清楚了。就是你在那个沙土地上搭过那个沙雕的城堡吗？儿时的沙雕的城堡毁坏了就好。那儿时沙雕的城堡搭过吗？它就像一个儿时沙雕的城堡啊，就是沙的沙子那种感觉。它当然不是沙子了，是很细很绵密的。然后儿时沙雕的城堡，毁坏了就好，就一下你就好像你就想象一个沙雕的城堡，然后唰散开了，就特别绵密那种碎的颗粒感，一下子漫步在舌头上，但是跟你的唾液一接触，
就融化了，已经没有了，非常好吃，而且完全不甜，我可以这么说，就是几乎就没甜味儿，特别好吃。那你要爱吃甜的，你就吃这个巧克力的，刚我们的这个巧克力薄脆，你说怕甜，你就吃这个，这几乎没糖，没甜味儿。他们家这个10分可确实就一直做这种比较清新淡雅的感觉，好吃啊！就是吃完了手上会有点这个沙子那种感觉，还挺开心的吃着，也是比较健康的，蛋白质含量15%，零蔗糖添加。里头全蛋液大于等于31%，然后用的是麦芽糖醇，然后用糕点用的小麦粉、黄油啊，加个巧克力、纯牛奶、可可粉，都加了这些东西，但它确实没有那么甜。你喜欢甜，你就买我们那个黑巧克力薄脆，这个甜，老好吃。新品讲完了，我问问我同事，我新品讲完了吗？我可以踏踏实实读信了吗？我伟大的同事。好的，我伟大的同事又来发福利了，买了这个榴莲干的朋友们，再给他抽5个人加赠1包榴莲干，福利来了。这榴莲干配料表就是4个字：榴莲果肉，泰国的 A 果，榴莲果肉就是冻干。你喜欢吃榴莲又不喜欢那种软了乎唧那种感觉的，你就吃这个干干的，味道一模一样，非常好吃，完美的保留了榴莲的香气和臭气。榴莲的香气就是臭气，臭气就是香气，香而不臭，臭而不香，又臭又香。我新品讲完了吗？我伟大的同事，我可以喝一个牛乳椰椰歇会儿了吗？啊，讲完了，读信，剩下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名字后面有粉丝团3个字的朋友们，捶一捶我胸口的番茄，交给你们了。再有人来问这些品，你们帮我卖一卖啊，全自动一会儿我就读信了。然后新朋友可以点个关注，老朋友点开这个头像有一个群聊，你加入群聊就变成那个粉丝团了。好，刚这个没读好，蛋总好，请用你聪明的大脑袋帮我分析分析。我今年29岁了，老头和我同龄，没领证。老头就是他，你对象呗。老头这总那么亲密，在一起快5年了，从学生时代走到工作，目前他在体制内，我在企业，住在首都，工作稳定，都有户口。现在呢，老头单位派他去南方1线城市常住，也是他的老家。我的老家。待遇确实有提升，他是心动的，我能感觉到。如果接受这个调动，我们以后只能两地分居，或者我放弃工作，举家搬迁，过去后再找工作，从头开始。我的朋友圈、工作关系等等等等，都在目前的城市，真的很犹豫。我们都还没有法定的关系啊，我凭什么放弃这么多跟着他走？你这个凭什么3个字问出来呢？其实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啊。凭什么四处漂泊？但是考虑到现实，如果接受调动，首先他事业会进入更好的平台，我们的买房压力，未来孩子教育的压力也会小很多，因为他父母在这边。我又觉得换城市嘛，也不是太难以接受。目前为止，除了这次的风波，我们2个关系一直都很好。但我到底该怎么办？姐妹儿，是什么阻止了你们一直没领证呢？你们要不先聊聊这事儿吧。你们是不是可以先聊聊这个事儿，领证的事儿先聊一聊，唠一唠。几个建议啊。第一呢，趁此机会可以聊一下。我觉得你们在一块5年了，一直没领证，可能是有点原因的，只是你俩可能一直没有去面对这个原因。至于你俩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啊。但是你显然给我写信，你也没说出这个原因。但我觉得你俩没领证是有一个原因的，可能这个原因都被你俩也忽略了。
你俩应该好好的聊一下，你俩为啥没领证？这可能比较核心。第二啊，如果这个搞得定，谈得妥。第二，你呢把你的简历现在就往他那个南方的城市，他要去的那个南方一线城市，常驻那个城市的那些大企业相关的，跟你这个行业一样的企业发一发，也许待遇会比你现在在首都好，你不知道，对吧？你可以试试看，哪怕是为了事业，你发个简历又没什么成本嘛，是吧？你可以感受一下，你先给自己感受一下自己未来的机会，就事业是，不应该牺牲的啊，我就说的明白一点，就不应该牺牲的，无论如何啊。所以这个你做一切判断的基础就是你的事业不会被牺牲啊。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不应该牺牲你的事业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你发简历嘛，是要判断一下自己的事业不会被牺牲。或者其实我说发简历是比较极端的情况，你要是在一个行业嘛，你总是能打听到的。第三是什么呢？也可以分开一段时间试试，就是让他先去了以后你先别走，你也不知道会怎么样，是吧？你留在自己的城市你试一下，谁知道呢？也许你就发现哦，还是喜欢这里，是吧？你很有可能发现自己还是更爱城市。牛脆脆第一次买推荐3个口味，直接比较合算，买3罐。我们那个乳腺癌已痊愈的 T 恤还没做好，这个确实是，这原因比较多吧，但是确实是在做。对，我这事我记着呢，这做好了肯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好吧，我说的比较直接的几个建议啊，比较实在的几个建议。第一，你俩好好谈一谈，你俩为啥不领证？第二呢，你给自己的职业要做好充分的备用计划。第三呢，你让他先去，然后你留在你现在的城市，首都嘛，你留一下，你感受一下，你分开感受一下。反正我觉得很怪啊，我觉得是比较怪的，因为你自己问出了这句话，你说我凭什么放弃这么多跟着他走？那我觉得你心里就有一个答案。然后后面呢，你又说我们的买房压力，未来孩子教育压力也会小很多，因为他父母在那边。你们如果已经规划到了买房和孩子教育，为啥你们不领证呢？我觉得要聊清楚，你自己也要聊清楚。可能你觉得哦，自然而然我们肯定就会领证了。未必啊，你们聊聊看，可能你真实的心不是这么想的。欢迎大家，感谢大家关注。新朋友嘛，点开销冠看一看；老朋友嘛，点开新品看一看。今天新品很多，老朋友可以之前来好几次都不知道买啥了，你可以点开新品看一看。今天新品贼多，各种甜的。巧克力薄脆啊，没有那么甜的这个，你看这个10分可这个很受欢迎啊。这个高蛋白布朗尼蛋糕条，它也是黑巧口味的，但它就是没有那个那么甜啊，就像吃一个小土块一样，但是是那种很绵密的小土块，口感特别好。我们北方我们那会儿叫土咖了，你们有这么叫的吗？小土咖了，有人这么说吗？土咖了，有这么说的吗？西梅干没有了，西梅干怎么没有了？我伟大的同事他们说西梅干卖光了，怎么又卖光了？这个吃着就像土咖了似的，虽然咱们都没吃过土咖了，你也没吃过土咖了，我也没吃过有啊，西梅干。别吓唬我啊！这个是上一场卖的非常好的西梅干，配料表2个字：西梅，推荐食用量每人每日3到4颗啊。猕猴桃卖的是大果啊，是这么大吗？不是，是这么大啊，大果。土咖咖呢，咱们都没吃过，但是土咖咖那种感觉，你一看就知道我在说什么。它就是那种土咖咖的感觉特别好，
咱们都没吃过，但你知道土咖咖的感觉是啥是吧？咬在嘴里就是碎掉又化掉，特别开心。接着读信了啊。但我想分享的是朋友圈里无法理解的行为，就是一男的吧，1年前结婚了吧，发结婚照的朋友圈吧，咣刷屏发好几条吧，但是基本只有新郎本人，然后就是俩人的合照，新娘单人照很少，你知道吧？我看朋友圈我就爱看人家八卦，你知道吧？我知道，虽然咱俩不认识，但我这回知道了。你是这美国的朋友吗？每次说完话后面跟一个 you know， 你是美国的朋友翻译成中文吗？ you know 的，我 I know 了啊。我看朋友圈就爱看人家八卦，你知道吧？我知道啊，就爱看人家对象长啥样啊，就微信的画质啊，他那合照我根本看不清那女的长啥样啊，然后他又不发女的单人照，哎呀蛋呐，我真的太好奇了，你知道吧？然后发完结婚的朋友圈呢没多久，哎，发了一条朋友圈说月子中心的钱就从谁的红包里扣个欧，配图很厚的红包，然后就说父亲节发的朋友圈和他老婆的聊天截图，大致内容就是这是我第一次过父亲节，我很重视，我也需要仪式感。然后就是生娃了，发了人类幼崽的照片，表达了对人类幼崽的喜爱。讲真的，他那幼崽还是很可爱的，哈哈哈哈哈，真的很好笑呀。他从来没有发过感谢老婆，居然特意发了条朋友圈说感谢麻辣烫，给麻辣烫送个锦旗，说祝他生娃成功，催产成功，送个锦旗。我真的笑疯了，太离谱了，又很疑惑他为什么不发他老婆呀？老婆就一点功劳都没有吗？这哥们儿也挺神经，确实挺神经。不发老婆的原因，那这咱猜不到。但是他给马格道夫送锦旗有点好笑。这你就是纯八卦，没啥好八卦的，没啥好八卦。有没有也有可能是他老婆，他要发，他老婆说你别发了，你拍的都很丑，有没有这种可能？很有可能吧。别关注了，你稍微了解一点女孩的心理不就知道了吗？他咔咔拍，然后在那发，他老婆说你别发了，贼丑。有可能的，不要没事关注人家这个。姐们儿，我要投稿。我在社交软件上认识个前男友，他告诉我大半年没谈过恋爱，很快的和前男友坠入了爱河。上周和前男友吃饭的时候，他接了电话，告诉我是他的表妹。第二天，他在他前女友的小红书还有别的平台上都发了我前男友的避雷帖。我早晨刷到的时候，看了第一行就看出来了，说的是他，我就私信了，发现他无缝衔接我做女朋友，打电话的表妹就是他的前女友，他的前女友把他的光荣事迹到处宣传，被电网的舆情监控监测到了。这件事情前男友的公司领导、家人、朋友全都知道了。我告诉他这件事没有处理完，不要见面。他说给他1周的时间，到时候来找我。现在一周时间也到了，他也没来找我见面。昨天给我发了个消息，装可怜，说没好好吃饭，内耗了。我安慰了他2句，他就没回我消息。这个男人是什么心理啊？是怕我又破防整他吗？这样的男人是不是不能要了？求蛋总解答呀！干啥？你还想要？你也想写？你也想写？想练笔？我听你这个意思就有点舍不得呗。姐们儿，我听你这话里话外，虽然在吐槽他，但是好像有点依依不舍呢。怎么？昨天给我发个消息，装可怜，我安慰了2句，他就没再回我消息。这个男人是什么心理呀？什么心理？你是什么心理呀？你问人家什么心理？你是什么心理啊？是不是有点舍不得？你是什么心理？
别掺和了啊！但我特别喜欢听你唠嗑，我本人不太会和别人唠嗑。目前的困惑就是，我和别人相处总是容易交浅言深。哎呀，我这种说话没有分寸感的毛病怎么破呀？举个例子，我们办公室一共10个人，通过平时的聊天，我的兴趣爱好、家庭情况等等，他们都摸清楚了。但是他们的这些情况我全都不了解，我也不好奇别人的私事儿。但是他们唠嗑的时候，真的咋就从来不说自己家的事儿呢？我本来还没意识到我有轻易暴露自己的这个毛病，直到办公室新来了一个同事，竟然和我一个毛病，唠点公共话题，他总扯到自己家的私事儿，我才幡然醒悟，这不跟我一样吗？怎么说？有卧龙的地方，5步之内必有凤雏，是吧？咋办呢？我本来就比较内向，重新定义内向啊，不爱聊天，一旦聊起来了，嘴还没有个把门了。哎呀，本来就比较内向，哎呀，把内部的事儿都往外兜啊，都向外兜，是这个意思吗？你的内向，把内部的事儿都向外兜，你是这个内向是吗？内向本来就比较内向，嘿嘿。哎呀，卧龙啊，卧龙你在吗？卧龙，卧龙以后呢，好好跟这个凤雏处啊，其他人就是少处少接触，跟这个凤雏好好聊。你俩可以，你俩好好聊就行了。你这不交上朋友了吗？也挺好啊，你俩好好处就行了。你俩在一起蛐其他那10个人，说你看他们怎么从来不分享自己的隐私呀？你看咱们俩才认识2天就知根知底了，咱们俩最好。好吧，交到好朋友了，你们俩好好的吧。是不是嘛？我觉得有点道理哈，我觉得应该挺好的，也不算坏事，这不交到朋友了吗？上班能交到朋友也不容易啊，挺好的，好事啊。蛋总身上衣服有同款吗？有啊，给他谈一下。你俩天天就手拉着手，蛐他们，分享各自的秘密。你俩最好，你俩天下第一好。蛋总你好，我在金融行业工作，众所周知，最近裁员很厉害，所以大家更加内卷。我本来以为自己表现很好，所以呢，基本到点就下班了，工作完成也不错。但最近发现呢，大家都暗暗较劲儿，比谁下班晚，生怕老板看到谁工作量不够就给裁了。我也明显感到同事会观察我下班的时间，所以只好找事做，延长下班的时间。但其实我下班呢就有别的事要做呀，干熬着也没有那么多工作要做呀。我知道别人也是这样的，这样的干熬有啥意义啊？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不太了解啊，金融行业也这样吗？金融行业不是看业绩的吗？我不太了解，我记得金融行业不是业绩比较重要吗？怎么也看这个熬夜时长？我不太了解啊，这个你要问问小卖部其他的朋友。这确实我是知识盲点了啊，盲区，这是我知识盲区。有没有其他朋友懂的？因为没有业绩了，因为没有业绩。好忧伤的一句话呀！大家都没有业绩了，哎呀，咋办呢？那就熬呗。咋办呢？下班有别的事情要做，你试试看能不能把别的事情带到公司做呢？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能把别的事情带到公司做？
真正的以公司为家，我的事，公司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的事也是公司的事。我在外面找兼职也要在公司完成，行不行？试试看啊。我问这个果大不大？我问老有朋友问这个猕猴桃金果大不大？你看大不大？大吗？不大啊，这个才是大的啊！我们卖的是这个大的啊，大啊！真有人问，我刚看着，不是说硬 Q 的，真有人问啊。切开一个，切开有这么多，你说大不大？这就一个切开啊。再念一个职场的吧，咱们再回去整那些情情爱爱的，好不好？这个情情爱爱的读多了，确实是有时候很伤心。哎，但是职场读多了嘛，也伤心。你说刚这个兄弟，我该怎么劝他？没办法啊，没办法。咱们这个成语可能是用错了，说这个浑水摸鱼，这成语可能用错了。我就是咱们就从字面理解浑水摸鱼吧。就是有时候你摸鱼吧，不能怪你，是水已经浑了，是吧？都要开始咔咔裁员了，已经都过得不好了，你就只能摸鱼了，是吧？水已经浑了，你只能摸鱼了，想想办法混了。不是说咱们想混想摸鱼没辙呀，它水已经浑了，就浑水摸鱼了啊！不是说你摸鱼导致水变浑的，所以试着把别的工作带到公司做吧，我也没别的办法。咱们再来一个这个看看，哎，这个职场的痛苦读多了也很痛苦啊。但我有2个职场上的小问题，怎么处理工作中总有同事在监视自己的感觉呢？真的不是我自恋，我是一个高敏感的人。从他们日常的举动和聊天中，我发现他们对于我在干嘛非常的清楚。我们属于竞争的关系，我个人属于界限感很强的，我可以大大方方分享，但是不能被这种偷偷摸摸模仿。这压的还挺好，因为我属于一个做了不一定会说，说了就会做的人。哎，但有的人吧，别人先做的，他们超过去了就算他们的，所以我特别介意别人看着我或者偷窥我。所以我要怎么解决这个心理问题呢？我一遍念完吧。问题2，在与自己预期不匹配的工作环境中工作，要怎么调整心态？我入职所在的工作组在公司地位属于劣势，我个人认为我的工作能力和学习能力可以挑战更有难度的工作，在之后的工作中我也表现出来了，但因为不可抗力的原因吧，我就不太容易调整。我期望的工作环境是能让我学到更多东西的，但现在没有，并且因为工作上一些问题，我产生了一种现在共事的同事工作能力不行的想法，好怕自己变成自傲和眼高手低的人。感觉你这个问题2就是问题1的答案呢，你就已经觉得你身边的同事比起你来说有点差，是吧？工作能力比你差，所以你觉得他们天天在模仿你、偷窥你、学习你，是吧？应该是因为这个吧。写在最后，问题是不是很幼稚？还行啊，那确实困扰了我很久。我是一个比较情绪化的人，工作中可以理清思路，但是对于情感情绪，哎呀，总是想不通啊，想不通之间反复横跳。希望能通过一点一点的改变生活和心态，让自己稳定一些。哎呀，请问咱就是，哎。说话你别那个难受啊！我看你这心也挺细腻的，我可能就，你别生气啊！我说的直接一点，可能你好理解一些。请问你身上有什么武功秘籍是不能被别人学去的呢？
如果你比其他身边的同事都优秀的话，鹤立鸡群，这个鹤该怎么藏呢？为什么怕被人学呢？为什么怕被人模仿呢？为什么怕被人模仿呢？为什么？你管不了别人啊，你这别人模仿你，这不说明大家羡慕你喜欢你吗？你为什么怕被人模仿呢？你一方面觉得你身边的人工作能力不如你，然后又觉得他们在模仿你学你，怕啥呢？怕啥？怕啥？别人邀功了啊、他意思别人拿着他的东西去当做他们自己的这种事儿啊，一次可能就是一起工作一帮同事是吧？我特别优秀，我旁边的人呢一次抄了我的想法汇报变成了他自己的功劳，2次抄了我的想法变成他自己的功劳，3次又这样，不可能的哈，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就是如果你每次都能被人学会，那就说明人家就是会；你每次都能被人家学走，那就说明人家就是会了，已经。这不是你很厉害，你就没有超越他们多少。这不可能啊！如果你真的比他们厉害，那学1次2次都无所谓的。你慢慢时间长了，你的威望、你的能力，你就会得到从上到下的认可。如果你一直大大方方的让他们学的话。你下次都不用怕他偷窥，你就应该直接教他。我特别喜欢功夫的那个结尾，功夫的那个结尾，那火云邪神最后要偷袭周星驰的时候，周星驰突然一掌打出，火云邪神说：“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掌法？”然后周星驰说：“想学啊，我教你啊。”帅不帅？一定要这样啊！你下次你再发现他学你偷窥你，你就说想学啊，教你啊。哎呀，刚发券了，我没注意啊！发券了，朋友们，发券了，大家就抢到券的朋友们，把这个新品可以了解一下。哎呀，瞧瞧，哎哦，我这个小土咖的十分可，布朗尼这个蛋糕条的销量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黑巧克力薄脆了哈。大家还是假装热爱健康，不爱吃那么甜。它这个也很健康啊。这个黑巧克力薄脆呢是这样的，它一条也就66卡，2条差不多1个苹果的热量，还好啊。它只是口感上偏甜，都是还可以啊。这小土咖确实看着比较，它口感确实很别致。好，上次还有我们菜篮花花世界的这个猪脆脆，今天没讲，给大家看一下。上次有朋友没注意吗？这上次卖的也非常好。这个你回去直接吃也行，你撒在粥上吃也行，就是猪肉脆条，它是烤制的，不是油炸的。我们有牛脆脆，也有猪脆脆，这菜篮花花世界的，很好吃。然后今天还有这个牛乳椰，就是椰子油、椰奶，然后加个牛奶，很好喝，油油的，浓浓的。这个玩意儿搭配啥玩意儿呢？它就是搭配这些饼干。还搭配这些饼干，搭配这些巧克力，贼搭。吃一口这种巧克力，吃一口这种，喝一口这个，我的天，飞起来！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一切都是有原因的。为什么面包要配可乐？为什么烤串要配啤酒？为什么牛奶要配巧克力？你试过了就知道了，非常搭，确实是搭的不行。
四六八句了。你说四六八句了，我会的可多了。我四六八句这不基本功吗？四六八句不想用，不是因为不会啊，有时候合适也可以用啊。对呀，豆浆为什么配油条？这都是智慧啊，是一代一代的人这么吃下来筛选出来，一代一代的大馋鬼，一代一代这么搭配，肯定以前也有人拿豆浆搭过可乐，是吧？拿油条搭过汉堡，搭完发现不对呀，然后又拿汉堡配合豆浆，发现还是没对呀，油条又去配可乐，完拿这个生牛乳椰配了根油条，怎么都不对，是吧？还是得换回来，这个就是得搭巧克力。感谢大家刚刚发券了，抢到券的朋友可以买一买我刚提到的今天的新品什么的。新朋友点个关注，老朋友呢点开我这个头像加入群聊就可以啦。新朋友点开我们的这个购物袋呢，有一个叫销冠的分类，你可以看一看。然后老朋友点开这个叫新品的，今天新品比较多，经常来听故事，但是听完了已经想帮助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帮助的了，觉得所有东西都买过一遍了，你可以看看，今天上新比较多，感谢各位。好吧，我刚这个职场的这个朋友呢，我的建议就是大方点啊。好，我们这个，哎呀，又发奖品了，我们这个大个的这个猕猴桃加赠2份4个装的巨无霸金果。反正我也是这种性格，我看到有人怎么样，我都是你想学啊，你想要可以给你啊，我想学我可以教你，没关系的。学不会的，能，哎呀，知识和快乐很奇怪，知识和快乐，还有生活中的一些经验，都是越分享越多的。你一直跟人分享，你自己也会变多。你老藏着掖着吧，没啥好藏着掖着的。何况你还刚步入职场，我不相信你身上怀揣什么武功秘籍啊，没事儿，多分享分享，自己也会进步的。一旦你好，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我本人和妹妹都不打算结婚，我妹今年26，我不结婚，嫁给亲戚都接受了。意思你妹没接受呗？我妈甚至觉得不结婚挺好，但是我姑姑可能呢认为我爸爸去世了，她对我没有责任，说我不结婚就算了，我妹必须得结婚。加上她本人性格也比较强势，所以现在我妹就一直隐瞒她，说正在恋爱中。但是每次见面打电话还得继续说谎敷衍。想问蛋总，这种情况应该直接说不想结婚了，还是继续隐瞒他？告诉他的话还担心他着急上火，不告诉他又不想再说谎。哎呀，我和妹妹都不打算结婚，这个我先明确啊。我妈也觉得不结婚挺好，但我姑姑认为我爸去世的早，他对我们有责任，说我不结婚就算了，我妹必须得结婚。这可能是个看这个 ID 和头像应该是个男孩啊，兄弟，我现在要做出一个听起来可能有点，我现在说的这个建议听起来可能有的朋友可能会骂我，但是我就直说了啊，兄弟，你别生气啊，兄弟，能不能伪造一个遗嘱啊？就是你找一天，找一个特别认真的一天，你去找你姑姑，然后你跟你姑姑说，咱不是真的伪造啊，你不用真的手写啊，你就跟你姑姑说，姑姑，我其实一直有一个事儿没跟你讲，我必须跟你说。第一呢，我妹都是骗你的，她没谈恋爱，她也不想结婚。第二，我有一个事儿其实一直没跟你说，就是我爸生前啊知道这事儿，说我俩的生活我俩自己说了算。他最希望的就是我和妹妹健健康康，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过一辈子。他不希望我和妹妹的生活被别人管。那个
我妹妹呢一直都很尊重你，也很爱戴你，也很感谢我们爸爸去世了，你这么照顾我们。但是呢，我妹妹现在确实困扰挺大。我作为她的哥哥或者她的姐姐吧，姑姑，她不好意思说，我就跟你说了。我跟我妹妹呢，我爸爸的遗愿就是希望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生活。我妹妹现在的想法就是不想结婚。我就直接跟你说了，以后她也不想跟你再撒谎，你也别再劝了。好吧，我说的伪造是这个意思啊，其实不算伪造吧？应该你父亲跟你父亲的本意应该差不多吧？这你爸爸在天上听了都得点点头吧？应该是没错的吧？肯定是希望你们按照自己想法生活，幸福的过下去吧。你这姑姑嘛，你说人家多管闲事吧，但我也特别能理解。这个家人的这种感情是很复杂的，他跟他哥哥的感情也很复杂的，你也不知道，就是你只能表达对姑姑的爱意、尊敬，一定要表达充分啊，一定要说清楚啊。说我妹妹呢对你是非常尊重，非常的爱，非常的感恩，所以一直在骗你，一直在撒谎，一直假装她在谈恋爱，但是实在我作为她的姐姐或者哥哥，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觉得我妹妹不能再这么活下去了，我觉得我父亲是吧交代过的啊，希望我们健康茁壮，按照我们的想法过完一生，他不会再撒谎了，你以后也别管了。你这个话说完呢，这就叫立于不败之地了。你这个话只要说完就行了，说完以后再管都不用回复他了，是吧？虽然很残忍，但是确实也不用了，就这样了，没办法，最后他也只能接受，没办法。哎呀，生活是自己过的啊，你就好好过好你俩的生活就行了，不想结婚就别结了呗，有啥好结的？感谢大家的关注，这个加赠4个巨型的这个金果了，已经发了哈。好吧，这个姐们儿或者哥们儿，我看 ID 看头像有点像哥们儿啊，都行吧，兄妹吧，不知道男的女的，我们就说兄妹啊，兄妹啊。你要是真的想照顾好妹妹，担当起这个做哥哥和姐姐的这个哥哥或姐姐的这个责任的话，那这事儿就你得面对，你不能让你妹妹面对了，你妹妹面对不了，你去面对一下你姑姑，你跟她好好说一次，说完了之后其实就没事了，都能接受啊。欢迎大家！这个新品今天怎么卖的都这么好？哇，太猛了！还是3关6码头，这个3关6码头吧，每次一上新，这个3关6码头是不是你们不用来我直播间就知道呀？我也不咋讲呀，卖这么好，带动的我以前这个锅巴都卖的好了。这锅巴我好久没提过它了，今天又这么出了一个镜，卖个快200罐了。这个真的很好吃，买过的朋友帮我作证一下，这个真的好好吃。这个以前卖个几千罐，就好久没讲它了。我们这个小卖部更新的比较慢，都是这些老朋友在这支撑。今天更新了一大堆，谢谢大家啊，可以随意挑选一下。哦，我们这个梅子酒卖的也很好，这个梅子酒嘛，13度，630毫升，就比500毫升要多一些。它入口呢是那种冰糖和蜂蜜的甜，但后面就有青梅的酸了。它真的是我还挺意外，那么喝2口就有点上头的感觉。强烈的不是建议了，大家一定要听我的，回去喝这个酒一定要把它冰一下，然后有的话最好往里头放点冰块，没有也行，它反正得冰一下，往里放点冰块能稀释它，让它不那么甜，更好喝。你要是愿意兑点苏打水 ，even better 啊。酸吗？酸那个。酸甜啊，梅子嘛，青梅嘛，它入口是甜，后面是有点酸的哈。梅子肯定酸哈，没那么酸。给你们充会儿电。欢迎大家。这个是我们的小宝贝儿凉感被，今天有299吧，我记得是不是299？没说错价格吧？100件应该没几件了的那个福利哈，它以前比较贵。
上面是两杆垫儿，这个垫子也是他们家的，就是能绑在床垫上，看到了吧？4个角的这种，很方便发凉的。国标是0.15的凉感，它是0.29发凉的，可以换一个，把你家的那个旧的凉席什么扔一扔，这个比较舒服。我酒量一般啊，我酒量一般。梅子酒呢，其实它不是容易醉，它是为啥你喝这个觉得容易醉？因为它甜甜的，特别好下。你一喝吧，你就觉得哎，好好喝，像喝饮料似的。你就喝一会儿就喝多了。其实它有度数，13度。它其实就有时候大家说，哎，是不是梅酒或者说那个米酒更容易醉？没有啊，它不是说更容易醉，它是因为更好下口。你喝的太多了，它并没有说更容易醉。你像这个13度，甜不滋滋，酸不滋滋的。你像这个呢，14度，它俩度数差不多，但这个你喝起来它是葡萄酒嘛，红葡萄酒，它你就喝起来没那么快，它不是那种酸酸甜甜的酒。记得往里加冰块啊。果酒好喝，对，你要是爱喝果酒，你就试试这个。梅子酒可以助眠嘛？哎，其实所有酒嘛，你喝了都容易睡得好，但是不推荐啊。就是虽然我也经常靠喝酒睡，但是不推荐，不是很健康。你如果不像我这样特别爱喝酒，睡前喝1两杯还好，就喝1两杯，别喝太多，就赶紧睡。喝太多睡就没什么助眠的了，睡不好。牛肉。牛脆脆，这不是一整罐啊，这已经展示过好几次了。牛脆脆，今天牛脆脆卖多少我都没注意，这个是我们一直以来卖的非常好的。牛脆脆、牛板筋，今天新品太多了，都没捞着讲一次牛脆脆都没讲。我看看牛脆脆在没讲，好的，牛脆脆在我就没讲的情况下卖了500件，肯定是来回购的。这玩意儿就是爆品，超级爆，博奥爆。你吃吃吧，贼好吃。然后牛板筋在我只展示了一次的情况下，也卖了114件，这都已经是老演员了，不怎么用讲了。感谢大家。我接着读信了。牛脆脆能不能变态辣？这个你喜欢变态辣，你自己回去加点辣椒不就行了吗？好吧。西梅干真的很有效果，我们不承诺效果啊，我没有承诺效果。西梅干是成人每日推荐不要超过3-4颗。牛脆脆特别好嚼，牛脆脆是脆的，非常好咬，一点都不费牙。蛋总你好，我很难表达自己的占有欲和真实感受，怎么办？我喜欢的人总是在喜欢我之后喜欢别人。啊？我喜欢的人总是在喜欢我之后喜欢别人，你们这玩啥呢？这是贪吃蛇吗？我喜欢的人总是在喜欢我之后喜欢别人，爱情贪吃蛇啊！这什么节奏？这什么结构？这是每次都是自己内耗焦虑到崩溃，聊这个话题总是让我感到不安，表露出类似占有欲的情感让我犹豫，质问一个不爱自己的人为什么不爱我，在我看来非常尴尬。我有过2段感情经历，太少了啊！每段我经营的都不好，过程也都很抽象，但希望你选择性的读出来，写的有点乱，我怕掉码。掉码是啥意思？就怕暴露真实身份是吧？那我咋读呀？我哪知道哪个是？我不知道哪个该读哪个不该读啊，姐妹儿给我出难题呢。还蛋总您选择性的读出来就好，我这该选择哪个呀？哪个是正确选项呀，姐妹？你这写一堆，我哪知道哪个是正确选项呀？我怎么给我出上题了呢？那你一会儿掉码了，这怪谁呀？我试着看吧啊。第一段开始的浪漫，开始的很浪漫，帮一个有好感的朋友排解分手被甩的情绪，聊着聊着发现我俩特别合，就在一起了。这应该不至于掉哈，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的。帮一个有好感的朋友排解分手被甩的情绪，结果他俩在一起了。但是我总感觉他还喜欢他的前女友，而且比起我更喜欢他前任。我当时就焦虑，就吵架，然后呢就保持了暧昧的朋友关系，甚至他说了一个什么节日一起出去玩甚至你看我选择性这个节日我就不多了啊，甚至在某个节日一起出去旅游了。结果旅游之后，他前女友找他，他特别激动想复合，但是这时候我作为他的朋友却不知道该怎么说话。表面上为了他高兴，实际上偷偷哭。后来即使没复合成功，一直跟我保持暧昧，但是我不相信他爱我。哎呀，我咋觉得你还是相信呢？你不应该相信，但你还是相信，我觉得。我看看第二段吧。第二段是有好感的人吃饭的时候突然聊到前女友的故事，我觉得他和我前任有些相似，因此引发了较多的交谈。几天之后我就表白了，但是他表示现在不想谈。当晚又谈到了很多家庭和一些爱好，意外觉得真的很吸引，就开始了一段不正当的亲密关系，就又暧昧上了呗，不就暧昧上了呗。刚开始他总是说怕你嫌弃我巴拉巴拉什么什么什么，让我感觉很安心。后来有一天他和我说起了他另一个不正当关系的人要来找他，怕我介意。咱们就说那个人叫小 A 吧。小 A 知道了我们两个之后的事发作了。起初我以为他不喜欢小 A 的，后来他就跟小 A 住在一起了。我感觉他们关系慢慢变好了，还一起出去旅游。不是旅行社软文吧？2次提到旅游，别给我读到最后是旅行社软文啊，受不了啊！又一起出去旅游。他趁小 A 不在的时候还来找我，我觉得很难受，很焦虑，很无助。每天晚上忍不住1天1小哭，3天1大哭。后来就变成了和我倾诉，小 A 也挺好的。不准我在社交平台发任何和他出去的照片，否则就跟我断联。还因为我对他不够主动而发火，期间还穿插着各种对他前女友一起生活的怀念。我逐渐觉得这人太离谱了，就断了。你这个逐渐的过程太长了，太逐渐了，没必要这么逐渐的啊。但是我搞不懂为什么他会从怕你介意变成发照片就和你断联系，因为开始是骗你的呀，这有什么搞不懂的？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有恋爱脑的人，我渴望对方的占有欲和关注，然而实际却是自己在焦虑崩溃，又反思上了。不提反思这个词，但是你在反思，又反思上了，又给我反思上了然而实际却是自己在焦虑和崩溃，会怀疑自己魅力不足。你又给我反思而且不好意思岔开对方感兴趣的关于别的女人的话题去质问自己的问题，我该怎么办？反思怪又来一个反思怪。有过2段感情经历，你真是算你倒霉，你这2段感情经历是啥呀？太破了第一段就够破的了，紧接着又来一段，真服。不想看，头晕。服务员，我牛乳椰椰呢？服务员在这儿呢我天！我的妈呀！服了。反思怪反思怪物，不要反思了把反思这个毛病戒了。你能有什么？你能有什么？你能有啥？你一共就2段感情经历，你最后给我整这个，我渴望对方的占有欲和关注。
然而实际却是自己在焦虑和崩溃，我怀疑自己魅力不足。哎呀，我天！你魅力应该是很足的，不然你不会招这种人啊。你魅力应该很足，但是你定力比较差，魄力不足，定力也很差。你老跟这些人混啥呢？然后又跟他们分开的魄力也很差，还逐渐分开，没有什么魄力，也没有什么定力啊，魅力应该是挺足的。哎呀，真服！哎呀，魄力、定力都需要提升啊！反思的能力不要再提升了，忘了以后不要再反思了啊！哎，真头晕，真头晕，太头晕了，也没有什么判断力啊，对人生也没有什么判断力，但是理解力很强，理解力非常强，哈！而且我也不好意思岔开对方感兴趣的别的女人的话题去聊我自己的问题，哈哈！理解力、包容力非常强啊！感受力也不错，这家谈一段难受一回，谈一段难受一回，感受力也很强，优点还是很多的啊。啥事儿都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原因，是吗？全球变暖跟你有没有关系呢？请问，哎呀，有的，有什么有？哎呦，真头晕，不知道从哪说起。哎，我再给你们念一下开头啊。这姐们儿还不是到最后结尾的时候反思的。你看她开头，这开头我刚都没注意，这开头，哇，开头太精彩了！再给你念一遍啊。我有过2段感情经历，每段我经营的都不好，这说自己经营力也不行啊！哇，是你经营的不好，原来你要不说是你经营的不好，我还以为是你倒霉呢。哈，是你经营的不好呀！天哪，哈哈，这家伙写作文真是挺完整啊！开头结尾还能总分总的结构，抛出一个论点，然后讲了几个例子，最后一收尾，证明自己经营能力不行。哎，哇，惊了，震惊，震惊啊！震惊，非常的震惊。姐妹儿啊，我这不开你玩笑了，我好好跟你说啊。你这开头呢，就是说你自己也觉得质问一个不爱自己的人为什么不爱我，在我看来非常尴尬，是吧？其实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你可以问一下，质问一下他为什么不爱你，就是你可以问问你自己为什么不爱你自己。你明天啊，你每天，姐妹儿，你养成一个新的好习惯，你每天呢醒来以后啊，就对着镜子啊。你就说你为什么不爱我？你每天醒来你就对着镜子说你为什么不爱我？你每天做这个练习啊，然后每天要想出几个理由的啊！哎呀，怎么又10000人了？行，我先把这个说完吧。每天对着镜子说你为什么不爱我，然后每天别问完就走啊！
然后就想一想，自己回答一下，想一想，哎，我为什么不爱自己呢？哦，我是因为想一想，只有你自己知道你为什么这么不爱自己。你问一问自己，你为什么这么不爱自己？多问几次啊，多问几次。然后呢，你发现自己为什么不爱自己以后，再去跟别人接触的时候，你可能能比较容易识别出来，他们是不是在利用你的这些弱点。欢迎各位啊，1万多朋友了，感谢大家这个点开购物袋，还有2分钟发券，老朋友们可以点开新品，今天新品比较多，卖的比较好的，像我们这个3观6码头的橘子干啊，它是直接的橘子哈，非常好吃。还有这个就不是新品了，但今天是卖的比较好的锅巴，也是3观6码头的，还上了一个它的这个脏年糕条，是脆的，上面抹了一层红糖，它的口感和味道吃起来像加硬版的，就是结实版本的鲜贝，旺旺仙贝，很好吃。你喜欢吃鲜贝，又想吃个甜口的，就可以吃个这个橘子干。这是3观6码头卖的比较好的。然后就是像这个像小土块一样的这个10分可的布朗尼蛋糕条，这个呢咬在嘴里就是一个小土块被拆迁的感觉，它就一些细微的颗粒就弥漫开了，但是也就1秒钟吧，然后就马上融化了，吃起来非常过瘾。但是呢，它不是很甜，它虽然也是布朗尼，好像可可黑巧风味，但是它没有很甜。你要是觉得不够甜不够爽，你就吃这个法式黑巧薄脆，这个我觉得贼甜。但是它其实呢，一袋也就66卡，2袋呢也就相当于1个苹果的热量，也就还好。它只是不知道人家怎么做到的，就有一些能耐吧，就吃着是有点挺爽挺甜的。它就是一层这个巧克力啊，它薄脆的用的东西比较健康，用的是这个猴头菇粉、奇亚籽、开心果粉、燕麦粉、山药粉，就比较健康啊。它虽然甜，但它也是比较健康。更偏甜的就是整这个。上次吧，我们碱水面包干卖的很好，这个海盐焦糖味儿。今天有个那个另一个风味儿，今天有那个生椰拿铁味儿，你也可以试试。但是生椰拿铁味儿，你这健康这个面包吃的不过瘾。我们还有这个馋来了的藜麦的生椰拿铁，也是比较健康。发券了，10点了。哎，我道具呢？哎，我今天不是说拿这个当道具吗？我是时候点上一根了。这个系统不要真的判断这个是雪茄啊，这是藜麦卷啊，生椰拿铁里头是生椰拿铁啊，生椰外头是拿铁啊。换道具了，气死我了。今天新品比较多，大家可以按需购买啊。这个是青梅酒、梅子酒，加了蜂蜜和冰糖，就是压那个酸味儿，但是还是喝一会儿就有那个莓果的那个干的那种酸，哎呦，加点冰块喝啊。这道具啊，这是生椰拿铁藜麦卷啊。今天换个道具，老抽这个超干条抽腻了。怎么这个卖完了吗？藜麦卷售罄了？怎么了？又卖完了？这不刚开始卖吗？伟大的同事们，说是又卖完了，伟大的同事们。有啊，有，每袋仅99卡啊。它一袋差不多是4根还是5根？我没注意，我看一眼，我刚吃了1根，我看还有几根。哎，哪去了？我道具呢？它一袋应该是4根还是5根啊？4根吧，可能，反正就是这个热量也还好啊。一盒是这么大，好多袋，好多袋。人家叫超模藜麦卷，咱跟超模也没啥关系，但是就是反正比较健康嘛，吃，这整。我真的推荐你们试一下，你吃一个这个巧克力，就有点这个可可啊、咖啡巧克力，加了点奶的东西，你再喝一个牛乳椰椰，那真的是配上加配。
真没有啊？他们说真没有啊？我看看我同事怎么说，没注意。啊，真卖光了，正在加库存，真卖光了，正在加库存啊，正在加库存。这个就属于客户对我那个有点低估了。这不是我们故意要怎么样，其实你们经常来我们小卖部已经发现好几回了吧？经常就尤其这个新品，尤其这个新来的客户，经常低估我们小卖部，经常就给我们配库存就配的比较少，他就以为一下就够了吧。无情的小卖部的顾客会教育你们的，这个经常发生啊，这个新客户经常发生。以前是这个岛屿的向往，那个椰子水老不够，老补。这回我们没上椰子水，上的是这个生乳椰椰啊，很好喝。宝贝，对，宝贝儿有这个299的便宜的版本，但就是只有这一个款啊。今天有个福利，因为这个小宝贝儿在我们这儿卖的也挺好，给了就这个版本的299的福利版本。怎么叫爱自己？怎么叫爱自己？哎，我接茬说刚那个姑娘怎么叫爱自己？很简单，比如说。他明明那个男的当着他的面一直聊另一个女的，他就不高兴，完了他要在那听，他都不敢岔开话题，这叫爱自己吗？爱自己就是你别这样，你别说了，我不想听。当然，你更爱自己就不应该陷入到这种关系里，是吧？你就得为自己发出这个声音呀，他自己都意识不到，他就在那迁就别人，然后想质问别人为什么不爱我，他希望得到的结果是那个人可以全心全意的爱他。那个人在他足够的迁就之后，可以把他的爱都付给他，但是他都没付给自己爱，就是他都，那对面的人就剩欺负他了。对不对？好嘞，我们这个牛乳椰椰又加福利了，加赠1箱，抽5个人。这个藜麦卷在补货，我就还得抽一根我的老朋友了，超干条。这新朋友不禁抽，抽没库存了，还是老朋友比较禁抽。你长的都没了，吃光了，就剩点短的嘛。朋友们，好好讲讲爱自己。哎呀，爱自己是个比较复杂的话题，我一会儿读信可能还会读到再接着讲吧，不用空口讲。我也不爱给人上课，显得我咋回事似的。我们小卖部呢，读信其实主要是，你说我能解决什么问题吗？主要呢是安慰，是一起笑一笑，主要是听别人的倾诉，发泄一下，哎，大家就把这事过去了。那有时候我有点忍不住激动了呢，说一点好像我自己的人生见解似的，大家也不用太往心里去了，也是胡说。哎，那个医生的说法是什么呢？有时治愈，是吧？叫什么？有时治愈，总是安慰，是吧？是不是医生有一句话？有时治愈，总是安慰，中间还有一个是不是？偶尔治愈，对吧？偶尔治愈，经常帮助，总是安慰。哎，对，偶尔治愈，常常安慰，常常帮助，常常陪伴，总是安慰。大概就这意思吧，大概就这意思吧。你说我能帮上人啥忙啊？大家就是嘻嘻哈哈的，就是我希望能让你心情缓解一点，放宽心。其实我们这个小卖部至少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你看这1万多人。我这每次一讲呢，我不一定能多安慰到这个发信的人，但是总是有朋友在下面说啊，我也是这样说，姐妹你别想了，或者说哎都是这样的，抱抱你啊，姐妹什么。其实你们这么一刷屏，这个真的很安慰，就是能让一个人意识到他不是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孤独的，特别的不好什么，尤其是这些爱反思的，觉得自己怎么了。其实呢，我这么一念嘛，大家这么一说，哎。就觉得啊，这个其实很安慰人的，说至少觉得自己不孤独，这就很大的安慰了。
是吧？蛋总你好，我这真没招了，病急乱投医。你是听着我刚说啥了？这病急乱投医，我虽然说我帮不上啥忙吧，你也不能说病急乱投医吧？这啥意思呢？这是？我说是得了吧，你还病急乱投医上了？哎，欢迎大家，老朋友点这个头像可以加群聊，新朋友可以点个关注。最近对一个男的彻底上头了，我们是同一批入职公司的，一个公司但不同楼层、不同部门。去年偶然见到，我就对他一见钟情，但我是铁的暗恋加回避型依恋。现在你们这些名词已经吓不到我了，我就一直偷摸着喜欢了1年。行，可以，真是暗恋啊。之前也有过几次下班在地铁站遇到他，我们还在同一站转乘，但是次数不多，也没在意。但是从上个月开始，只要是按时下班就能遇到，而且我们都是掐点等地铁，就都能赶上同一班，而且就在同一站，甚至还在固定的某个车厢门口一起等车，几乎每次都是前后脚。真的，就算是俩木头都应该互相认出来了，但是偏偏就是一句话也没讲过。给我搁这演电影，你这个形容我感觉看过这电影的，这港片吧？这是哪个港片？偏偏一句话也没讲过，也不敢加微信，都不知道他是不是单身。中午也经常在食堂遇见，短短的眼神交汇，对视一瞬间就各自移开。各自移开吗？你确定他是移开了吗？你确定他认识你吗？真的，本来我暗恋的本来姐姐暗恋的就已经够难了，这一天天的看得到吃不到，我更把持不住。求问这男的到底啥心态？有没有一点故意的成分？我俩有没有可能？我到底咋整？虽然问了也是白问，刀架我脖子上我都主动不了一点，那咋办呢？你刀架你脖子上都主动不了一点，你问我干啥呢？你希望我做法让这个男的主动点啊？又来这许愿来了，我给你发功，让这个男的主动点。你主动点，那个等地铁的，前前后后的有个女的啊，暗恋你1年了，你主动点。他说了，刀架脖子上他也不能主动，喜欢你，你主动点，收到了吗？信号这一块。好，我努力过了啊，姐妹，只能帮你到这儿了。那你指望我咋帮你呢？我只能帮你这么多了。你是挺病急乱投医的，你这不能病急乱投医，你得找个那个会法术的，你找我真没用啊！你找点那个会邪术的那些去，你找我没有用啊。你说这他找我问我，然后说刀架脖子上都主动不了一点，那我还能怎么帮你吗？真难为人。哎，你实在主动不了一点呢，哎，我真是不想帮你，我也帮帮你吧。你这样啊，姐妹儿，你们不老能碰着吗？地铁也能碰着，哎，食堂也能碰着。你穿点奇装异服，你行为古怪一点，你不用太奇装异服啊，奇装异服对你这性格你也弄不了，你行为古怪一点吧。我给你找啥呢？你就牛脆脆吧，还是牛脆脆吧。你每次等地铁的时候，你吃这个啊，一定要用这么大的罐啊，你可不能拿出来。你每次等地铁的时候，你就这么抱着吃，你就在地铁站吃啊，就抱一罐牛脆脆在那吃，你就这样吃，就拿一片这玩意儿。
看一看，然后再吃，看一看再吃。他只要是个人，他一定会来问你的，他一定会来问你说你在干什么，同学？咱俩是一个公司的吧？别给我们公司丢人了，行不行？你就凑他身边吃，我们这个一打开罐，一股很强的牛肉味儿啊！你就在他身边咔咔嚼，他肯定得跟你聊天啊！你行为古怪点吧，你只能这样了，我帮不到你了，你只能这样了。你吃完你还那种品，你什么？你嚼牛，哦呦，火！你给牛翠翠捧哏啊！你在地铁站给牛翠翠捧哏，肯定他就来了。他不来，正经也来了，是吧？总会有人来的。你说，哎呦，这牛翠翠，哎呦，这牛翠翠，翠。地铁可能比较滑稽，那不行，你就单位食堂。单位食堂嘛，你这样，你在地铁嘛，可能确实有点太社死了。你在单位食堂，你别自己，你跟你要好的同事，你别跟我说你在公司没朋友啊，你总有朋友吧？你有朋友的时候，你下次碰到他，你还是抱一罐这个，你跟你朋友大声的说话，这牛吹的，他肯定对你印象很深嘛。你这一天啐2天啐3天在食堂，第4天在地铁又看你抱一罐，他对你不好奇，他对这个也好奇了。说，哎，同学你好，咱们一个公司，我在食堂经常，你可能不认识，我经常看你吃这个，这到底什么玩意儿这么脆啊？咱加个微信，你给我链接推一下好吗？到时候你把我那个小红书小清单发给他就可以了。希望这是你们第一条聊天记录，好吧？浪漫，浪漫，哇！我们小卖部的朋友懂浪漫啊，浪漫。翠翠姑娘，牛姐，牛姐。对你发出的声音，你也是第一天是哎呦，第2天是嚯等到第3天就非常吸引人啊！吃啥补啥嘛，非常吸引人，肯定好奇，好奇死了，太好奇了。是人类能发出的声音吗？能呀，羊也可以，马也可以，咦，都可以啊。你在食堂就经常发出这样的声音，他就一定会注意到你的。那咦什么的，天天的你就太吸引人了，诱人，简直了，每天都得给你叫好。是吧？不光京中有善口技者，是吧？我们沪上也有善口技者，是吧？会的可多了，慢慢听吧，你们。牛马爱情，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读信喽，姐妹儿。我知道你就是死也不愿意主动，我刚那有点开玩笑吧，但是我的策略是这样的，我就跟你好好认真的说一下，你再听的话，你通过在食堂，在有别人的情况下，你跟别的同事聊天，聊大声点聊天啊，或者怎么样啊，分享一些好吃的什么的，
给他留下印象，1天2天，你慢慢来啊，1天印象，2天印象，3、4天都有印象。你然后最重要的不是你在地铁站会单独碰到他吗？你给他有了这个印象，他总会看你，看你你就勇敢的跟他对视。但这个时候在食堂不用说话，到了地铁站再碰到的时候，他肯定会主动跟你至少要微笑点头一下吧，说哎那天怎么样？人说哎什么什么，这不就聊起来了吗？是吧？我刚那些你不要学啊，你也学不会。咦，学不会啊你啊。怎么还能闷呢？能，这我们从小内蒙人学这个不是应该从小学吗？但我的每段感情都以自己出轨结束。好的，就喜欢这种来信。哎呀，这读个一晚上这种需要劝的，我来一下我就醒了。我的每段感情都以自己出轨结束，并无缝连接开始下一个，且以往每段感情都非常的短，最多3个月。来。现在呢，有一段保持了1年多的关系，我们没有在一起，但是相处和情侣没有区别。哎，我们这个直播间，我们这个小卖部，我天天能收到1万种对在一起的定义啊，好难理解。相处和情侣没有区别，对外也宣称是朋友的关系，因此他的朋友给他介绍过2个女生，但我内心非常不爽，并且搅黄了，不让他们联系。他也顺从我了，不跟他们联系。我们刚认识的时候都互有好感，但当时我跟大学时的男朋友刚毕业，开启异地，处于快分手状态，确实不想谈恋爱，只是想找点乐子，我们也就默认了这种关系。期间呢，我也同时跟男生 A 维持过类似的关系，他也没发现。后来因为分身乏术，他也发觉我那段时间陪他变少，于是我太愧疚了。哇，这个于是，这个语法对吗？这个地方能用于是吗？他也发觉我那段时间陪他变少，于是我太愧疚了。于是不能这么用吧？语法太乱了，这不能用于是啊。他也发觉我那段时间陪他变少，你不愧疚吗？你只是被发觉了，你还于是我太愧疚了，就主动跟男生 A 断了联系。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这个 A 太依赖我了，我很苦恼。现在啊，就现在又回到这个保持了1年多关系的这个男的哈，现在他家里人总是催他谈恋爱结婚，但我们对对方知根知底儿，他知道我在一段关系里必定会出轨。我知道他的每段感情经历，而且我们各自的家庭状况也注定了我们不能结婚。我又不接受他跟别的女生好，我对他说过好多次可以放手，直接绝交的，让他去谈恋爱结婚吧。但是他也舍不得和我的这段感情。这1年多里，我也渐渐感觉自己好像真的挺喜欢他的。按往常3个月我就烦了，这段感情保持1年多，我很震惊。遇到爱情了，被爱情吓一跳，说：“哎，我还能遇到爱情，哈哈，吓一跳是吧？天天出轨习惯了，说：哎，我也能遇到爱情了，吓坏了啊！并且除去那些现实因素，我们真的非常稳定。现在我俩处于对这种恶性循环里，他跟别的女生开始互相了解，我就生气吃醋，就要跟他绝交。他为了挽回我，就跟放弃跟别的女生接触，但我该如何是好？”其实如果认识别的男的，我也很快就能走出来。可是当下的环境，我接触不到跟我同频的男生。你俩挺合的，我觉得。哎呀，真是又来不耻下问了。经常有一些这些不耻下问的朋友，搞得我也是挺手足无措的。哎呀。你说吧，这爱情不来吧，这经常有一些朋友是爱情不来很麻木，说不知道爱情不来是这个怎么办，怎么回事？你看这爱情来了，他认不出来，这不就爱情吗？爱情来了，他认不出来，他说：“哎，这谁呀？不熟啊，这怎么跟他在一起1年了，还挺喜欢？
难道这是什么呢？他不知道这是爱情啊，傻吧他，吓坏了。哎呀，我们情感无能那本书还有吗？我们的情感无能还有吗？这本书还有吗？这个写信的这个姐们儿属于啥呢？她自己就是个情感无能啊，她大概是属于罗密欧型，美好却短暂，每次3个月嘛，就第一个类型，罗密欧型，她自己就是个罗密欧型的情感无能，完了没想到自己遇到一个男的，哎，遇到朱丽叶了，遇到了属于她的朱丽叶，还没认出来，说真有朱丽叶吗？这世界上不是只有我一个罗密欧可以潇洒的每谈3个月换一个吗？我不是永远潇洒独来独往的罗密欧吗？我怎么让我给碰上朱丽叶了呢？就这么点事儿，碰上朱丽叶了，不相信。情感无能啊，姐妹儿，你自己读读吧，你看看自己适不适合。你现在呢，就自己情感无能到什么地步？自己都已经有情感了，还是不接受？已经跟这个男的在一起1年了，然后这个男的要谈恋爱什么，他也受不了，他就要跟这个男的在一起。然后情感无能的一个典型症状，就是说，要不你就把我拉黑吧，哎，就是要么就是这种，就极端嘛，你把我拉黑吧，咱们就这样。那男的嘛也很爱她，说不行，我不跟别的女生接触，咱俩在一起。说不行，那我不能跟你在一起，我是罗密欧啊，我怎么能跟你在一起？推荐你俩还是好好在一起啊。好好在一起吧，还有5分钟发券啊，姐妹儿，你可能就是，我就不跟你开玩笑，我就认真说，你可能是遇到爱情了，你不认识爱情啊，你认识，你跟他交往一段时间试试看。好，我们这个馋来了的这个生椰拿铁的藜麦卷补货了哈，补货了。我们的这个贼大的这个差点说成夏威夷果。我们这个猕猴桃是买回来是酸硬啊，我爱吃酸硬的，但你给它常温放个1、2天就变得软甜了，好吧？刚我看有朋友问甜不甜啊？大不大？怎么样？大不大？不大啊，因为这我卖的不是这个，卖的是这个。哎，有人说是不是近大远小啊？不是啊，放一起也是这个大。当然这样呢，肯定是这个更大啊，但他们的差距没有这么夸张。我要是坏一点，就这么展示，说，哎，你们看，普通的猕猴桃呢是这么大，今天我卖的猕猴桃这么大啊，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我卖的这个猕猴桃。哎呀，差很多啊！这个普通的猕猴桃啊，今天我们小卖部卖的猕猴桃是这个的啊，是这样的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非常大，比我头都大了，这猕猴桃太大了。哎呀，这锅巴怎么老演员焕发新活力呢？这锅巴其实在我们小卖部已经待了很久了，一直都是销冠，卖的很好，一直也没怎么讲。今天又卖了快300件了，来自三观六码头。今天可能是被他的兄弟姐妹们给带起来了。今天来了一些他的兄弟姐妹产品啊，橘子干都是这个三观六码头的，非常好吃。还有这个脏年糕条，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我们还有一些三观六码头的产品，但是我这块没看见。就是应该还有一些，就之前跟这个锅巴一起来的。这西梅干怎么又卖这么多？
大家还是有所需要是吧？哦，这个我们欢桃的这个冷萃咖啡包我都没讲也卖。哎，我这个冷萃咖啡包这个样品我都不知道去哪了。它这个补货吧，肯定是有朋友回来回购的。这冷萃咖啡包你就直接给它泡，找个瓶子泡一夜，在冰箱里，就第二天起来喝，贼爽，冰冰凉凉，贼就是啪咔行啊！肯定是有人朋友喝了觉得不错，这次补个点货，也是来自欢桃。还有这个就是特别适合七夕送礼物的，这个也是来自欢桃，这个都是手做的，这都是手做的。七夕送礼物，赤霞珠红葡萄酒2款啊，这都来自欢桃。上点新货，今天上了很多新货啊，朋友，刚刚催我上新货的那个朋友，你点开这个购物袋看看新品，今天新货很多。这个橘子干是甜的，但这个甜是它这个橘子本身就是甜，它就选了比较甜的橘子，不是选的酸橘子，就甜橘子。你爱吃甜橘子就吃这个啊。我抽的是藜麦卷啊，我的藜麦卷，我这一天我藜麦卷包装的啊，这儿呢。我抽的是这个，好吃啊，生椰拿铁，还比较健康。小麦粉、椰子油、麦芽糖醇，然后还加个那个抗性糊精，就在我们那个 Fit8的这个蛋白威化饼干里也加了抗性糊精，就这玩意儿比较健康。咖啡豆还有我们的老朋友的咖啡豆 ，Slab 烫，你不想磨粉可以要求他磨成粉发给你，都有。冷萃咖啡也有，咖啡液也有，咖啡豆也有。咖啡液呢，肯定很多朋友已经买回去喝了。我们这咖啡液一直卖的这个茶咖茉莉花茶咖，就是1到1盒是7条，它发券了啊，它就是不酸不苦。你要是喝这个咖啡豆嫌太重，咖啡太浓郁，你就喝这个，它就有一股淡淡的茶香。这个我们卖的也很好。我们现在赠品换了，赠品没有那个杯子了，我们赠品现在是这个包。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这咖啡液，这个也是新来的，卖的很好的。感谢大家的关注，老朋友可以点一下头像加入群聊。这咖啡液也是新来的一个最近卖的比较猛的一个东西，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感谢各位，马上就开始读信了，你们还想了解啥？我一次给你们说完。这怎么这个酒卖的也很好呢？这个酒我也没咋讲呀。这个酒就是梅子酒，青梅酒，里头有蜂蜜和冰糖，千万加冰块喝，千万冰饮，13度，喝了就是达到微醺比较快，感觉一杯就能微醺，就比较快就熏起来了。哦，小宝贝儿，这个小宝贝儿还有挺多的，大家可能没注意，这个有这个限量100件的299这个价格的比较便宜的这个小宝贝儿，2杆贝儿，可以整体扔到洗衣机里洗的。然后还有他们的这个冰感的这个垫子，这个垫子是可以绑在床上的，夏天感受一下。粉丝团就是点这个头像加那个群聊应该就行了。黄酒没有了吗？黄酒有啊，给大家谈一下黄酒。先谈一下滩天黄酒，再谈一下我们的黄酒搭档尼罗。喜欢黄酒就买这个滩天。你回去呢，这个也要冰饮啊，这很推荐冰饮，然后配点我们的尼罗齿，非常搭。江浙沪的朋友都知道我在说什么。黄酒一定要配那个尼罗啊。我们这个黄酒调味就是鲜，它就是有股鲜味儿，还有点微微的甜，很好喝。你回去甚至可以加点气泡水，加点那个苏打水喝都可以的，加冰块都行。榴莲干嘛就这样的，哎，这是面包干，榴莲干是这样的。冻干它的配料表只有那个榴莲肉，保留了榴莲的香臭味儿，又没有榴莲那个黏糊糊的感觉。牛脆脆，你第一次买，我推荐你就3罐，一个口味来一个吧。
椰汁，我们今天上的是这个牛乳椰啊，椰汁加那个牛奶，生牛乳，非常醇厚，还加个椰子油。我马上读信啊，马上读信。这是锅巴。锅巴应该是油炸的吧？这肯定有油啊，含油啊，肯定有油啊。对，食用植物油嘛，肯定有油啊。好吃啊，这玩意儿。好的，今天呢就是这些新品给大家过一遍，我马上读信了，感谢大家，感谢各位。一会儿就全靠这个小卖部老朋友帮我卖了，我就接着读信了。然后有这个，可能我的同事会谈一些今天卖的比较好的，大家就自助下单吧，感谢感谢。哎呀，刚这个姐们儿，哇，又来了一个感叹号特别多的，我喝口水啊，这个感叹号太多，这个非常累，这种信特别累，这种信读起来要命。他这个开头，我第一次啊，我读了这么多信，我第一次听这个称呼，蛋大哥，管我叫蛋大哥，哈哈。请问如何才能成功的反复撩拨到一个年龄差5岁加异地且只有一面之缘的医学男博士？你快掉马了啊！我刚学个词儿，掉马。今天学了一个词，掉马，就是掉马的意思，就是说会被发现他是谁。你这个太具体了，我感觉你要掉马了。我不管啊，你没说我不能念啊，我可全给你念了。请问如何才能成功反复撩拨到一个年龄差5岁加异地且只有一面之缘的医学男博士？急，快点读我！已知已经要到微信好友了，很丝滑的那种，夸我就现在，夸你就现在，要到微信了，真棒！哎呀，还得给你情绪价值，我的妈呀！我这一边还得念你的感叹号，一边还得回应你。但是我已经跟他聊到浑身解数都用完了。是的，没错，我去隔壁城市突击旅游，差点摔断了腿，都不忘借机抓住机会勾搭男医生，我可真棒啊！我特别值得培养，是不是？快点看看我，我培养你干什么玩意儿？你还快点，我特别值得培养，谁要培养你啊？我鼓励你，你挺好的，但是谁要培养你？我没有培养你啊，我们不干这个啊，什么玩意儿？特别值得培养。据我的已知感受来看，他的情绪很稳定，非常以工作为重，很难通过聊天与话外音获取到个人信息。你这心用的，你还想通过聊天话外音获取他的个人信息？但是好像也会随机掉落一丢没用的日常状态，并不是那种完全冷漠的类型。我觉得有戏。说实在话了，我觉得你的在干嘛有点生硬。哎呦，你已经优秀毕业生了，开始反权威了，觉得老师教的不行了。我觉得你是在干嘛有点生硬，我看看你有什么高招。我有丝滑的跟他说过病患一家亲，哇，好丝滑，对他的适当关心是很有必要的，并且我在这里也得到了正反馈，嘻，哈，行，向你学习，行。可是我还想问你，还有没有别的新奇的办法呀？你别回来找我啊，刚已经笑话我了，不教你了。这家伙教你还被你笑话，还跟我学，不教你了啊。就是那种看似名正言顺的扯闲篇的嗑，我心态超好的，我需要一些战术指导，麻烦来个锦囊妙计，助我1个月之内拿下他。蛋总，快向我发来贺电，事成之后保准在你这进货。1个月不行的话，3个月之内我也能熬熬看，再久我估计就顶不住了。火象星座真的很急啊！顺便我在这个角落里要表白一下这个幸运的老男人，他专心工作的样子真的好帅啊！救命啊！说好的异地狗都不谈，现在已经被我完全抛诸脑后。一想到这个不懂怜香惜玉的小傻瓜，我就要昏过去了。虽然说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是爱情确实让我的生活更加美丽。还得夸他，还得念他。
还得教他，我欠你的，我该你的。我看看啊，你这情绪太浓郁了，我咋教你啊？我感觉你用不着我呀，我不是说不愿意帮你啊，我感觉你用不着我啊，姐妹儿，我感觉你很强啊。你咋认识的这个男医生呢？你看啊，他咋认识这个医学男博士呢？他去隔壁城市旅游，差点摔断腿，完了呢，摔断腿以后去医院抓住机会勾搭这个男医生。你跟他交流病情呗，你跟他聊啥？你不用聊再干嘛啊？他现在是丝滑的跟他说过病患一家亲，对他的适当关心。你不用跟人聊病患一家亲啊，聊的有点太大了啊！你就明显想跟人谈恋爱嘛，聊什么病患一家亲？你跟他就聊聊你的病情发展到哪一步了啊？跟他交流病情就行了。每天你说你这腿又咋了？不好使了？给你想几招啊。第一呢，伤筋动骨100天嘛，对吧，姐妹儿？伤筋动骨100天，咱这也不算那啥，你腿都摔断了，你这100天之内，你跟他随时聊一聊腿的病情，肯定是 OK 的啊。第二就是我教你这干啥呀？这不是我想教他的啊，我觉得他适合，但是不是说我不是这样的人啊，我不想教这些啊，但是他适合，就是你们也别乱学啊，我就跟他说一说，你们别听啊，你们现在把耳朵捂上，我跟他单独说。第二呢，你呢现在去你们本地医院挂个号拍照片，去你自己的本地医院拍点照片，拍点那个骨科啊，拍点这个门口啥的，然后呢也不用真的去。然后你把这些照片发朋友圈，说，哎，最近这个腿还是不舒服，在医院看，回医院看。他要问你呢，你就跟他说啊，对，怎么样？说啊，对我们这儿也有个医生在给我治什么什么的，听懂了吗？听懂啥意思了吗？不用说太细吧，但你不用真的去啊，就是你编造一个就可以了。不问就自己主动说啊，他要是不问，你发朋友圈，其实你发个朋友圈，他要是主动问了呢，这事儿其实就成了。我就是帮你测一下，你要是发朋友圈，他咔直接就该问你，这事儿其实就成了，就完事儿了。他如果没问你，你隔段时间你再跟他说，哎，你就很自然的说，哎，我前段时间又去复查，别这么说，你说我前段时间听你的话又去复查，哎，我天天教人这个。你说前段时间听你的话又去复查，哎，我觉得这个医生吧，好像不是很专业。我天天教点啥呀？你们别听啊，你们别听啊，他可以啊，我觉得他就需要这种，你们别乱听啊。反正呢，就是给他这种，因为这个女孩自己也说，你看她最后一顿夸嘛，说她专心工作的样子真的好帅呀，什么什么巴拉巴拉的，其实就是她也很喜欢这个男生那种专业的感觉。那你就在专业上夸他嘛，你就让他感受到这种专业上的被尊重、被需要。最后还不是很容易说别的医生我也不信任，我在这边查来查去嘛，觉得恢复的也不是很好。我要不你过来一趟吧，要不我这腿也不方便，还是我去找你。这不很简单吗？招很多啊，姐妹儿，你再听吧。我主要被他刺激到了，他讽刺我，他过来就说实在的，我觉得你的在干嘛有点生硬，嫌我的招不好用，马上给你教一点这个对症下药了啊。
医生不能跟患者谈恋爱吧？不知道，你可以问他这个。我看底下有人评论说这个医生是不能跟患者谈恋爱。姐妹儿，你就直接问他，你跟你这个医学男博士，你说，哎，我好奇，我听网上的人说医生不能跟患者谈恋爱，是真的吗？都可以问啊，这些都可以聊啊。这话题不有的是吗？1个月之内差不多，1个月之内应该是挺稳的。感觉刚这3板斧他就扛不住了。这不很多吗？这太多招了，没有很难啊，非常难啊，没有那么难。关键是你们别乱听啊，没有教你们的意思啊。这个姐们她自己跟我说，这姐们跟我自己说的是，有没有什么新奇的办法？我可不是刚那些办法，可不是说从我内心出发，我不是说我怎么样，是她想要一些新奇的办法，我临时想到的一些新奇的办法。然后她要一些那种看似名正言顺的扯闲篇的嗑，那不就是那医生和患者能不能谈恋爱？这学术讨论嘛，问一下，职场伦理啥的，问问有什么的。我心态超好，只是需要一些战术指导，是吧？他心态超好，我才跟他说的，不跟你们讲啊，跟你们没关系，你们别学啊。欢迎各位朋友，这个新朋友可以点个关注，老朋友可以点开这个头像加个群聊，然后点开这个购物袋呢，新朋友呢点开这个叫销冠的，你可以看看以前这些卖的好的，什么锅巴呀、牛脆脆啊、茶咖呀。老朋友可以点开这个新品，今天新品非常多，大家听故事之余可以自助下单，感恩。我看看啊。名正言顺，那是扯闲篇的，很多。其实你就只要表达出对他这个医学博士工作内容的好奇就行了。其实你也挺好奇的。咱们教招不如教这个心法，是吧？没有那么多技巧，你就直接就真诚就行了，咣就是真诚。你看看，你不是说你很喜欢他专心工作的样子吗？说明你对他的专业是有兴趣的，所以你就聊这个。你问他的专业，你问他工作内容，你说，哎，你个医学博士要读几年啊？什么？或者说，哎，你这个工作平时有没有遇到什么难缠的客人、难缠的病人啊？然后有没有什么这种，哎，那跟这个在医院会不会有什么？就是啪就聊这些，是吧？这不就看似都是名正言顺的吗？完了聊这些，就觉得，哎呦，那个，哎呀，好心疼你啊，好累啊，什么之类的。哇，当医生真的好辛苦啊！哎呀，我这个腿要不治也不治就算了吧，看你这么辛苦，我的腿感觉哎都不是很重要，我就不去找你了。我在我们这个城市随便找个门诊治得了，整点这些死出应该够用了啊。好茶啊！大家那个茶我们不卖啊，大家可以喝这个茶咖啊，喝点这个茉莉茶咖，咖啡液啊，有这个茉莉茶的茶香，有茉莉花茶的茶香，大家可以喝点这个茶咖。好吧，大家可以怕苦怕酸的是吧？那你肯定嘛，你的那个对吧？你还能苦能酸吗？你像我刚那个死出，你还能吃得了苦？你还能吃得了酸？这世界上的苦轮不着你吃了。怕苦怕酸的可以整点这个咖啡液，回味有一些茉莉花茶的茶香。真的好离谱。
是吧？这些都行。你说伤筋动骨100天，但是伤心需要多少天呢？每天整点这个，隔三差五给他发点这个，这谁能受得了？我都自己给自己整不得劲儿，我喝口水冷静一下。太过分了太多了，太多了。你可以让他给你推荐轮椅啊，什么都能聊，是吧？你说你有没有什么喜欢的拐杖品牌，给我推荐一个。轮椅品牌我不太了解，你就给我推荐吧，什么的，是吧？说那我坐这个轮椅能上高铁吗？你说我以前没断过腿，坐这个轮椅能上高铁吗？他说你上高铁干嘛？你说我不上高铁怎么找你复查呢？太多了，不教了啊！就这个思路，你自己研究去吧。哎，油腻，对，我说肯定油腻啊！但如果是在你面前一个楚楚可怜、一条腿还断了的小女孩呢，还油腻吗？是不是？我是给他出主意啊，所以说不要乱学，这都对症下药。读下一个，行了，这含油量已经那个什么了，拉满了，不能再有了。大家如果觉得腻呢，可以买一个我们的这个猕猴桃啊，一整个切开是这样的，挺解腻的，可以吃点这个猕猴桃。吃点橘子干也行啊，橘子干这酸酸甜甜的也蛮解腻的啊。当然这个刚刚挺恶心了的，挺反胃了的，可以整点这个橘子干啊，整点这个西梅干啊，哎，都挺好的啊，缓解这个恶心。但这个西梅干注意别吃太多啊。蛋总你好，喜欢你很久了，我的妈呀，这封信太长了，咱们先读个短的。蛋总，请问你怎么看待与异性之间的边界感？我一直觉得我男朋友是个没有边界感的人。这个信我感觉我念过，好像来过一次。比如有一次我接他下班，正好看到他跟女同事在那里嬉笑打闹。我觉得说话归说话，开玩笑归开玩笑，你不要打闹呀。一开始他俩在说什么，然后女同事打了他2下，然后他直接搂着他脖子给他撂倒了。你说打闹的，你说嬉笑打闹的时候，我脑子里呈现的可不是这个画面啊。这是打起来了吧？这不是嬉笑打闹吧？这是打起来了吧？女同事打了他2下，然后他直接搂着他脖子给他撂倒了，然后他又起来追着他又打了2下，这是 UFC 啊，这是 UFC 自由搏击啊，这个不是嬉笑打闹啊，这太夸张了，这个不是边界感的问题啊，这个不是边界感的问题啊，这太吓人了。看见这一幕我就不高兴了，他还跟我急了。其实我是个心眼很小的人，他总说我思想太传统。真的是这样吗？不是啊，我觉得在有对象的情况下，男女之间应该保持一定的边界感吧。没对象也不能在公共场合给人撂倒吧。他直接搂着他脖子给他撂倒了，多大呀？同事，这肯定成年人了，这成年人不像话啊，这中学生可情有可原，这成年人这有点离谱了吧？俩人过招呢，切磋武艺呢，准备参加奥运会。天哪，不行啊，这个
太吓人了！你跟他，你这男朋友你劝劝吧，这容易出事儿的。这哪天给人摔个好歹的，让人讹上了，还得找骨科医生。你刚送走一个骨科医生，不行啊，这多危险呐！这没深没浅的给人摔地上。不卖牛肉啊，卖牛肉啊！牛脆脆给大家谈一下，还有牛脆脆，只是今天新品很多，顾不上讲我们这些老演员了。你看这牛脆脆讲不讲？1000多件又出去了。板筋非常好吃啊，给大家再推荐一下这个板筋，厚厚的，一口一个。从小吃板筋都是辣味的，你要是怕出错，你就买辣味的吧。辣味的也不是很辣，很香。它居然还有股淡淡的牛肉的香味儿。大部分板筋只有调料味儿，它这个就是嚼一嚼，有一股很淡的牛肉的香味儿。你如果喜欢浓郁的牛肉的香味儿，你就买牛脆脆，拧开就一股浓郁的牛肉的香味儿，来自呼伦贝尔的草饲牛肉。这个很多朋友经常就是好多年不吃草饲牛肉，可能都忘了牛肉什么味儿了。你拧开这个闻一闻。都是直接拍就行啊，这个我确实这个规则我也不懂，这也没啥复杂的，就直接买就行。然后呢，牛肥瘦我讲过一个蒙古肉干面的做法，大家可以买这个牛肥瘦，然后去小红书搜蒙古肉干面的做法。其实我就讲过一遍，小红书上还有我们内蒙的朋友很多拍摄的视频。你买这个牛肥瘦回去做那个蒙古肉干面，你爱吃面条的话，贼好吃。然后这个牛胸口回去就直接加热烤一烤。蒸一蒸都好吃。牛胸口有补货，今天有牛胸口、牛肥瘦都没再讲。今天主要讲新品了，今天新品有点多，都没捞得着讲这几些老演员。这些老演员怎么自己把自己卖的这么好？他们好厉害啊！天哪，他们不需要我，他们长大了。天哪，好厉害！可以。板筋塞牙嘛，板筋保证塞牙啊，这个牛板筋肯定塞牙。但是呢，我反正剥了几次，吃的时候也没塞。但是板筋这个东西，我不可能承诺你不塞牙，它肯定塞牙，只是看你第几口塞了，对吧？我吃了几次，确实还没塞，它肯定塞。牛板筋怎么能被塞牙呢？它没有那么塞牙，只能说牙口不好就算了啊，牙口不好你吃牛脆脆，这个不需要牙口的，脆的脆片。你牙口不好，板筋就别吃了，越吃越不好啊！还有4分钟发券了，肯定塞牙呀！还有4分钟发券，感谢新朋友帮我点个关注，因为你这个不点关注，还有4分钟发券呢，你这个券你也抢不了。老朋友点开这个头像加那个群聊，就是粉丝团还是粉丝群，就可以进去了，就可以背后蛐我了。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感谢各位的关注。还有3分钟发券了，今天的新品都卖的挺好的，确实一时难分伯仲，怎么卖的都这么平均的好呀？我看看哪个卖的哦，还是这个牛乳椰椰，这个岛屿的向往是我们老朋友了，之前是那个椰子水，现在是加个牛乳的这个椰奶，醇厚的，就不是那种清爽的感觉，是醇厚的感觉，还有椰子油呢里头。很香，这个玩意儿配点巧克力贼香。你可以买个这个，你随便，你配我们这个法式黑巧薄脆也是非常香的。就这种，你想想这能不好吃吗？配一口牛乳椰椰，或者你配一个，哎，那个哪去了？啊，对，配我们这10分可的这个布朗尼的这个叫什么蛋糕条，也是巧克力风味的，但是它没有那么甜，这个没有那么甜，这个刚刚那个比较甜，都可以配这个。还有一个也可以配的，就是这个，这是什么？这是雪茄吗？这不是雪茄，这叫馋来了，它是藜麦卷，生椰拿铁味的，也是配这玩意儿都配。所以今天的饮品弄个这个都是配这些，有点咖啡呀，要么有点巧克力的这些东西，就是奶就配这玩意儿，就是好吃。
就是快乐，配面包干也可以啊。配面包干呢，就是那个我们也有个生椰拿铁味的面包干，你也可以配碱水面包干。还有2分钟发券，牛脆脆推荐孜然味吧，大家都反映孜然味好吃。马上2分钟发完券我就接着读信了，一发券咱们就接着读信，2分钟缓解一下情绪。刚刚在那儿游个半天，给我自己也膈应够呛。咖啡嘛，喜欢自己弄呢，或者喜欢磨成粉的，选这个咖啡豆，我让它磨成粉发也行，你自己回去磨也行。还有一个冷萃咖啡，就是包的咖啡包，你直接泡在杯里放那个冰箱，第2天喝也行。实在嫌麻烦，就直接咖啡液拿水一冲就能喝，或者你拿我们这个牛乳椰椰冲也行嘛，这不就是生椰拿铁了吗？它是不酸不苦的咖啡液，你拿这个冲也可以喝嘛。然后送一个包。No working today。感谢大家，还有1分钟发券，发完券我们就读信。新来的朋友关注一下，老朋友点开这个点一下那个加入群聊就可以了。梅子酒口感就是酸甜，加点冰就可以稀释那个甜，哎，就让它更清爽。我觉得它这个有蜂蜜嘛，蜂蜜就比较浓郁，就是我真的推荐这里头你要喝，你实在没冰块，你加点冰水也行。要稀释一下，我觉得那个蜂蜜嘛，好喝归好喝，但是喝多了确实腻，蜂蜜连喝几口就腻了，能理解吧？这个经常喝蜂蜜也知道吧？哎，你就不如给它加点冰块稀释一下，就能喝很久，也很清爽，很过瘾。超干条我就推荐原味了，这个就是你口味好，就是牙口好，你就买这个硬的啊，听着动静。硬的啊，但是贼好吃，这是我们内蒙人从小吃的。发券了，11点了。我们内蒙人其实从小吃的是这个牛肉干，干干的。这个牛脆脆是个新品，但是它确实很好吃，这是一个新研究出来的汉尼牧场，它就是薄薄脆脆的一个牛肉脆片。这罐我没打开，先不浪费了，我给你看一片这个片啥样。薄薄的，切的薄薄的，风干再烤干的，非常的好吃。然后牛脆脆已经买很多了，想再试试别的，你可以试试我们的猪脆脆，菜篮花花世界猪脆脆也很好吃，很脆。今天新品太多，确实有点手忙脚乱，感谢大家关注，感谢大家那个抢个券的帮我用一下，都是小红书补贴的，不用的话比较伤感，谢谢啊。我平时当道具的那个就是这个超干条，这不是正确的食用方法，是咬着吃的。它是我的表演道具，今天换道具了，今天换了这个藜麦卷，都是表演道具啊。吸烟有害健康，喝酒也有害健康，大家能不喝就别喝，能不抽就别抽。这只是一个表演。我看看，肯定是又有福利了，我的同事又谈了。好的，牛乳椰椰加个福利，抽5个人加赠1箱啊。今天很多品牌都有福利，我都没好好念完，大家你可能一会儿不注意你就中奖了，你就关注着点。哎，我这朋友你们，我在直播，朋友，你点开小红书看看呢。感谢邀请啊，我直播呢，你可以点开小红书看看。好，朋友们，欢迎大家1.1万人，周一的晚上，让我们欢聚在周一的晚上啊，忘掉工作的疲惫。
陷入爱情的痛苦。命系全网女生情路导师的蛋总你好，哎呀，别，担当不起啊，这讲，别，我不配啊，我不配，太吓人了，别给我贴这种抬头，我不配，扛不住啊。我想知道28岁还在拼事业的女生要怎么平衡工作和感情，到底要嫁给什么样的男人？跟现男友谈了半年，最开始因为外貌身材吸引了我好感，别怪我肤浅，长这么漂亮没怎么谈过帅哥，是我今生的痛。可是我慢慢的发现对方空有皮囊，没有内涵，对我的生活工作没有任何正向的帮助引导。对男人我非常的羡慕，对男人我非常的慕强，哎呀，给我整了个词儿，慕强啊。对男人我非常的慕强，胜过颜值，也给不到任何有用的情绪价值，怎么办呢？我好痛苦啊。他人不错，特别适合见家长结婚，是我太桀骜不驯了吗？用不了这么大的词儿啊，很正常，你只是。怎么好男人我还不想要，因为不好啊。哎，有些人你始终说不上他是哪里好，因为不好，是吧？有些人不知道是哪里好，这么多年你还忘不了，说不上来，对吧？因为不好，是吧？然后我提了分手，终有一丝不舍，怕我放掉了一只潜力股，不能这样啊。怕我放掉了一只潜力股。另外呢，我的同事长相一般吧，不依不饶追我1年了，但他离异带俩娃，我也不可能帮他完成3胎的愿望。可是他的内涵、谈吐、幽默都很吸引我，也很会给我情绪价值和经济价值。蛋总，帮我问问直播间的姐妹，这样的男人能要吗？我试想过青春大胆一回，同时拥有他们2个，但是我越不过自己道德的底线。没分手的时候，他们2个占有欲都太强了，经常撞车，都要求跟我过周末，有时傻分不清我是跟谁在一起。这个道德的底线你是越过去的啊，你越过啊，你压线了啊，道德的底线，你在这个道德的底线上，你跳了会儿皮筋儿，你回来了，只是你别跟我搁这还过不了道德的底线，你跳皮筋了啊，你搁道德底线上你跳皮筋了啊，姐妹儿。你这第2句你就爆够了啊！没分手的时候，他们2个经常撞车，要求我跟我过周末，有时傻分不清我是跟谁在一起，你还过不了呢，跳皮筋了啊！你已经。所以28岁拼事业阶段的女性到底适合什么样的男人呢？蛋总，你给我出点馊主意吧，我相信你。馊主意我还咋出呀？没啥，我觉得先问问这个姐妹们，觉得第2个能要吗？他让我帮他问你们，说问问直播间的姐妹们，第2个这样的男人能要吗？就是第2个男人，我再提一下啊，是这样的啊，第2个是离异带俩娃，然后很幽默，很有内涵，情绪价值、经济价值都能提供，不能要，绝对不啊，不能要 ，no，不能要，2个都不能。选 C， 不能，姐妹儿你自己看啊，下面全刷的是不能啊，姐妹儿，这个我注意看了，99%吧，我还没看到一个能呢，99%吧，应该都是不能，好像是都说不行，好吧，都让你不能。这个你既然觉得我出的是馊主意，你还听他们的吧？听他们的吧啊！首先，我觉得第1个肯定是不行啊。第2个呢，我也不知道咋判断，我可能又利益相关了，我不太方便判断，我又利益相关了。第2个我判断不了。第1个，你这第2个长相一般，谈吐幽默，这个利益相关了啊，我这个给不了建议。第1个算了吧，你不喜欢啊。
你听姐妹们的吧，别听我的了。我是觉得呢，我是觉得是这样啊。这两个感情我先不给你评论了，但你提了2次。你第一次开头说想知道28岁拼事业的女生怎么平衡工作和感情，你结尾又说了一次28岁拼事业阶段的女性到底适合什么样的男人。逻辑啊，姐妹儿，没有逻辑必然性啊。拼事业和你适合什么样的男人这两个没有因果关系啊，相关性都很淡啊。可能有点相关性吧，但肯定没有因果性啊。不是说你28岁，因为你28岁拼事业，所以你就要适合一个什么样的男人，没有这个相关性啊。可能有点因果性，是吧？就是，哎，是吧？很粘人啊，很耽误你工作啊，或者很鼓励你啊，是吧？这可能有点相关，但是99%还是取决于你啊。就是你要拼事业，你就不会耽误的。你要是认真的话，重心放在事业上什么的，不会耽误的。但是呢，你这咔咔一问，我感觉你这一事业的事儿，你是一句没提，男人的事儿你给我提了俩。哎呀，我觉得你不是很拼事业啊，关键是觉得拼拼吧，还是。啊，我觉得你是个事业的事儿吧，还是得拼一拼。好吧，你自己嘛，你别老想着怎么平衡工作和感情啊，这个想法可能就是不是个真问题。什么叫平衡工作和感情？对吧？你可能要，你觉得你是拼事业吗？你好好追求一下你的事业，你试一下，你感受一下，你人的状态都会变的。你回头再去看这俩男的，你自己就有判断力了。你现在你看，你这个来了，你还得让别人给你判断，你到时候自己就有判断力了。你足够，你看刚刚这个我们这个小卖部，你们别生气啊，我这个确实跟你们意见不一样。就刚刚这个，当然我也利益相关啊。刚刚我们这个小卖部的姐妹们99%都说你不能选第2个男的，但是呢，我的看法是，如果你真的内核很强，你这个真的拼事业，你有个足够的自信心，你自己判断得了，都能选。你现在是判断不了，你判断不了吧，选谁都是错的。你自己强硬了，坚强了，是吧？你觉得好，没问题，搞得定，那就是你的事儿了。我觉得是可以的，那就是你的事儿了。但你现在嘛，你有一种要依赖，是吧？这个他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和经济价值，你有点这个意思的话，你就难点，就不好选了。朋友们投稿投到这个蛋的小卖部普通店员啊，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一个关注，老朋友点开这个头像加一个那个群聊。你心里没有底，你心里没底呢，选什么都是错；心里有底呢，选什么都是对。即使选错了也能改，因为你有底就不怕。你心里没底嘛，你慌慌张张的，怎么平衡工作室，怎么平衡事业，平衡爱情？你先把你这个心里的底内核给它坚强了，是吧？你想青春大胆一回也行，你想稳稳当当找个情绪价值也行，是吧？欢迎大家，感谢大家。零食嘛，老朋友刚刚有问哪个零食好吃的，新朋友吧，应该是新朋友，老朋友们给他介绍介绍哪个零食好吃。你可以点开那个购物袋看看那个销冠啊。Hello，蛋总，巴拉巴拉巴拉，前面都是说喜欢我的这个啊，就不念了，我自己默默高兴一下就好了，不分享。我看看夸我要夸多久。好啊，我来说一下我的离谱故事吧。我有一个异地的男朋友，他吧就很高，
然后呢，我们是一个大学的，我就喜欢个高的，然后我就疯狂追她。就在大3的时候，哎，在我前男友吃回头草之际，结果他跟我说他喜欢我。我的娘呀！我这么久的小心思，终于让他给感受到了，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但是也不经常出去，因为要考研。最狗血的来了，就在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脚踏2只船了。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发我俩的朋友圈，我才知道我被迫当3。哎呀，我的一世英名啊！那个女生的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这个女生是他对象啊，我一脸懵啊。然后我问他咋回事啊？人家当时还毕业旅行呢，然后一直给我打电话。但是我正在跟我朋友商量对策，我就一直挂他电话，实在没办法，我就说你跟你姐和你妈坦白吧，我主要想拖延一下时间，还有就是看看他家长对这个事儿的看法。后来他来我家跟我生了一句下的道歉，他说他太善良了。他一跟那个女生提分手，那女生就哭，他就心软了，然后就一直没有分手。善良啊！我就说大学的时候呢，他为什么不跟我在学校牵手？一切都解释通了。但是，哎，我原谅他了。怎么能不原谅呢？你肯定得原谅他呀！多善良的孩子！因为我实在是真的很喜欢他。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异地了。他在本校读研，我在北京读研。我又考了一回，1年只见2、3次吧。然后我也查手机，啥也没查出来。我一直觉得这小子每次找我之前都把东西删干净了。大家都知道，信任这种东西一旦崩塌，就很难再建立了。哦，我们这个蛋糕条也是啊，你看起来像小土块一样，一旦咬碎它就没法再建立了。这个咬碎以后，在嘴里弥漫开一堆颗粒感，然后很快就融化了，特别好吃啊。很难再建立了。但是呢，我们都互相见了家长，他就是属于那种很会说的。我爸妈就是喜欢他，哎，你爸妈也喜欢个高的呗。但是我现在一看见他，我就觉得我对不起自己，我觉得我配得上更好的人，放弃吧又觉得很可惜，毕竟已经5年了，沉没成本不是成本啊。而且他对我也很一般，给不了我情绪价值，也没给我多少钱花，很多时候都是我花钱，哎，这括弧绝大多数时候吧。然后还是异地，也不能给我陪伴。对了，他现在又要去其他地方读博了，还是不跟我在一起。我马上就要毕业找工作了，我也在考虑要不要放弃一切，去他那边找工作。我之前也客观分析过，我喜欢这人啥，好像就是挺高的，挺讲义气，哈哈。你意思他不跟前女友分手是挺讲义气是吧？哈哈，重新定义善良和讲义气。哎呀，这人是真不行啊，怎么办呢？快骂醒我吧！这个个高的是多高算高？要多高？有多高啊？到底啊？看你是这么看是吗？这么高？这么高吗？喜欢这么高的？真头晕呐！能有多高？他能有多高？哎，服了，遇上高人了啊！善良讲义气的高人，毕竟已经5年了。哎呀，行了吧，那赶紧吧，这5年了都，寻思啥呢还要放弃一切去他那儿找工作？高人，必有过人之处啊，高人是吧？小宝贝儿啊，这身后这个是小宝贝儿，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今天这个有100单的比较便宜的版本，上面是这个小宝垫儿，赶紧分吧，还毕竟5年了，你这词儿就用错了，毕竟5年了，你应该说居然5年了，是吧？你换个词试试，别毕竟，你说居然5年了，跟这个高人在一起，是吧？哎，
我感觉是我离你们远点还好看点。哎呀，之前都离你们太近了。我说我脸怎么那么大呢？这个距离舒服多了呀。这个距离不是好多了吗？我为啥一直离那么近呢？哎呦，这脑子有问题，我发现。啊，大家看我们今天卖的这个猕猴桃这么大算不算大？这不算啊，这是普通的猕猴桃。今天我们卖的猕猴桃是这么大的猕猴桃啊！大家要买的话就买一个大的猕猴桃比较好吃啊。买回去呢是比较硬，然后比较酸的。喜欢甜呢软一点，你把它放几天再常温。如果放冰箱呢，就一直是这个比较硬的、比较酸的啊，非常大啊，这个猕猴桃。你看这个客户也是多余，客户给了我一大一小，让我比较，说这个小的是这样，大的是这样，不用啊，客户，你下次就给我2个一样大的，我会展示啊，这2个一样大我也能给他展示。你看这个大的放后面也小是吧？我会展示啊，有招儿。这个切开以后是这样的，这一个就这么多，好好吃。欢迎大家，感谢大家，感谢各位。我的锅巴为什么卖的这么好？这个锅巴今天就是偶尔提了一下，怎么卖的这么好？是不是有朋友在回购？好久都没有讲过这个锅巴，这锅巴真的很好吃。上面这黑的是黑芝麻，唯一的缺点就是缺点辣味儿。喜欢吃辣，你可以回去自己给它撒点辣椒面，那这么也已经很好吃了。我其实跟3瓜各把头已经说了，让他们赶紧出个辣点的，这很好吃了，已经很香的那个锅巴味儿。啊，再往后点，确实啊，你看，这不是不是这个距离就很好吗？之前离那么近干啥？赶紧分啊！居然已经跟他在一起5年了啊，真服了啊！有女朋友的时候跟你谈恋爱，现在俩人分开了。分开了嘛，还主要是你花钱，他要素集齐了。俩人现在不在一起，异地嘛，然后绝大多数都是花你的钱，然后见你爸妈甜言蜜语，然后给你嘛也不陪伴。马上毕业完了，他又要去读博，还让你去他，哎呀，他的城市找工作。高人啊，离这个高人远点，你整不了，太高了，高手高手高高手。欢迎大家！怎么写小作文？写这个蛋蛋小卖部普通店员。梅子酒长这样啊，它里头有蜂蜜，所以你加冰块，它就是最后就是酸酸甜甜，很清爽。你不加冰块嘛，可能喝2杯就会觉得有点甜腻。七夕礼物其实送这个也行啊，自由干杯。七夕礼物嘛，当然还有更合适的，就是这个。手工做的这个酒标，蛋总选我选我选我！我24岁，今年过年我主动联系了一位认识很多年的老同学，初中、高中同校，高中同班，双方家长都很熟。我主动联系了一个青梅竹马，是吧？我们虽然有微信，但是高中毕业以后一直没有见过面，只是双方父母一直有联络。或许是很久没有联系的原因，又或许是因为怀念读书时青春美好的时光，再次跟他聊天，即使是在线上，也给我一种亲切温暖，同时也快乐的感觉。从过年到现在，我们微信没有再联系过，但最近这几个月以来，我总是时不时的想起他，还产生了忍不住想要和他联系的想法。但又怕对方觉得我是不是对他有好感。那你觉得有好感是啥样的？又来一个重新定义好感的，你这不就是有好感吗？这不是好感吗？这不就是好感吗？你不就是对他有好感吗？怕
怕他觉得有好感，我觉得他大概对我没什么意思哦。你是怕人家给你拒绝是吧？但说实话，我是对他有好感的。他本科是特别好的学校，一毕业呢在大厂，薪资也很不错。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些所谓的光环和滤镜吸引了我，就优秀嘛，这没啥。什么所谓的光环和滤镜嘛，就是优秀嘛。已或是多年的同学情谊让我误认为对他有好感，不是误认啊，你就是有好感。我现在就是想跟他联络。其实无论长相还是身高，他都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少扯那些啊！你们别老整这些，说我喜欢的类型是什么样啊？我喜欢什么什么类型啊？遇到过吗？天天我喜欢什么类型？喜欢帅的，喜欢这个，喜欢那个的。那不最后一碰上说，哎，虽然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但我真的好喜欢。一天给我整这个喜欢的类型。你当玩游戏捏脸呢，都按你类型来，还喜欢的类型，少给我整那个喜欢的类型啊！唉，我和他聊天可以感受到他是一个很真诚、有进取心的人。我分析过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可能是从小到大没怎么和男生接触过。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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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说了一堆，又开始分析了。哎呀，我目前在国外读研，临近毕业，学业紧张，我有些纠结，到底要不要主动给他发消息？你纠结啥呢？是什么阻拦了你？信号不好吗？说实话，我们所学专业领域各不相同，想来也没有什么共同话题。另外，我是一个母胎单身，没谈过恋爱，也不太会和男生相处。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想谈恋爱了。哎呀。怀疑自己是不是想谈恋爱了？如果怀疑了，就是想谈了，是吧？还有5分钟发券哈，求蛋总支招。我实在分不清对他是喜欢还是只是单纯的有好感，就是喜欢啊，爱的不行了，你已经。过年的时候聊天，他也邀请我回国，有机会去他工作的城市玩。总而言之，我要不要主动给他发消息？要啊，可我实在不知道聊什么话题，你问他。感觉发了会有些尴尬，又怕打扰到对方工作。还是等以后真正见面了再说呢。其实我下个月就要回国了，你下个月就要回国了，你这个月都忍不住了，你说你是不是爱的上头，爱的疯狂，头晕了？你已经爱的，你下个月就回国，你这个月都忍不住了。蛋总，我要不要给他发微信？我要给他发点啥呢？我发不发微信呢？其实我下个月就回国，我要不要见面再说呀？求蛋总指导，抽我抽我，谢谢谢谢，赶紧发啊！发啥？你说我下个月就要回国了，不知道见面跟你聊点啥，你教教我呗。你说我下个月就要回国了，见面呢，可能跟你聊天会有点紧张，不知道有什么共同话题，你能不能帮我准备几个话题啊？很难吗？难度到底在哪里？还有4分钟发券哈。到底有什么难度？还我要不要主动给他发消息？可是实在不知道聊什么，又怕打扰到对方工作，不可能啊！别想那些了，这些事都不是你要操心的，你让他去判断啊！你替他判断啥呀？你现在就是勇敢追求冲，话题啥的让他想。你说我想跟你聊天，不知道聊啥，你想想吧。你就这么粗暴都可以啊，就这样就可以。你说朋友，我不知道怎么了，这2天就想跟你聊会儿天，但我实在不知道跟你聊什么。你能跟我聊会儿天吗？你看看咱俩聊点啥合适？你想想，你就说这些不行吗？很难吗？这不就是很真诚的吗？咱也没有什么技巧，也没有什么化妆，其实就是真诚就好了嘛。你不就是想跟他聊天，不知道聊啥，你就跟他说嘛。你说我想跟你聊天，不知道聊啥。哎呀，
没什么难的啊。这个姐们儿啊，这个姐们儿啊，我为啥推荐她用这么猛的招数呢？因为她，你看她就是特别的纠结，自己想的特别多，然后呢又是一直没谈过恋爱，然后现在爱的不行了，你就这个时候就不要有什么花招了，你就是这么直来直去的聊两句，这个恋爱谈不谈得成呢？我也不负责是吧？但是你这么直来直去聊一聊，至少把你这种纠结呀，把你这种想太多呀，你这么聊过几回，你就给他击破了，以后你的人生就顺遂了。咱也不是说你就非得这跟这个男的就一定是百年好合，咱不知道是吧？但我推荐你猛猛的这么聊一次，难得，你以为遇上一个这爱的这么上头的人很容易吗，姐妹儿？你这碰上一个，你就可着他祸害呀！你好不容易碰上一个爱成这样的，你不得可着他祸害？就算没谈成，你也得拿他练手啊，这不得物尽其用一下吗？还有1分钟发券了，朋友们。哎呀，我抽的是藜麦卷啊，别害怕了，这个人工审核老师别害怕了，抽的是这个藜麦卷，是生椰拿铁味的，里头是夹心的饼干啊，很好吃。吸烟有害健康啊，不要吸烟啊，抽点藜麦卷挺好。抽点藜麦卷，配点我们的这个这个牛乳椰椰，差点又说成生乳椰椰，说错好几回。配点这个牛乳椰椰，非常搭。牛奶、椰奶搭这种东西绝搭，搭这个，搭刚刚展示过的这个小土块，不是小土块，蛋糕条。这个没有那么甜，想吃更甜更巧克力一点的，吃这个皮儿就是巧克力的，黑巧克力感觉的，有奇亚籽啊什么的，也是挺健康的。这都是一些新品。发券了，感谢大家抢到券了，可以买点这个新品。新朋友们觉得这个新品嘛，说你们那小卖部一直以来卖的好，什么比较好呢？点开销冠，点开新品旁边那个分类叫销冠，这里面有一些锅巴呀、茶咖呀、牛脆脆呀、奶片呀、零糖爆米花呀，这些都是卖的比较好的啊。小宝贝儿在这儿呢啊，小宝贝儿，这是小宝贝儿冰杆贝儿啊，这个冰杆贝儿今天应该还有个50来条，就这个价格的，以后就没了，这个算是个福利吧。冰杆的，摸这个都是冰的，上面是这个冰杆的垫子，我这个角度找不对了啊，冰杆的垫子也是可以绑在床上的，夏天试一下，这两天热成这样了，对自己好一点。梅子酒哪里发货？没注意啊，我不知道，我问一下。伟大的同事啊，有朋友在问梅子酒是哪里发货，不知道啊，我问一下啊，他们知道。哎呀呀呀！哎呀呀呀！划走了，我看看我的同事们回我，他们在问啊。广东佛山无影脚发货啊！哦，用的也是岭南的冰糖、南昆山软枝大荔梅、南粤米香型白酒啊，这我没注意，这一看就都是广东的东西。被子还有50条，今天有限量100条，还剩50条了。这个被子冰感被，大家可以了解一下，真的挺舒服的，而且不用担心清洗，它可以直接整体扔到洗衣机里洗。佛山好食噶，好中意佛山嘅被子还有50条，差不多啊，接着念信了。感谢大家抢到券的朋友帮我用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券呢是平台给的，大家抢到不用呢，我也挺尴尬。感谢大家，抢到了就给他用一下，好吧？茶咖也可以了解一下。
一盒是7条的咖啡液，你加冰水，加这个我们的这个牛乳椰都行啊。它是不酸不苦的茶咖，里头有回味，有一点淡淡的茉莉花茶的香味，愉快。想吃点小甜果的呢，吃这个橘子干，没有那么甜，它是用选橘子的时候选个甜橘子，主要还是橘子自己的甜味，这很好吃，很有橘子味儿。三观六码头，我们一直卖的很好的三观六码头的锅巴，然后三观六码头今天给我上了这个橘子干和这个脏年糕条。脏是什么呢？是红糖啊，它给这个脆的年糕外头，脆的年糕外头刷了一层红糖，它这个吃起来就是像一个加甜加硬实在版本的旺旺仙贝，哎，就那个味儿。喜欢的话可以了解一下。新朋友就直接吃这个就行了。这是我们的销冠，当之无愧的牛脆脆。哪个酒偏甜？这里头有蜂蜜，有冰糖，梅子酒，但它也有青梅，也有就后味有点酸。你要是加冰稀释一下，我觉得是刚刚好。奶脆脆，我没有样品了。我上次让阿蒙给我寄样品，阿蒙没寄。奶脆脆就是你小时候偷吃奶粉的那个感觉，那个好，那个味道非常好吃啊。奶脆脆也是一直卖的非常好的。奶脆脆还有吧？这个只是我们这个样品还没给我发了，这个样品消耗量比较大啊。这个奶脆脆很好吃，这个一直它跟牛脆脆一直都是卖的非常好的，就是内蒙的奶制品嘛，然后它甜甜的、脆脆的，一吃就跟那个小时候吃奶粉似的。我马上接着读信了，感谢各位，我们读信，接着读信，好不好？我亲爱的老顾客们，你们点个这个头像，加个群聊的话，帮我维持一下课堂纪律。就是有新朋友问什么好吃啥的，帮我回复，感谢你们啊！咱们全自动运转一会儿。吼，哒，最推荐就是奶脆脆、牛脆脆，就是一直久经考验的。这锅巴也算了吧，这已经一直卖的都非常好。刚刚那个姐妹赶紧冲啊，主动一点啊，一定要主动一点。你就直接让那个男孩想，哎呀，行，我不用说这么多，刚刚已经说的很直接了。蛋总你好，我想来想去，我还是投稿吧。想让你和小卖部的朋友给我分析一下。我21，那个男的比我大几岁。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不知情太多了。后来我发现他有2个女儿，不过有离婚证，但是他前妻还在他家里住着。有离婚证，但是他前妻还在他家里住着。他现在住的房子吧，反正他家人一来，我就是出不了面了。是因为呢，他前妻和他父母在他老家，他工作的地方，在外面他租了个房子，偶尔他家里人会过去。然后等我再去的时候，我看见他们留下的什么玩具呀什么的各种各样，我就很难受。我问过他俩为啥不分开，女的为啥不走？他说就是因为孩子嘛，孩子还小，大的5岁，小的2岁。他对我很好，不管是经济上还是各种都很支持我，情绪价值也拉满，没啥不好。只是这种情况让我很难选择。我知道我现在说不好听的，就像第三者。好像不是吧？好像不是，我没读错吧？好像不是，好像不是。但是按照法律上来讲，他俩是离了婚的，所以我有时候还会很难受，因为会觉得我还是第三者，中间有因为这个分开过，可是我还是会想起他，他也不愿意分开。每次我说离开，都会哄我，求我不分开。想起他对我的好，我很清醒的知道我们不会有结果，因为我家里也不会同意，只是现在纠缠着我，我也忘不掉，不纠缠又做不到，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先喝口水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21呀，
21就要面对这样的选择了吗？我21那年还尿炕呢，你这21就已经这样了吗？对你是有多好？哎呀，头晕。今天换了个道具啊，换个道具，老用一个道具也没意思。仇人，哎，抽一根圣椰拿铁救不了我呀！仇人呐，看得出来他是很爱这个男的哈。不是这个男的嘛，他年纪大嘛，他年纪大嘛，他应该有点担当吧？不是说前妻就不能来往，何况还有俩孩子是吧？但是住一起是什么意思？他前妻还在他家里住着是什么意思？这个这是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我觉得姐妹啊，你21嘛，你看啊，你觉得他说他这个信，他说他对我很好，不管是经济上还是各种都很支持我，情绪价值也拉满。然后他说没什么不好的。我觉得他要是年纪大呢，他这个他自己不处理清楚，他没这个担当，他安排不清楚，这就很不好，这就不叫没什么不好的。他居然要让你去，你居然把你放到了一个这种境地，你21岁，你要天天反思自己是不是第三者。那你说你还说他没什么不好，这就很不好啊，姐们儿，这很不好啊。而且这个事儿就是，而且这个事儿是如此简单就能解决，再租个房不就解决了吗？真头晕呐！他再租个房子自己单独住，然后想孩子了回家看看孩子，谁还能不让他看孩子了？孩子跟着前妻是吧？看懂了，回家看看孩子，完了自己租个房子住，不就租个房子的事儿吗？这做不到，做不到，完了你还觉得他情绪价值给你拉满了？哪方面的情绪价值给你拉满了？你的哪一种情绪价值被拉满了？我听的我都有情绪了，你还情绪价值给你拉满了？头晕啊！他说有离婚证，这个小姑娘看到过他俩的离婚证，有离婚证，万一是离婚为了买房呢？不过现在因为为了买房离婚的人应该不多了，不知道这个揣测不了，也不揣测了。我推荐你自己想想，他这种事处理不好，这可不叫说没什么不好，这挺不好的。好吧，21岁，不要给自己出这么难的题。你21岁先整点简单的好不好？这一上来21岁你就整这么高难度的恋爱谈，太难了吧？啊，这么喜欢考验自己吗？姐妹儿，推荐你先分手，好吧？推荐你先分手呢，先分个1年，看看，是吧？太复杂了，给自己整太复杂了，太难了，这题不好解。我这30多都不好做，你这21，你这题，哎呦妈呀，头晕。
范总你好，我今年38岁，10多年前，10多年前你回忆起啥来了，姐妹儿？10多年前，我因为跟前女友赌气，私自生下了一个女儿。我今年38岁，10多年前，我因为跟前男友赌气，私自生下了一个女儿。你这个生气的方式真的是太别致了。生下来以后我就后悔了，但是既然改变不了事实，我就接受。10多年了，我也一直没有去找他，他也不知道有这个孩子的存在。本来想瞒一辈子的，因为我的经济呢也能养活我女儿，但是现在呢，我经济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他的经济实力比我好。你说我应不应该为了孩子放下所谓的自尊，去问他要点抚养费？你的意见对我很重要，希望你能回复我，谢谢。姐妹儿，你至少应该通知他，他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个女儿吧？你通知他一下总可以的吧？你通知他一下吧。我觉得这里不涉及自尊啊，姐妹儿，这里没有什么自尊不自尊的事儿啊，怎么有什么放下所谓的自尊？我觉得连所谓的自尊都没有啊，这里有什么关于自尊的事儿吗？你是因为10多年前赌气，你咔给他生了个女儿，完了现在经济上遇到点困难嘛，那孩子养不好嘛，那你说，那你就说哥们儿啊，10多年前我确实年轻，气性比较大，生了个女儿，一直没告诉你，不好意思。以前呢，我也挺有钱的，养挺好。最近呢，手头有点紧，我也不花你钱。这姑娘呢，确实是你的，你给点钱花花，你给她就行，你转给她，不用给我，给她养好就行了。通知你一下就行了呗。这没啥，我没觉得这个有什么所谓的自尊的事儿哈，姐妹儿。你要是你觉得我的意见很重要，那我觉得这当然可以去跟他说一声了。这个于情于理，是不是你至少应该通知他一声，他有个孩子呀？还生气吗？应该不生气了吧？10多年前赌气嘛，应该现在气消了吧？姐妹儿，你现在应该气消了吧？气消了，你跟他说一下。10多年前我确实有点冲动，现在没那么生气了，现在不能没那么生气了。你有一个女儿，通知他一下。哎，我天！我的妈呀！那你这么多年是怎么跟你孩子说的呢？我的妈呀！这题太难了，姐妹。10多年前是10几年前，你女儿多大了呀？这么多年，她问她爸的事你咋跟她说的？哇！榴莲冻干加赠了啊！我们这榴莲冻干加赠1包，抽5个人加赠。哎呦我天！哎呦头晕！哎呦我天！我拿的生椰拿铁，生椰拿铁，抽烟有害健康，我不要抽烟。这就是一个道具，确实有点头晕。咋办呢？哎，算了，这个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哎，我就直说了吧，这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已经顾不上考虑什么女儿的感受什么的了，顾不上了，已经养不活了，是吧？经济上遇到困难了，还是这个钱比较重要，已经顾不上了，赶紧先把钱要了吧。哎呀，天呐，
这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只能先把钱要了。这女儿嘛，我不知道你要不要让女儿知道，我不知道你跟那前男友说这个事儿，你要不要跟你女儿说？这些是你自己判断的。你要不要突然让这个父女相认？我的妈，我想想都头晕。但是我不知道啊，这个就是你自己去判断了。但是你得先把钱要了啊。太难了，姐妹，你这给我出的题太难了。我这边呢，只是从情感上，我觉得你可以告知他一下，要点钱。其次，上网找一些律师查一查，这个其实都能查啊，就这个什么婚姻法、什么继承啊、什么这些，你查查，我就别瞎说了，我容易说不好，你就查查就行，这很容易查到的，法条什么的，你可以查查法律义务什么的这些，查查看啊，就做好一个准备。这不要闹到那一步啊！不要弄到需要法律那一步。我觉得聊聊看嘛，就最好是能心平气和聊一聊，就解决一下经济困难的事儿。你甚至可以借钱嘛，是吧？你甚至说兄弟给你借点钱，给他打借条都可以嘛，是吧？甚至也可以嘛。你实在不想欠他的话，你可以借点钱嘛。你说过2年缓过来了，女儿或者长大了挣钱了还给你，对不对？都可以啊。奇异果有9颗，大个的，不卖这个小个的，卖这个大个的。哇，今天的新品都挺猛啊！可以，感谢各位新朋友，欢迎各位新来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然后点开我们这个红色的购物袋，点开一个叫销冠的分类，进去可以挑选一下茶咖、牛脆脆、奶脆脆、锅巴，这些都是卖的比较好的。梅子酒就是里头有冰糖和蜂蜜的青梅酒，基底呢是这个米酒的这个白酒，米香型白酒。你回去我劝你是加点冰块喝，可以没那么腻，就是这么喝也好喝，但是2杯你可能会觉得腻，你就加点冰块，你可以多喝几杯。T 恤就在我身上呢，就这个 T 恤看看，看到了吗？这是巧克力棒啊，对，这个其实它是藜麦棒，它是生椰拿铁风味的藜麦卷，比较健康的那种。蛋总你好，我是一个看起来不像牡丹的真牡丹，平时性格开朗，对人也很温柔。1个多月以前，领导介绍了一个大我7岁的相亲男，是个老天蝎，怎么那么难听呢？老天蝎，天蝎就天蝎呗，老天蝎是什么意思？一段时间接触下来，觉得人还挺好，也很会安排约会活动，我对他挺满意的。上周开始呢，我们就已经有一些他对我有一些肢体接触。先是看电影的时候牵手，后面几次会陆陆续续的搂肩膀、摸头发。上一次约会已经开始搂住我的腰了。开车等红灯的时候也会摸脸、拍头。开车等红灯的时候也会摸脸、拍头。但是这个男的就是没有对我表白过啊，也没有说要在一起啊。我不排斥他这一系列的身体接触，但是我也不知道在没确定关系之前这样是不是不好，也就不知道接下来是否继续和他相处下去，还是应该采取点啥措施。你直接问呗，你问他呗。你说你觉得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他胆敢反问，你就不用回他了。你说你觉得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他说你觉得呢？你就不用理他。
好吧，确认一下就行了，确认一下就行了，没那么难啊。他但凡表现出一点犹犹豫豫，你就赶紧跑，是吧？油门踩到底，猛跑，要多快多快，唰咻唰咻。朋友们，我们这投稿快念完了，刚刚有朋友想投稿的，可以投给这个蛋的小卖部普通店员，还有6分钟发券。蛋总，我有个问题一直很困扰，希望你能解答，并心灵扶贫一下我。哎呀，我现在的赛道这么奇绝吗？心灵扶贫，这是什么？这什么东西？我现在在做着一份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工作，教小朋友们学乐器。哎呀，但是由于太喜欢了吧，总是会莫名其妙的给自己施加一些压力，比如上着课，小朋友对着自己的小天才手表看的时候呢，我会想是不是我讲的太无聊了？比如一直陷入万一家长或者小朋友不学了，是不是我教的不够好这些问题里，让我自己很内耗。但其实我也教出过比赛得到冠军的小朋友，也碰到过认可我非我不可，不要其他老师给自己小朋友上课的家长。但即使是这样，我还是会有很多多余的担心，想到要上课就觉得心里有点事儿，开始焦虑，担心家长会不会觉得我不够好，我不知道该怎么坦然的面对我的这个心理状态。哦，嗨，非常好啊！首先，你这个心理状态很好，其实，然后呢，也可以调整的让自己舒服一点。你可以回忆一下，朋友，你可以回忆一下，你教不好小朋友学乐器吗？你可能从小学吧。你回忆一下，你从小到大跟你一起学乐器的那些人，有多少人现在从事相关工作？你自己去想想这件事儿。然后呢，你就是这一路求学遇到的这些学乐器的、学艺术的人，你去感受一下、调查一下、问一下，有多少人还在从事相关的工作？我怀疑这个数字你不查你也应该知道吧？应该大部分人都不在做这个工作。本来就是学乐器，它本来就不是一个100%都能出来的事儿啊。你教小朋友，你能教出来夺冠的，教出来喜欢你的。那自然也有上课走神的什么的，这个是个概率问题啊。你自己看看你自己这一路走来有多少人离开了，你不就知道了吗？然后你这个想一想呢，其次你上课焦虑点挺好的，对吧？我们很喜欢这样的老师，上课觉得，哎，是我没教好吗？这是个很好的老师啊，但你自己也没有那么焦虑。有的时候他不学好，你就想一想，哦，可能他就是不喜欢吧，他不适合爸爸妈妈送来的，将来他也不会干这个。那你的心态就想一想，说，哎，这个孩子将来长大了不会从事乐器相关的工作，但是他在从事其他工作的时候，他会一门乐器。哎，我虽然这个不能把他教成一个什么冠军，但还是帮到了他们。恭喜啊，有5位朋友获得了这个冻根。你看我就很后悔自己不会乐器，我小时候就没学过乐器。那我要是小时候上过你的课，我小时候上你的课，我保证也玩，我保证也走神。但我长大了想到你，肯定还是挺感动的，说，哎，居然还会个乐器，是吧？挺高兴的，还是。好吧，还有3分钟发券。你这样想啊，你可能目的论，你的目的不太一样啊。其实你想想，老师，你仔细听啊，送孩子来的家长，你想想，可能100个家长里有多少个家长真的是希望他这个孩子学会乐器的？有多少个家长希望他的孩子吃乐器这口饭的？是不是大部分家长只是看其他家长把孩子送去学乐器了，他觉得我的孩子也要学？是不是这些家长平时也要去社交、喝酒、玩？他不想，他觉得把这个孩子送给那个老师吧，挺负责的，让他学点乐器也挺好。其实大部分家长就是这么点心理活动。你想想不就想通了吗？你能碰上1-2个能这个
能碰上一两个这个叫什么呢？给你们电拔了，有点热。能碰上一两个学得好的、有天赋的，是小概率事件，很幸福。其他的孩子呢，你就让他在你这儿的时候心情好就好了，你让他在你这儿的玩乐器的时候高兴就好了，就可以了。啊，很简单的事儿。梅子酒加什么好喝？加冰块，加起泡水，加苏打水，冰都好喝啊。还有1分钟发券。大家这个新朋友可以整点我们的牛脆脆、奶脆脆、牛脆脆都可以，老朋友们就整点今天的新品，很多啊！今天新品，大家点开新品随意挑选，一会儿抢到券帮我用一下，这个券抢到不用我也蛮尴尬的。薄薄的大块的牛肉，切成薄片，风干烤干，脆的啊，不用担心咬不好，咬不了。这一罐我都开罐了快1个多月了，上海又下雨又什么，我只是拧紧盖它都没问题，还是脆的。欢迎大家发券啊！牛脆脆吃腻了，也可以尝尝这个猪脆脆啊！菜篮花花世界猪脆条。然后说吃的，老买吃的，买点别的行不行？行啊，小宝贝儿，冰感被子，冰感被这个款式的今天是有100单，比较便宜的，现在剩50单了。上面是冰感的垫子。欢迎大家，12点了，感谢各位。感谢各位，大家抢到券的帮我用一下啊！新来的朋友点开销冠选一选啊！我们这茶咖卖的也很好，茶咖但是今天的赠品换了，杯子没有了。这个茶咖今天赠品是这个袋子，手提袋，一盒7条。怕酸怕苦的那个朋友，喜欢喝点咖啡又怕酸怕苦的，整个这个回味有一些茉莉花茶的茶香。还有一个路易波士茶，然后送一个那个袋子。这个也是一直都卖的很好，今天是因为他来了一些他的同事，把他也给带的又火了一遍。上面这是芝麻。你们想买牛肉干的，不知道买啥就买牛脆脆就行了。好多朋友不知道怎么选，就这个东西几乎是零差评。像这个牛肉干我更爱吃，但是它真的很硬，有些朋友牙口不行就不买不吃啊。你就买那牛脆脆不出错，这个是很好吃的也。口味的话选孜然吧，拍3罐比较划算，但你实在不想你就拍孜然就行了，孜然就不出错。拍孜然啊，大家怕出错就拍孜然就行了。这个是大家反映最好吃的。这个西梅大家需求量这么大吗？这个西梅我今天也没咋讲呀，又400啊，400件了。这个西梅呢，西梅干配料表就俩字西梅，然后注意事项啊，成人每日3到4颗，注意啊。然后是独立包装的。给找一个清晰的，独立包装的，没有糊的，这么大个，一袋是40多个，一大袋是40多个小包的，吃多了会怎么样？你可以问问，你评论区问问，吃多了会怎么样？我不能瞎说，你就问问评论区就行了。他们已经有人吃到了，这上次卖的就很好，已经有人吃过了，而且有人已经吃过量了。你问问他们吃过量了会怎么样？
然后今天吃很多甜品，味道呢都有点像，但都是比较偏健康的啊。像这个法式黑巧薄脆，你看这我咬了一口，非常好吃。它这个薄脆用的是什么呢？做成的这个薄脆，首先上面抹的是什么？可可脂啊，可可粉、榛子酱，它榛子味儿的。它用的这个做成薄脆是什么？奇亚籽、猴头菇粉、开心果粉、燕麦粉、山药粉、奇亚籽粉，就还是比较健康的。那真的很浓郁的巧克力的香味儿。不想吃那么浓郁，清新一点的，买这个10分可的，也是巧克力，但是没那么浓郁。它像一个小土块一样，一咬呢就在你的嘴里就塌方了，唰散开，然后呢就弥漫开了，颗粒感很强，然后慢慢的就碰到唾液嘛就融化了，这很好吃。今天新品有点多，我就多啰嗦几句，我接着读信了。老朋友帮我自动运转一会儿，我们的小卖部全自动运转一会儿。李大老师还不睡吗？这不刚开始吗？这正是我精神的点儿啊！刚精神，怎么就劝我睡觉了呢？前面还有点没醒，说实在的，这会儿我是彻底醒了，你还这会儿劝我睡觉？长相思啊，长相思在啊，长相思嘛，就是入门款，它就是果酸味儿，就没有什么复杂的味道的一个长相思。买2瓶的话，送一套这种野炊用的这个塑料的这种酒具，就野营比较方便嘛，玻璃的不是怕碎嘛。你买2瓶送这个，冰一下喝，也是冰一下喝。好的，又有朋友中奖了。羊肉没了，有啊，谈一下我们那个5斤装的羊肉。接着读信啊，好呗，又发抽奖，这个巨无霸金果又发抽奖了，大家帮我自动运转一会儿啊。刚这个可爱的老师的问题，我应该回答清楚，老师不要那么老想，不要搞那个，你其实你已经过于优秀，不要老想，很好啊。咱们情情爱爱一会儿吧，咱们这个回答一些职场问题，再回答一些情情爱爱的。然后我们一会儿这个读稿快读完了，请我的同事们再给收集收集，大家可以去投这个大内小卖部普通店员。蛋总好，我被一件事困扰1个多月了，每天一个人都忍不住 emo。前段时间聚会，朋友喝上头以后告诉我，他曾经很喜欢我，但是那个时间点我正在跟我前男友暧昧，后面我谈恋爱了，他也特别难受，但是感情呢也就不了了之。我当时醉意也上来了，我也告诉他，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对他其实也有好感，但是感觉他对我有一些躲躲闪闪。我能感觉到在酒精的作用下，我们2个对对方再次心动了。酒精的作用，大家可以七夕的时候整点酒精的作用。再次心动了，但是他有女朋友。那天聚会后半程，我们2个都在互诉衷肠，但是始终没有说清天亮以后会怎样。他也说我们现在的状态是不道德的。我也知道他女朋友是个很好的人，我不想插足别人的感情。我当时就准备好去另一个城市了。哎呀，也以为短期呢不会再有什么交集了。我们聊了很多对对方的感受，我还说我觉得我们需要一段时间整理整理感情。如果他需要，我们也可以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非常戏剧性的是，很快我就又调回原来的城市了，而且回来的第1天就遇到了他。这么巧吗？巧成这样吗？而且他喜欢过我的一些蛛丝马迹，我现在也慢慢回想起来了。我现在对他真的很上头，但是我真的不想破坏他的感情。他最近连着发了好几条和女朋友相关的朋友圈，他们的感情应该是挺稳固的。那天以后我们也在聚会上碰到过，他的状态呢也不太像是放下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当晚我没有给他准确的回答，我觉得心里特别乱。我的心太乱，没有一丝空白。这啥歌？想不起来。不知道是等自己整理好心情，或者自己慢慢对他无感，还是默默等他和现女友分手。感觉想想都挺不道德的，但是真的对我影响太大了。白天工作的时候，跟朋友待在一起的时候还好，一旦一个人就总是不自觉复盘这些细节，好内耗呀。小卖部的朋友们，蛋总啊，帮我出主意吧，我不想陷在这种情境里折磨自己了。这个男的也是欠。这个男的他有女朋友吗？他喝点酒说：“哎，其实我当时喜欢你。”整这死出，整完这死出，朋友圈又开始咔咔分享现在跟现在的女朋友合影，走出来吧啊，走出来吧，别想了啊。这男的多少有点招欠啊，走出来吧啊。有点招欠了，这欠蹬欠蹬的，喜不喜欢你再说吧，有点招欠啊。啊，走出来哈，赶紧拖鞋买一双。这么拍一拍能给自己拍醒吗？回去试一试，醒一醒，醒一醒，这样能不能走出来？我这拖鞋能弹一下吗？我这拖鞋还有吗？我没注意，是不是卖光了？这拖鞋还有吗？你上这头有啥用啊？你这上头，上头也没用啊。哦，还有120双，真的还有120双吗？我怎么记得上次就有120双？同事，你查查还有120双吗？我没注意了。走出来啊！这很舒服啊，你别以为它只有一个梗啊，它很舒服的啊，非常弹，3D 打印的，材质很好。哎，你问我建议吗？我建议当然是就别理他了，是吧？上头嘛，哎，头晕1个月嘛，再头晕1个月，头晕到第3个月，怎么也走出来了吧？哎，净整这死出。听劝啊，爷们儿别 emo 了。他现在为啥 emo 呢？他现在特别内耗，就是他一旦一个人，他就总不自觉的复盘一些细节。他复盘啥细节呢？就这个男的曾经很喜欢他，他不知道。他现在一听这个男的喝多了跟他说我曾经很喜欢你，他一下哎，过去的所作所为都对上号了，说哦，原来那个时候那是他对我的喜欢啊，很有可能不是啊。你现在在一个无限放大他的行为的过程中啊。他最近连着发了好几条和女朋友相关的朋友圈。别想了啊，头晕吧，头晕着吧，走出来，拖鞋拍拍脸，醒一醒。
这种男的你谈不了啊，这种只能我谈啊，你谈不了，别整啊。蛋蛋，我想投稿，和男朋友在一起快2年了，他有个比较好的高中女性朋友。蛋蛋，我想都是和男朋友在一起快2年了，他有个比较好的高中女性朋友，不能说隔三差五吧，可以说是天天发消息。你这个语法也挺幽默。高中女性朋友，我的妈！你们现在多大呀？那个女生很喜欢分享日常。我男朋友的回复呢，看起来不是很多啊，看来是看过的，看来是很仔细的看过的，但是我还是很不爽。在一起以后呢，我跟他说过，可不可以降低聊天频率，不要每天发消息。结果他跟我说，觉得这样就是纯洁的好朋友，但我还是不开心。后来他就跟我说，哎，不聊天了，我们平时是异地，结果暑假见面的时候不小心被我看到聊天记录，不小心吗？怎么总是这么不小心？聊天记录还是在天天发信息，而且那个女生啊，就是那种零零碎碎，什么小事都要说。我闹脾气，但是我男朋友说就是好朋友。我现在不知道是不是我心眼太小了，哎，怎么办呢？后续来了。他又发了一封啊，第一封我没看的时候又发了一封。今天我跟他大吵了一架，我男朋友说他们就是好朋友，他觉得自己并没有做亏心事，坦坦荡荡，并绝对不会改，因为觉得自己并没有做错的地方。但我这几天就是睡不好，一闭眼睛就在想，谈恋爱之后到底应不应该跟异性朋友稍微保持点距离啊，或者起码不要天天聊天嘛，天天分享视频。但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又很少跟别人聊天，可是暑假快结束，马上又要异地了，我又会想到他是不是又要跟那个女的天天聊天。他说这样就是观念不合，我接受不了这种情况。与其每天内耗以及把负面情绪带给他，不如分手。说的很有道理啊，真的不如分手。但是我觉得分手也很痛苦，而且不知道这值不值得为这个事情分手，非常矛盾的度过每一天呢。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啊？不如分手啊！我觉得你这个男朋友给你个很好的建议啊。与其每天内耗以及把负面情绪带给他，不如分手。我同意啊，不如分手。不如分手，谈恋爱不如分手，让自己觉得舒服。每个人的不如分手，谈恋爱不如分手。分呗，那他都说了，他都说了，你还想啥呢？那人家的表态已经很明显了，这个男生表态很明显了，就是不会改的啊。然后呢，他觉得这样就是没问题。咱也不说他跟这个女孩有没有事儿吧，他说他不会改的。哎呦，岛屿的向往，感谢啊，刷礼物了。今天我们这个牛乳椰椰，然后岛屿的向往也做的很好喝，也送了很多福利啊，感谢啊。不是他都说了，他要分手是吧？你赶紧分呗，是吧？咱们也不揣测，我也不猜。其实你聊天记录也看了，你也心里也有数。我也不说他这个跟这个女的是咋回事儿，我只是说你俩确实价值观不合。咱们也不评判谁价值观对谁价值观错啊，这我们不搞那一套。我就只是觉得，我觉得这男的说的挺好。这男的不就说你俩价值观不合吗？绝对不改，没有做错的地方啊。完了说接受不了嘛，与其每天内耗，不如分手。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啊，赶紧分嘛，是吧？哎，真头晕呢。你还是喜欢他呗？你还在这来这问我？哎。我天欢迎这个什么就是张思什么没看清，谢谢啊，不用送礼物，你就随便买点啥就行。分吧啊。
别想了啊！你不是以后更难受吗？以后还有别的好友呢，你咋办呢？看看还有啥？哇，好长啊！哇，好长！我看看这是这个蛋总，我想问一下，怎么提高沟通技巧？我好像一直被说嘴笨，一方面表现的是自己不太会唠闲嗑，总是到了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想了很多办法了，才会鼓起很大勇气去求助别人，这样显得呢是自己平时跟别人不大往来，只有事儿的时候去求别人帮忙。另一方面是有时候我跟别人想的完全不一样，我不表达是担心我直接表达出来会显得分歧很大。比如说我跟我姐学一项新厨艺的时候，姐夫会说这都是为了结婚培训的。啊，我内心想的是就不能是为了自己学的吗？对啊，我学了难道就是为了给未来对象做饭的吗？但是表面上为了和气就笑笑就过去了。你这不叫不会唠闲嗑啊，你这个啊，我感觉自己太容易认真去思考别人的一句话，自己在沟通的时候总是忍不住较真儿。可能别人只是想随便闲聊几句，但我会引去一个很严肃的讨论场景，事后自己又脑子想很多，甚至内耗。不是啊，别的我不说，你这个举例，你这个姐夫，你姐没说他吗？你姐应该替你说他吧？好奇怪啊。我感觉你这个举例跟你说的情况不是一件事儿啊！你这个举例，你这可不是说不会闲聊、不会沟通，这就是明显的对方不对啊！哪怕他是开玩笑的语气，你也可以开玩笑的回怼啊！哎呀，我的天呐，我感觉自己太容易认真去思考别人的一句话，不是他这句话是可以值得认真思考的，这句话是不对啊！你这个举例跟你的问题有点不太沾边啊，朋友。你这个举例举的给我举懵了，给我举起来了，这啥呀？你这个举例这是碰上了一个就是算是不太好的啊。你问的问题我也不知道你这个是啥呀？怎么开玩笑回怼？他姐夫就是开玩笑的话，对呀、你就开玩笑，那我也开玩笑嘛。我跟我姐学一项新厨艺，我姐夫说，哎，都是为了结婚培训的吧？可能也是好意，说意思就是有点那个啥，哎，是不是最近要谈恋爱了？什么？哎，是不是？哎，是不是为了自己为了结婚培训的？有可能啊，我往好处想啊，有可能啊，没有坏心的话，那你也可以开玩笑啊。你说，你说我可不像我姐一样天天给你做饭，或者说我才不像我姐呢，天天就知道做饭，什么之类的。或者再温柔一点也行，说那你不培训培训，你结婚这么多年了，你也没见你跟我姐学一学，你也得培训培训呀，都可以嘛，是吧？他肯定说不出这种话来，他就是嘴笨，不是他这个举例跟他的问题不是一回事儿啊，姐妹儿，你要下次再给我写封信吧，你到底是想问的啥？你写的梳理的清楚一点啊，咱们可以再给你回复一下，你这个问题跟这个例子配不上啊，咱们就划过了啊。我的妈，怎么有这么长？前面都是夸我的，不看了。我去年底认识个朋友，我感觉他情绪价值给的很足，
但是往往说的都是废话，每次都会猝不及防的问我今天快乐吗？今天幸福吗？我都无语了。我是一个情绪比较平、生活很务实的人，平时属于遇到问题就解决。相处之间，我一直觉得有疑问的点在于，我最先觉得很不舒服的是一次他在和我朋友在一起吃饭的时候，问起我事业上的事情，我就讲了讲，他就突然破防还是啥，提高8个分贝，说凭啥我怎么样，怎么就有进展这么多呀？我也就是小进展呢，朋友不应该祝福吗？而且也是你问的呀。感觉每次接触的时候，他特别喜欢探听我的故事，但他自己啥也不说。3，他还巨没有时间观念，第一次守时，后面每次都迟到。大夏天的，我等他2个小时，他还给我回不要着急。行了，你这为啥有3条，还有第4条还没绝交？第4条，我是个边界感很足的人，我觉得一般啊。他已经3次打破你的边界了哈，你也这不也忍了吗？这姐们真的很绝，有时候在微信对话，他直接就给我打过来。绝了呀！他不会打中文吗？主要是打过来电话也是长时间的沉默，你为啥要接呢？而且几乎兜兜转转都是想个事情要让我帮忙，为啥要叫我帮忙？大嘎。最后的最后，我想问问，是我太敏感了吗？你不是太敏感，你是你太不敏感了。你可能敏感，但是你没有反应啊！你心里敏感，行动上是不是还是一团和气呀？我听下来，还有5分钟发券哈。哎呀，主要的问题是他下次再说不要着急，我怎么回击？什么怎么回击？你怎么那么爱跟他交朋友呢？你别理他不就行了吗？咋回事啊？你已经烦他烦成这样了，咱们这个朋友是非交不可吗？有交朋友 KPI 是吗？别交了。好奇怪，还有4分钟发券啊！太狠了，我靠，太狠了！还要问我呢，还问我下次怎么疯了？别跟他交朋友，就不回就完事儿了。男友回老家休假尾声，她约了她的异地男闺蜜。啥？男友回老家休假尾声，她约了她的异地男闺蜜。哎，我不认识，还没见过。他们一起去西安附近爬山，做假期结束前最后的狂欢，以为他们直接去西安，这样下周的七夕就可以略过了。我还突然有点小开心，谁知道一早男友告诉我，下周要从老家回来，我们一起工作的城市停留1天，正好七夕，带上她的男闺蜜一起过节。七夕晚上他俩还要飞西安旅游，这样我们3个人还要待1天，心里就莫名其妙，是过节焦虑了呢，还是3个人过节焦虑呢？是送啥礼物呢？这咋还有个男观众呢？我就不晓得了呀。在网上刷七夕礼物刷到头痛，感觉过节这件事情呢，真的好像一个任务，还要被迫搜索。本爱人真的很焦虑，社交是尤其是不熟悉的朋友非常焦虑。想到前不久跟他回去他的家乡进行各种social活动，虽然是平常的饭局，大家也很友好，但是也很压力。本来想自己清爽的过个节，享受独处的快乐，结果计划赶不上变化。哎呀，求蛋总在线支招。我听不懂啊，男朋友男闺蜜是什么鬼东西？我听不懂啊。还有2分钟发券哈。啥玩意儿？不是七夕，它也不是个节吧？七夕放假吗？难道七夕放假吗？不放假的都不叫节啊，不放假啊。七夕不放假吧？七夕放假吗？七夕不放假，你过什么？好像还什么我要独自享受假期，那是假期吗？那玩意儿也不放假呀，你独自享受假期。那放假你独自享受个假期，周六，那周六你就独自享受周末就完事儿了呗。你什么独自享受假期？哪有假期啊？没听说七夕有假期啊？没有假期啊？你就过周末就完事儿了呗。你说你俩爬山吧，你说我加班，周六要加班，别烦我，完事儿了嘛，自己过个周末。你说我要加班，
有那么难吗？是吧？你不就是自己想自己待着，不想社交，有这个压力，你就说我加班，你俩也挺累的，你就别往回飞了。我得加班，我加班那天周六加班，我还能多赚点钱，到时候给你买好吃的哦，就行了呗，糊弄糊弄。他也不想来，他想爬山呢，他俩玩的挺高兴的。发券了，还有1分钟。哎，感谢这个新来的朋友给点个关注，老朋友呢点开这个头像加入群聊，点开下面这个红色的购物袋呢，你点开这个叫销冠的分类，就可以看到有卖的很好的锅巴、茶咖啊，怕酸怕苦的买点茶咖，还有牛脆脆、奶脆脆。新朋友可以买点这些啊，老朋友呢，今天你就点开这个新品，老朋友。老来的朋友可能发现今天新品有点过多了，新品贼多，主要还是吃喝为主。然后有一个不是吃喝的，是这个凉感垫子，可以放在床上绑床上的啊。凉感的垫子、凉感的被子都是可以整体扔到洗衣机里洗的。其他的就是一些吃吃喝喝的，各种这种什么蛋糕条发券了啊，蛋糕条啊，什么这个生椰拿铁的藜麦卷啊。还有什么这种被我咬了一口的法式黑巧薄脆呀？当然你收到的不是这样的。还有个头很小，怎么会很大的猕猴桃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橘子干啊，3关6码头的橘子干，就是那个跟那个我们卖的很好的锅巴是一家的。抢到券的朋友们随意挑选一下。感谢各位朋友。对，超干条不怕硬的话，你就直接买这个超干条，贼好吃。你看我这一罐吃的也没多少了，天天拿当道具，一会儿吃一根，一会儿吃一根，这玩意儿贼香。你只要牙口可以，能咬得动，这玩意儿贼香。当然怕咬不动，怕出错，买牛肉干在我们这个小卖部你就买牛脆脆，几乎没有差评。差评也就集中在说有点咸，也就这样了啊。我推荐原味儿，但是大家推荐孜然味儿，你就买孜然味儿吧，听大家的吧，别听我的，我懂啥呀？已经投稿了，但是没回我。一会儿啊，我一会儿就念今天的新的投稿。对，这个牛板筋是这样的，一口一个，比较厚，这玩意儿塞不塞牙？保证塞牙啊，但是贼好吃，回味有一点淡淡的牛肉的香味儿，淡淡的啊。抢到券的朋友们可以冲一冲。啥时候读我的？我也不知道，这个信是我们那个伟大的工作人员帮我选的，我就是照着读。西梅干是酸的吗？是酸的。西梅干一大包是40来个，独立包装的，每一个都是这样的，也没有核，贼好吃。配料表只有西梅，吃的时候注意，成人每日3到4颗，注意。超干条什么味道？你就选孜然吧。咖啡嘛，你嫌麻烦就咖啡液最方便，拿水一冲就行了。不怕麻烦，想自己整一整的，你也可以整这个咖啡豆，你可以让他给你发咖啡粉，他也可以帮你磨。还有挂耳咖啡，还有一个冷萃咖啡，那个就是睡前把它泡在那个杯里，泡杯水，第二天起来喝，腾就行了。梅子酒一定要加冰块啊！我强烈建议啊，其实直接喝也很好喝，但是呢，你喝到第2口、第3口的时候容易腻，它你就觉得那个甜有点腻。只要加点冰块，就是酸酸甜甜，就可以一直喝，很爽口。牛乳椰椰好喝啊，它就是椰奶嘛，加个生牛乳，然后又加了点椰子油，就是很醇厚的。今天你要是买了我们小卖部这些什么黑巧克力呀、什么黑巧蛋糕条啊，你配个这个贼配啊！他们浑然天成，天作之合。我不会让他们分手啊，我们天天劝分。这个牛奶配巧克力饼干这种东西是不能分手的，太配了。
没有更配的，天作之合。热量还好，这一条就是66卡，还可以啊，就是吃着很爽很甜，但是它其实它控制的比较好，它用的那个做薄脆的也是比较健康的原料，包括我们这个生椰的藜麦的，你听这藜麦是吧？大家这个了解的话，藜麦就知道比较健康。生椰拿铁啊，这玩意儿配这个牛乳椰贼配。今天的新品都是就是互相可以搭在一起，你选一选，好吧？我们接着读信了。稍微讲一下新品，刚刚有朋友在问，我就稍微讲一下，谢谢啊。稍微允许我讲一下，毕竟是一个小卖部，讲一讲，我马上接着读信啊，感谢。也就讲了四五分钟，没有讲很久，手机电都没充好。然后朋友们，希望我的老顾客们帮我再讲讲啊，老顾客们点击头像可以加入群聊，变成更好的顾客啊。新朋友可以点个关注。蛋总，我有个问题特别困扰我，就是我们家过年几家人凑在一起的时候，总喜欢聊着互戳尴尬的事儿，很多时候真的让对方下不来台，被戳的人也很尴尬，笑容都僵了，戳的人脸上呢微微有点，也不能说是看戏吧，算是很爽的感觉。然后下次聚会的时候，上次被戳的人就会戳对方，但是戳完之后尴尬一下又过去了，换个话题，该说该笑，平时该联络就正常联络。我就是有点不明白这是啥相处模式啊？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相处模式，很多人过年就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其实远比你想象的要广泛存在的相处模式。很多人过年都是这样的，有家庭过年是这样的，扣个1啊，你自己看看，很多人家过年都这样。你看看，你看看，哎，平时大家工作都特别忙，真的只有过年才能聚齐，其乐融融在一起待几天不好吗？非得大过年弄这么幺蛾子，就得弄啊，这就是过年，过年就是这样，大部分的过年就这样。我之前也被戳过，被戳完之后，我明显感觉我对戳我的那个亲戚的亲切值直线下降。为啥他们可以互戳之后还可以看上去那么有爱和谐呀？他们戳习惯了，他们从小就这么戳大的，他们觉得过年就是这样。你醒悟过来了，你觉得啊怎么会这样？但是他们很适应，就是这么长大的啊，我家也这样。是我太小心眼了吗？不是，你只是正常啊，你只是正常。还是我作为成年人应该适应成年人社交的能力太差了，真的有点不知道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谢谢蛋总啊，你没有问题啊，你太正常了。大部分人过年就这样，我就不过年。我告诉你，我直接告诉你我的解决方法吧，供你参考。我不过年，我跟朋友们过年，我不回家。我想我爸妈了就接过来，我跟我爸妈相处一下。我不过年，我把过年这事戒了，供你参考。我也过年啊，我也吃饺子，我也高高兴兴的，但是我不回家，我不跟他们聚在一起互相戳。老有人说我，老有人，你看我是身体力行啊，我经常在朋友圈，不是在朋友圈，在咱们这个小卖部说冲，说分，说那啥，我就是这么干的。我已经好多年不过年了，我觉得我就受不了。那你想让我改，我也改不了，就不过了。就明说，我爸妈也不叫我，过年叫我回家不回，不可能。过不了。你们改不了吗？你们我也不管你们，我也改不了你们，就不往一起凑不就完事了吗？哪有那么难呢？这不我现在活得也挺好，也没影响我们家庭关系，我跟我爸妈还是很好，只是不过年了嘛，大家都很开心，哪有那么大事儿？好，我们这个凉感的毯子，这个上面这个凉感的垫子加赠一个啊，加赠一个。我们这个呢，凉感的垫子是国标是0.15，这个凉感能达到0.29啊，贼凉。你看我都不敢摸，你看，没事啊，其实可以啊，摸也没关系，表演略有浮夸啊，反正是很凉啊。以后不会让我们陪你过年吧？哎呀，但是过年让我同事加班有点不人道了。
没事儿，我同事天天看我直播，会不会也想开了？说不过年了，还不如过年的时候在小卖部工作呢。我同事会不会这么想？我同事如果会这么想，咱们过年的时候就直播。我不会收到我同事的投稿了，真是。老板大年30让我跟他一起加班是什么心态？亲爱的蛋总，我遇到一个变态的老板。大年30他说他自己不想回家过年，然后他让我们全公司陪他一起加班。我真的很烦这个老板，他平时在他那个工作的时候嘻嘻哈哈也就算了，我以为他都是开玩笑的，没想到他大年30的时候他真的要求我们一起加班。他没加，他怎么没有想过我们都是有家庭的人呢？我真受不了了，蛋总，你能帮我想想怎么处理这件事吗？会不会？刚刚是表演啊，不，这底下一帮人还在那就这么巧，表演，我这是表演。我同事真的发了，我同事在我们的微信群里说过什么年？什么是年？哎呀，有这样的同事，幸福。那我就当你答应了，伟大的同事，你既然都这么说了，那咱们今年过年就一起过了，咱们一起包饺子。咱们那天小卖部卖点饺子，卖点速冻饺子，看看谁大过年的卖速冻饺子。咱们看看到底有没有人大年30买速冻饺子。我好神经病，我同事应该心里挺恨我的，开玩笑啊，伟大的同事，节目效果，节目效果，我没有那么变态啊。哎呀，我跟我的朋友在初中一起就是好朋友了，但我发现自己好像变成了他的垃圾桶留言板。我这个朋友不爱出门，一年出来聚会就1-2次，他还会很骄傲的和我说，他一年都和我出来聚会2次了呢。我每次约他，他都会直接回复我2个字：不去。有的时候他发和邻居吵架，或者是路上发现老头子咳痰，他觉得很恶心，想吐槽的事情。恭喜啊，我们这个两杆垫子已经抽奖加赠了。他一早等车的时候就贴给我，我还会装装样子回复。可是当我想聊聊最近新上的电影或者之前看的一些其他事情的时候，对方会直接忽略，然后就是中间会停留1天不和我聊天，后面再给我留言。想问问蛋总，遇到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做？你这个朋友我听下来应该需要帮助了。你如果真的还当他是朋友的话，你这个朋友听起来需要帮助了，感觉陷入了比较麻烦的精神状态了。我感觉你这个朋友精神状态比较麻烦了。你如果实在嫌烦，你也可不回他，不理他。但你如果心里对他就是感情还是挺多的，你可以问问他，你可以好好的问问他。你说榜友，他不是一年还跟你聚2次吗？你坐下来你就把这个事儿说，哎，咱们从初中在一起就认识了。然后平时嘛，你还分享什么东西都分享给我，我也挺感谢的。我觉得你还是挺信任，我觉得咱们还是有感情的。你跟我说实话，你这么不爱出来见人，你是不是遇上啥事儿了？你心里是不是有啥不舒服呀？你跟我说说。你除了我还有别的朋友吗？你每天这些分享是只发给我，还是也发给别的人呢？你每天都在干嘛？你关心关心他，你试试看。你要是爱他的话，你赶紧关心关心他，我觉得他挺需要关心的。欢迎各位，大家好，大家好，还有新来的人，哎呀，我觉得他这个朋友是陷入比较麻烦的精神状态了，但是又不知道该咋说。你要是爱他嘛，你就直说，挑明了说。
那最好的结局是什么？最好的结局说你有病吧，我啥事儿都没有，我就是不爱跟你说话，其实是挺好的。但我觉得不会，我觉得他是精神上已经遇到啥问题了。但我暗恋健身房的帅哥怎么办？怎么做？怎么做？哎，直接来问招了呀！几周前去了新的健身房，第一天就见到一个帅哥，肌肉贼大。我定睛一看，觉得很眼熟，发现前一天正好刷到了他的照片，别人给他拍的。他主动来和我说，想和我换着用器械。这器械重量能一样吗？在这之后，每天都能在健身房见到他，因为是小县城，甚至在路上也经常能遇见。甚至有天晚上健完身回工作室，朋友告诉我，怎么我们窗边隔壁楼有男的在洗澡。我凑热闹过去看，我以为是没素质大肚皮大爷裸奔，结果发现竟然是他在半裸着洗碗，大肌肉大肩膀头子。看得真仔细，这形容词。发现他竟然是他在半裸着洗碗，大肌肉大肩膀头子。你给我打这两行字的时候，是不是哈喇子已经滴手机屏幕上了？姐们儿，咱这形容词这么猛吗？你不会是？我就不模仿。哎呀，如此的巧合，不是缘分作祟，我真是不相信。我推开窗户，找了个很烂的借口跟他搭讪。我们这边会看见你，你要不要把衣服穿上啊？他就把衣服穿上了。后来我也在健身房常常遇到他，我每天都会笑着和他打招呼，但也没有机会再多说话。卡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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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刚直接给卡闪退了。回来了，回来了，别害怕。啊，并没有什么不能播的，只是卡了，没有什么不能念的，只是卡。他就把衣服穿上了啊。后面刚刚没听到吧？我推开窗户说，我们这边会看见你，要不要把衣服穿上？他就把衣服穿上了啊，并不是说不能播，是卡掉了。后来也在健身房常常遇到他，我每天都会笑着和他打招呼，但也没有机会再多说话，除了每天在脑子里默念他爱我，他爱我，他暗恋我，他喜欢我之外，我不知道怎么进行下一步。你这是一步啊，你每天在脑子里默念他爱我，他爱我，他暗恋我，这是一步吗？你当这是一步吗？还我不知道怎么进行下一步，你没步啊！你现在姐妹儿，你这是一步吗？又许上愿了，这也算一步啊！哎呦，而且我在8月底就会离开这个县城，我咋办呢？我好馋呐！你说大肩膀头子那会儿，我就知道你馋了，你不用说出来。哎，你太不拿我当外人了，你这不用最后来一句我好馋呐，真的。哎呀，笑死了！后不后悔？后不后悔当时让他把衣服穿上了？你欠儿登的，人家半裸这洗个碗，大肌肉大肩膀头子，你看看你，我们这边会看见你，要不要把衣服穿上？然后他就把衣服穿上，后不后悔？也没有机会多说话吗？健身人群啊，针对健身人群，我们小卖部给你一个小 package 啊，搭讪 package。蛋白棒先买点啊，这哥们不是练得很壮吗？买点蛋白棒，买点这个蛋白的威化饼干，就健身吃的这些东西，给他凑一个小 package 啊，Fit 8，带点礼物。但你别说是给他买的啊，你在那吃，
你不也去健身吗？你也健身吗？你吃一根，你说，哎，你要不尝尝这个？那天那个不是开启话题吗？给你个蛋白棒，给你个威化饼干。那天不是挺尴尬的。那天我们在那个，他是在哪？他是在公司还是啥？哦，工作室。哎，那天我在工作室偷看你洗碗来着，我还喊你，是不是有点尴尬？不好意思，你吃个蛋白棒，先把天儿聊上。他肯定说啊，没啥，什么提醒我什么的。然后你就说，哎，其实现在天气也挺热的，要不你下次洗碗还是别穿了，凉快点，怕你中暑。啊，这样先把这个天儿聊起来，是吧？然后这个有限的数据已经够聊了啊。然后再问他，哎，你还自己做饭吗？说那天怎么还洗碗呢？是你自己做饭吗？他说不是，是我女朋友做饭，我洗碗。那正好这对话就结束了，是吧？这就捏死心了。他如果说，哎，是我自己做饭，我就啊，这不你也知道他是自己生活嘛，是吧？这不就可以聊一下吗？先问一下这个洗碗的事儿，你先确定一下他是不是自己生活，自己一个人。是吧？把这个先确认一下，别光馋啊，先确认确认。然后这是个小县城，甚至在路上也经常能遇见。你要离开了，哎呀，另一个健身达人来了啊！哈尼牧场阿蒙，大家健身其实吃我们牛脆脆没问题啊，这纯蛋白质。阿蒙练块练的贼壮，这个我没别的意思啊，正好恰好看到他来了。大家想去霍温贝尔玩的，就玩我们去玩的那个路线，5天4夜，正好这个季节去，你可以私信他咨询一下那个旅游路线。私信就问这个事儿，别问别的，问别的不合适了。对，你先聊聊洗碗，买点蛋白棒，买点蛋白饼干，分享，先把天聊起来嘛。然后你8月底就会离开这个县城。也没说你去干啥呀？哎，这不重要，不做参考，先跟他把这个关系建立起来，还住这么近，把微信加上，聊会儿天，把微信加上，然后呢，你的工作室不是在他能看见彼此吗？他在旁边隔壁楼吗？你就可以在你的这个工作室的这个窗户上搞点花招，贴点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啊，能吸引他的注意的，是吧？贴个喜，你买个那个大的那个红双喜的喜字儿，贴在你们工作室的那个窗户上，那他看着不头晕？一看说啊，怎么回事？问你说，哎，你们工作室有人结婚了？你说还没有，贴着玩呢。说你不喜欢我摘了。就每天搞点这些，把聊天聊起来，对吧？挂点什么灯笼啊，哎呀，弄点什么，就这个7月嘛，你弄个圣诞树，哎，你贴这个小彩灯，就是张思琪，谢谢啊，不用送礼物，谢谢，不用送礼物，随便买点啥。过小彩灯，说这过圣诞了，说 Merry Christmas， 说什么意思？怎么就过圣诞了？你说你就想过，因为我8月底要离开了，我先过。完了第2天又过生日，说哎过生日，就聊2句，聊，最后不就来了嘛？说我们今天在这个工作室，我有一帮朋友，然后我说我在健身房新交个朋友，你住隔壁楼，我们今天喝点酒，我有朋友过生日，要不要来一起喝点酒？哎，就这么点事儿呗，先把联系建立起来，一来二去的都是邻居。走动，能不能成再说，是吧？你先互相，是吧？猕猴桃没了，我伟大的同事们，猕猴桃没了，听懂了吧，姐妹儿？我刚说的有一些夸张，你自己智力正常，你会判断吧？别真贴个喜字啊！但是你这不天然得天独厚嘛，离得很近，你就搞点这些花里胡哨的，他总会注意到的。聊天然后就来了啊！猕猴桃在补货啊！
聊聊天他就来了，先把他请到你的工作室，然后朋友们一起哄。哎呀，能行不能行那就知道了，是吧？喜字儿嘛，就看这个女孩性格了。其实喜字儿也行，但这个女孩你这个性格你得接得住这种幽默，你自己驾驭不了这种幽默别搞。你找点驾驭得了的，什么过生日这很正常嘛，贴的漂漂亮亮、花花绿绿，请他过来一起过生日，这不很正常吗？然后他来说谁生日，说哼哼，你的生日。粉丝团怎么进？点这个李诞头像加入群聊就进了啊。是吧？风干牛肉干不用加热，这个直接吃就行。你要是买那个牛胸口啊、牛肥瘦要加热吃，加热比较好吃，直接吃也能吃，但是加热比较好吃。好吧，我说的挺明白了，下一封了吧？说的是不是挺明白了，朋友们？可以下一封了吧？橘子干长这样，包装也很好看，牛板筋也很好吃，对，贼来劲，这个贼香。明明白白了，姐妹，这个追不到是你自己的问题了，招都交给你了，浪漫起来。啥肌肉男不肌肉男的，谁能扛得住这浪漫呢？蛋总晚上好，请问家长都是有 NPC 程序驱动吗？面对这种 NPC 型父母，我该如何应对？我的父母就跟特务似的，啊，有任务似的啊，我的父母就跟有任务似的，自我工作开始就不断的给我介绍男生相亲，一直触发以同一个任务，他也不管我当时是否有男朋友啊，我一反抗，他们就说介绍认识认识，多交个朋友，哈哈。然后对外呢，他们又说自己特别开明，也不催我结婚。此处我翻1万个白眼，不催我结婚，安排那么多相亲干哈？我最近健康亮起黄灯，正在住院。在我住院期间，整个人迷迷瞪瞪的，我爸妈还见缝插针的给我看照片，要给我介绍男生。让我觉得他们完全不在乎我的身体情况，只是想尽快把我推出去，就让我特别烦躁。你判断是对的，但是想想这20多年，他们对我又的确很好啊，这不矛盾。一方面可以对你很好，另一方面可以对你很差，然后他们以为他们对你很好，这就是爸爸妈妈。我也没办法因为这种破事狠下心跟他们断绝关系，那不用啊。但是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的介绍男生的方式让我的心情很糟糕，甚至开始怀疑他们对我的爱是不是建立在一定的条件上，比如说我必须有好的工作，有好的男朋友，让他们有面子。关键是他们给我介绍的人也不行啊。165自称178，刚见第一次就嫌我工作忙，让我辞职，还有女朋友的，吃个饭就想跟我回家的，各种奇葩应有尽有，我都想不出他从哪些渠道搜罗到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人，还觉得靠谱。插句题外话，他们每次介绍男生的话术都是先让我看愿不愿意加个微信，我要是不愿意呢，他们就从9981个角度说，万一这个人有优点等你挖掘呢，软强迫我加微信见面。我真的怀疑他们是不是 NPC 呀？他是什么任务啊？到底是面对这种情况我能怎么做呢？是不是熬到35就能摆脱了？感谢蛋总的耐心阅读，祝小卖部生意兴隆。方法很多哈，方法非常多，我都是推荐直说，我不爱教那些歪招，我推荐直说，就不加，就梗着脖子就不加，能怎么着就不见，能怎么着嘛？能怎么着？咱们不，我不想给你出那些招，你就不加就不加，能怎么着？你试试看呢？你试试看，就是最简单最直接的拒绝，你试试啊！你还想招吗？不用想招，我就不加。你直接说他们骂你是吗？你就骂呗，怎么了？哎呀，然后你也不应该跟他们住啊，不应该跟他们住啊。
不是这些已经有女朋友的，吃个饭就想跟你回家的，第一次见面让你辞职的，这些你见完了没跟你爸妈反馈过吗？你这些不反馈吗？道德绑架，哎，绑呗，怎么样呢？又怎么样呢？大家可能没理解一件事儿啊，就是这个爸爸妈妈特别强势的爸爸妈妈呢，还有1分钟发券。这个特别强势的爸爸妈妈呢，你以为你忍让一下是为你们的关系好，是对爸爸妈妈好，你忍让多了，他们变本加厉以后，你不好，他们最终也不会好。你只有明确有自己的独立的性格人格，尽早的暴露出来，可能开始有一些冲突，但你最后就是好了，过得好了。无论他们开始是什么样的，最后都会好。你迁就一定不会好，你追求自己就会好。啊，感谢大家关注啊，那个发券了。新的朋友点个关注，老朋友点开这个头像加一下那个群聊就进粉丝团了。这个今天很多新品啊，三观各码头的这个橘子干刚刚展示过了，好好吃。他选的就是那种甜橘子，爱吃那个甜橘子就很好吃。这个工艺还挺复杂，我再给你看一眼啊，它这个工艺还挺厉害。它这个工艺啊，是把这个橘子经过高温脱水以后呢，低温烘烤13天，保留橘子20%的水分，真挺好吃啊。还有很多新品，这个不是新品啊，但今天卖的比较好，也是三观各码头的锅巴，也是被他这个新来的朋友带火了他自己的好朋友。脏脏年糕条，外面是红糖，吃起来呢就是加硬版的，更那个什么更扎实的鲜贝啊。你爱吃鲜贝呢，又想吃点甜口的红糖，就吃这个，都是三观各码头的。其他呢就是这个蛋糕条啊。小土咖个小土块哈，一吃呢，这个土块就在你嘴里一塌方就碎了，然后就是颗粒感就弥漫了，1秒钟以后就融化了，很开心这个吃，但是没那么甜。想吃更甜的，吃这个法式黑巧薄脆，更甜一点啊，更甜一点，但都比较健康。大家可以看一下配料表，都比较健康，我就不重复了，他们都算是比较健康的。还有我一直在这儿当道具的这个馋来了的生椰拿铁味的藜麦卷，你听到藜麦卷你也应该知道了，这也是比较健康的。那不健康的有没有呢？咱也不能说不健康，就比较猛的，你吃点水果嘛，贼甜。这补货了，应该已经在补好了。今天新品比较多，新朋友不知道买啥的，买点老品也可以，就直接买这个牛脆脆就可以了，不会出错，几乎零差评的牛脆脆。第一次买不知道啥口味，孜然味儿，但是我推荐你直接拍3罐更划算，3个口味一样来一个。然后我们的哈尼牧场阿蒙啊，阿蒙我们这个也算是新品吧，这个板筋刚上市没多长时间，有吃了的朋友帮我们说一下板筋好不好吃啊？谢谢大家，板筋非常好吃，加厚的，一口一袋，非常开心快乐。你就买这个香辣的吧，因为小时候咱们都吃辣味板筋的，你尝尝这个辣板筋，不光调味好，它居然不是只有调料味，还能吃到一点牛肉的淡淡的香味。2天干个2袋，牙疼，这个悠着点，这肯定塞牙，悠着点啊。说一下梅子酒啊，这梅子酒嘛，就是它加了冰糖和蜂蜜，所以你要是空口喝呢，喝1杯2杯行。你要是想一直喝到后面，我觉得会有点甜腻，所以我的推荐是它要冰，然后喝它的时候里头要加冰块，或者你兑点苏打水、起泡水冰的，哎，就可以一直喝那种清香酸甜清爽，夏天喝一喝。一定要加冰块啊！我都不是说可以加冰块，一定要加冰块。感谢大家的关注。追肉蓟好吃吗？好吃。我们这个追肉蓟是独立包装的，就是它那个爆汁肠呢，以前我也卖过别的那个卖的很好的爆汁肠，它俩吃起来其实差不多，都挺好吃，但它这个就是独立包装比较方便。
欢迎大家，感谢大家关注。点开以后呢，可以加那个群聊，就是加入粉丝团。我马上读信啊，我稍微过一下，今天新品比较多，我给大家过一遍，我就读信了。谢谢你们。店员不回怎么办？什么意思？这个店员不会回的，他只会选择哪个信就选择哪个信，他一般都不会回的。大家可以给这个蛋的小卖部普通店员投稿，他是负责收信的，他不是客服啊。你们客服在这个群里啊，在这个购物这儿有啊。这客服你找这个买的这个链接里啊，或者去那个群里都有啊。他就是负责收信的。冻干榴莲不错啊，它就是榴莲，它的配料表也只有榴莲肉啊，泰国的 A 果，保留了榴莲的香臭气，很好吃的。太晚了，我就不吃了。刚吃半天啊，这个甜的东西太晚了，就控制克制一下。我这个脸已经这样了，少吃点吧。这健身也没有用啊，消耗抵挡不住输入啊，少吃点吧，我还是。感谢大家啊，感谢大家的关注，感谢大家的支持。好的，我们这个岛屿，我们这个好朋友是以前都合作过，又合作了。这次他这个牛乳椰椰又卖600件喽。感谢大家支持，这个就是比较醇厚啊。你要是喜欢喝椰子水的那种清爽就算了，它是比较醇厚，它里头还加了点椰子油。我觉得这个配我们今天卖的这所有可可味的巧克力的这些都是绝配。这个西梅这么受欢迎吗？这西梅我一不留神又卖了500多件了。这一大包有40多小包，你买回去呢，注意啊，这个人家提示了，成人一次不要吃超过3到4颗一天。配料表是只有西梅。啊，碱水面包干卖的也很好。哦，这个漫画书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漫画书，然后我就接着读信了。上次给人家展示了一下，它这个漫画书就是你小时候爱看什么父与子啊，看那种漫画的时候，它就是一页一个故事。漫画都比较简单，那种会心一笑的，你可以买给小朋友嘛，认字的小朋友，别也不能太小，有的时候也没有字儿，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就很容易懂。但是他有时候要想一下，就小孩嘛，想一下，他可能会更理解这个，就画里有画是什么意思。你看这个鱼，这个钓鱼的这个。烤奶脆片儿，烤奶脆片儿呢，我确实是没有样品了。烤奶脆片儿呢，大概这么大吧，我给你描述一下吧。烤奶脆片儿呢，大概这么大，上面有一些横格纹，然后呢，脆脆的，哎，吃起来呢，就是你小时候偷吃奶粉的那个味道，很好吃。确实是那个那个样品吃光了，阿蒙也没给我寄样品。泥锅啊，泥锅好吃啊！那个泥锅我今天没展示，那个泥锅就是配我们这个黄酒的。你买这个黄酒，你配个泥锅，鲜上加鲜。江浙沪的朋友都懂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贼好吃。江浙沪的朋友们就冲这个泥锅，不会出错。没吃过的慎重啊，这玩意儿贼咸，而且是生的。你没吃过你就慎重。如果你觉得你能吃个生，能吃个咸，你再买，你慎重啊。然后配个黄酒。泥锅超好吃，这应该都是江浙沪的朋友。泥锅泥锅这个东西，我是内蒙的嘛，我特别爱吃泥锅。然后很多我江浙沪的朋友都难以置信，说就不知道你这外地人还能接受这个。又来买牛脆脆了，谢谢啊，谢谢，感谢啊，感谢大家，不谢。哎呀，刚那个姐妹啊，这个被父母天天摁着头相亲的这个，你就直接跟他们说吧，受不了，然后搬出去，别跟他们住了。哎呀，然后呢，每次就之前遇到的所有相亲的痛苦都要告诉他们一声。最后呢，把我的小卖部，你把我小卖部刚刚我说的那些切片，或者你直接把我小卖部分享给你爸妈吧。你们应该有个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吧？你发给他们，你说，哎，爸妈，你看这个秃头说的有没有道理？你让他们来找我，你让他们给我写信。
说我们好心好意养大的女儿安排她相亲，她总是不愿意去，怎么办啊？蛋总，我给你回复，你把这事交给我吧，你让他们找我来。烦人啊，头疼，特别不好。你处理不了，你让他们找我来，我跟他们唠唠怎么个事儿。什么意思？他们要干什么？政教处的小女生想追体育老师的故事啊，蛋总，我超喜欢你。哦，他不是超喜欢我，我自己自恋了。后面还我断句断错了，我超喜欢你说的不要脸的人先享受世界啊。好的，我有一个喜欢的男生，我偷偷喜欢了他1年，且没有加微信。前2个月终于加到了他的微信，他真的是一个疯狂的臭直男，但是他又很有事业心。体育系男生现在是初中体育老师，周末就去当裁判。我约了他几次，他都没有出来。最近暑假7月份在带队，比赛刚结束，今天想约他吃饭，他说不去。花季少女泪流满面。不过我和他聊天也不咋多，我只想哐哐约线下。请问蛋总，我就是喜欢这个小黑皮体育老师，我怎么办？我不知道该怎么找他聊天。我发过3字真言，在干嘛了？还有什么葵花宝典吗？你约他运动啊，你跟他约他一起看比赛，你约他运动啊。你这种就不是说那个聊天的事儿，你去赛场上找他呀，你给他加油助威啊，你在他身边跑啊，你跟他一起运动啊，对吧？你这种他就不爱聊天嘛，这不明显都人家都给你那啥了吗？挺那啥的了，这男的想约他吃饭，他说不去。哎，我估计戏不大，但是你还想努力呢，你就得出现在赛场上啊，夸夸跑，看看行不行吧，再试试看吧，死马当活马医吧。欢迎各位，怎么还有这么多人？明天不上班吗？今天是不是周一？明天不上班吗，朋友们？朋友们，朋友们，大家可以点一下榜一大哥汉安妮牧场阿蒙啊，想去后温贝尔感受这个5天4夜牧场定制游的啊，吃这些当地人才能吃到的东西，去他哈尼牧场，就是真正的哈尼牧场那个哈尼牧场，你私信他啊，就这个季节去海拉尔后温贝尔，他自己的牧场，你就可以在他的牧场吃玩，吃他的羊，吃他的牛，看我们这个牛脆脆的完整版本，这是那个牛的一部分，牛脆脆，你可以看到那个牛的完整版本。就是这个刷礼物的这个榜一的这个人叫哈尼牧场阿蒙，你就给他私信就行。蛋总，我来发信了，你瞅瞅我吧，我有一个 crush， 我们是在同一个科室轮转认识的，我比他大1届，年纪相仿，一起上班2个月，平常交流仅限于工作。他是一个比较冷，话比较少，爱打游戏的男生，我属于性格比较开朗活泼的女生。轮转结束以后，感觉蛮喜欢他的，之前很少单独联系，最后一天上班之后约他出去看电影，他已读不回。慢慢的，半年来通过我的努力，也就是时不时关心他聊聊天。我毕业之前也出来吃过2次饭，但是基本不聊感情问题。我目前已经毕业了，在异地上班，感觉还是喜欢他。现在也是时不时找他聊天，但是都是我找他，他也很少问我的事儿，对我没有什么探索的欲望。今晚我们话赶话聊到7夕，我就问了他有没有喜欢的女孩，他说没有。我问他能不能有呢？他就说没有喜欢的呀。问他喜欢什么样的呀，我可以介绍给他。他说最重要的是感觉，但感觉确实是最难的。哎呀，其实我表达的挺明显，是啊，你表达的也太明显了呀，我都感受到了，是吧？所以我感觉他就是明确拒绝我了，我该不该放弃？放弃吧啊！但其实我还是不太能忍住，
会经常想他在干嘛。其实我平常是很理智的，现在这个状态属于找他聊天就会蛮开心，但心里其实知道这样没有未来，没有未来啊！身边姐妹都劝我算了，对，我们也劝你算了。我们这个遥远的姐妹们应该也在劝你算了吧？我看一眼，是吧？你看，算了吧啊，这已经给你拒绝了，很明确的拒绝了，没戏啊，没戏啊，没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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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们现在都什么毛病？每天都跟这个半路抢劫的一样给我写信。我想问相亲对象，条件很合适，认识2个月了，见面也给我送了小礼物，但我对他的感觉是谈不上喜欢，前提是我知道他对我感觉还不错，因为他直说了，聊天总是有一搭没一搭。想问感情是可以培养出来的吗？哲学问题是吧？应该继续吗？还是尽快结束吗？应该谈吗？2个月了，感情应该可以培养啊，但是认识2个月了没培养出来，应该就培养不出来了。你就理解为可以培养吧，但是你这2个月没培养出来，就也培养不出来了，是吧？你也努力了2个月了，你实在不行再培养1个月吧，行吧？咱也别一股子给你敲死，你给自己定个时间点，8月底吧，8月底还没培养出来就算了呗，好吧？再培养1个月吧，没事嘛，先培养培养啊。我跟男朋友感情不错，但是作息不一致，好细节的问题，一个睡觉晚，一个睡眠浅，总是睡不好，吵架。目前解决的办法是我在卧室提前睡，戴耳塞，他睡前在客厅活动，尽量不发出声音。奈何我们最近新租这个房子，地板有声音，他在客厅走动还是会把我吵醒。真的试了好多办法，感觉在他那住我已经有心理压力了。最近在考虑找个2室1厅分房睡，很困扰。想问问还有啥办法？没办法啊，这分房睡不挺好吗？非常好，你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睡眠更重要啊，睡眠比什么恋不恋爱的重要啊，好好睡觉啊，睡眠不好什么都不会好的，好好睡觉啊。欢迎朋友们，怎么还有新的人涌入啊？大家可以点个关注，新来的朋友，老朋友点开嘛，加入群聊。然后老朋友可以看看新品啊，今天新品特别多，可能有人刚打开，可以看看新品啊，今天新品非常多，可以随意挑选一下。新朋友嘛，点开销冠，随意挑选一下。蛋呐，蛋呐，蛋呐！我觉得巴拉巴拉一顿夸，就觉得我特别好，什么什么什么。他给我一顿夸，我就不念了。夸完最后的结尾是，我有一个困扰了我10年的问题，始终没办法释怀，希望你给讲讲。太瞧得起我了，太瞧得起我了啊！我都不敢往下念了，10年的问题，我这能念吗？还我能解决吗？解决不了吧？哎呀，初中，哎呀，10年是从初中开始，哎呀，我的妈！初中跟班上一个男的关系很好很好，因为我的性格也很像男孩，当时也不懂感情，只觉得我们是玩的好。中考结束以后，我们每天聊。当时呢，以为我会考上我们最好的高中，我们不会在不同的学校。高一开学，他跟我说要我好好学习，3年后一定会感谢一下现在的自己。高考后有话跟我说。我觉得我们之前跟过去不同了。我的妈！就是2个人，2个小孩考上高中不一样。完了，这个男的跟他说：“好好努力，3年后有话对你说。”
这么猛吗？没想到，结果我们进了同一所高中，开启了我们别扭的3年。说这个说这不用3年后有话对我说了，结果进同一所高中。我们每次在学校都会装作不认识，有时候跟我打招呼，我都假装没看见，我也不理解我当时为啥这样，我好别扭呀。我们在不同的楼栋，他下课经常会跑到我们教室陪他朋友来找表妹。后来他跟那个表妹关系很好，我觉得他们应该在一起了。我天天生闷气，整个高中都没好好学习，成绩一落千丈。一到晚自习就 emo， 我借他手机登 QQ， 发空间的时候看到很多他跟一个女生的亲密照片，我就把他删了。哇，这高中这么精彩吗？3年间的拉扯在2018年结束。某天收到了一个匿名信，我假装不知道是谁，问他，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哎呀，我的妈！我的妈！信息内容大概是说他之前喜欢过我，因为我们之前太多的拉扯，现在放下了。这是高中生，高三，说现在放下了啊！我也本来以为我们很快会忘记，前段时间突然连续2天梦到了他。我很相信量子纠缠，不要侮辱量子纠缠啊，这跟量子纠缠没有什么关系啊。前段时间突然连续2天梦到他，我很相信量子纠缠。这跟量子纠缠有什么关系？我上班的时候就一直刷梦境解析。对嘛？你跟弗洛伊德有关系，你也不能跟量子纠缠有关系，是吧？串专业了啊！我就在想，他出现在我梦里的时候，是不是因为他也在想我？哇，好新鲜的角度呀！从来没有人说我梦到一个人，然后觉得是对方在想我，好新鲜的角度啊，朋友。哎，我都有点被你可爱到了。我后面不阴阳怪气，我好好读。你这个有点可爱到我。后来觉得自己是那种越喜欢就越嘴硬，只有自己知道的那种。那时候不懂什么是喜欢，回过头来才发现自己已经无法释怀了，无法回到过去的我们了。我好像生病了，每每想起来都很想哭，每次用 QQ 都会想起他。好死不死，我现在工作对接，每天都要用 QQ。你啥工作啊？你不会就在 QQ 工作吧？这啥工作还需要每天工作要 QQ 对接？但我要怎么放下呀？我感觉已经影响到我的情绪了。我快要生日了，想起之前我们这个冷感被加赠一个同款啊，抽奖。快要生日了，我想起之前生日正好是暑假，每次我妈的手机都会收到生日祝福，好奇心让我打过去，每次很凶的问，但是对方一言不发。后来我想起这件事，总觉得是他，但我要怎么忘记他？哇，这真的有点儿，这个超纲了。虽然没超纲，都是小朋友的事儿，但是真的超纲了。我真的有点儿，我不敢乱说了。这什么呀？这是姐妹儿啊？2018年高中毕业，读大学，2022，那你现在大学毕业2年了，完了一直在想这个高中的这个。姐妹儿，我不推荐你老每天想这个，但是我跟你说不推荐你想，你也会天天想啊。3年的拉扯在2018年那个夏天结束了，2018年就结束了，现在不是2024了吗？已经又6年过去了，然后你又梦到他，每次用 QQ 都会想起他。咱们 QQ 有没有企业版？你换成企业版先。
又给我干懵了，姐们儿，姐们儿。首先，我要跟你明确，没有量子纠缠这件事儿啊，不是有量子纠缠这件事，但不是你理解的那样啊。哎呀我的妈呀！每次我妈的手机都会收到生日祝福，打过去很凶的问，但是对方一言不发，我总觉得是她。姐妹儿，我这个我是想认真的给你出点主意的，但是你给我整的我手足无措的，我感觉我帮不到你啊。你如果还有他的手机号，还有他的 QQ 号，还有他的什么任何联系方式，你就联系他吧，行吗？行吗，姐妹儿，你就联系他就行了啊。你说我老梦着你，是不是量子纠缠了？你是不是想我呢？啊？你现在过得怎么样？我这个老想起你了，有点难受。咱们见一面吧，咱们直来直往一下好不好？你不能直来直往，你就难受，你就只能一直难受了啊。你自己脑补太多这个故事了，太吓人了啊！你这个什么中考，不是你这大学4年你就没怕？我其实更推荐的是你好好谈个新的恋爱啊，这事儿就过去了。咱一直想的，你要一直想，你就给他打电话吧，聊聊啊，跟他聊聊啊。我的妈呀！还有5分钟发券啊，我们就最后一波发券吧。我们1点半把今天所有还有的券给大家都发掉，发掉我们再随便读读信。还余多少券给大家发一下？哎，算了吧，我别吹这个牛。你先发一批留点吧，留点的看看后面会怎么样吧。你别全发完，还是留点吧。每次说全发完，最后还得补。还有4分钟发券啊！大家这个写信投稿投这儿啊。但我很纠结，我暗恋的人是我前男友的大学舍友，他的好兄弟。一开始接触嘛，肯定也是因为前男友。那个男生啊，是我的理想型。还有朋友中奖了，我们这个灵感辈儿啊，不是，对，灵感小宝贝儿啊。那个男生是我的理想型，185大帅哥，体育生，打篮球，buff 叠满，我的审美点。但是我并没有做些什么啊，我还是有点道德的，正常的和前男友谈恋爱，毕竟我也很爱我的前男友。后来大学毕业，各种原因分手了，我又想起了那个185的室友，觉得确实是在自己的审美点上，我又爱上了。但只是恋爱，我暗恋，我一直在偷偷关注他，因为我如果直说，他肯定会告诉我前男友的。他俩毕业了，关系还挺好的，然后我可能会被骂，但是现在也分手2年了，我前男友也找了新女友，我在想这份暗恋能不能拿上台面，我该怎么开口？很纠结，骂我吧，我骂你干啥？你就开口不就完了吗？这有啥好骂的？你就开口呀！你还不一定成功了是吧？你先约他出来吃饭啥的。你说好久没见了，聊个天。最近还打篮球吗？我最近有一些篮球方面的那个困扰，经常看比赛看不懂啊。你给我讲讲篮球是怎么个事儿？什么是中锋？什么是后卫？什么是得分后卫？乔丹这个人怎么样？给我讲讲。先约出来。还有2分钟发券哈。你不一定能成，但是你这不放在心里你也难受吗？你先约出来聊聊。你说你喜欢乔丹还是科比？啊？乔丹到底怎么样？我看打的也一般呢。正在他很激动的时候，你突然说我挺喜欢你的，咱俩能不能处？还有2分钟发券啊！
但好，你好，我喜欢了一个大5岁的姐姐，我26，互相拉扯了8个月了，我的天，经历了暧昧关系，但没办法确定关系，原因就是我就是觉得我太年轻，不符合他那种成熟理想型。你26大你5岁，不就31吗？他老到哪儿去？他还觉得你太年轻。现在因为工作有一些交集，因为我们的关系，所以他在我面前从来都是肆无忌惮、毫无遮掩、莫名其妙的发脾气。因为他现在在创业，我算是在为他工作，所以还会有老板和员工这一层关系。因为最近2个月他刚起步，很多烦心事儿，持续莫名其妙的把我当垃圾桶，莫名其妙的对我说阴阳怪气的话。我觉得他是在用男朋友或者老公的角度来要求我包容他，但实际上我什么也不是，因为确实很喜欢也很爱他，就感觉被拿捏了。时间长了呢，矛盾越积越多，有点想走了。但是和他说了之后，他把他最近以来的压力全都说了出来，我于心不忍。但是我觉得他一直在用男朋友或者老公的要求和我说，我们却也始终没有确定过关系。直到我和他说我要走，他就说那走了以后就拉黑不见了。我感觉又被他拿捏住了，不知所措。发券了1点半，好难得呀，好难得有直男投稿啊！你看这个兄弟是不是也很？你看这个兄弟是不是也很纠结？都一样啊，也很痛苦。发券喽，发券喽！抢到券的朋友们，新朋友嘛，点开这个小红袋，翻翻这个销冠里头的东西；老朋友点开这个新品，翻翻里头东西，随便凑一凑。咱们应该还有点券，我再读几封信，我们可能比如说1点45吧，给他就发光，行吧？反正我也要再读几封信的，咱们就1点45，再把剩下的券都发掉。今天就这样。感谢各位啊！不是啊，我能看着头像，这是个兄弟，男孩，男孩啊，男孩喜欢这个大5岁的姐姐。你看，这被拿捏了就是被拿捏了呗。他就说，直到我和他说我要走，他就说那走了以后就拉黑不见了。我感觉又被他拿捏住了。你就走呗，你走他不就不拿捏你了吗，兄弟？赶紧走哦。他不咋喜欢你，他不咋喜欢你。我看你这头像，虽然你挺帅吧，但他不咋喜欢你。哎，真挺帅。快跑啊！你也得跑，都得跑，快跑！哥们儿，赶紧跑啊！看你这身体也挺好的，应该跑挺快，快跑啊！听劝啊，赶紧跑啊！你呢？我认真的劝你快跑啊！一呢，我觉得他现在不咋喜欢你；二呢，你哪怕是真的很喜欢他，你也应该跑，你不要再给他工作了。你出去找一个工作，你自己跟他撇开这一层关系，然后让他也稳定创业。你俩隔一段时间再相遇的时候，如果真的有火花，那个时候就有火花了啊！你现在都混在一起了，你又给他打工，他创业又不顺利，完了你还喜欢他，他还不喜欢你，这能好吗？好不了啊，哥们儿，赶紧撤啊！你出去找个工作，然后以后大家再见面，至少就心平气和多了，身份没那么复杂，可能真的相爱就还能在一起。现在是绝对没戏啊，赶紧走。感谢大嘎，我们1点45把所有券发掉，今天就差不多了。蛋总你好，我有一个好姐妹和小她7岁的00后弟弟的故事，这么长。弟弟是他在前东家带的后辈，晚辈啊，是一个只谈过1次中学校园恋爱的纯爱战神。事情是这样的，
她一直把弟弟呢就当弟弟，工作上照顾，虽然觉得弟弟很可爱，但是差太大了，也没往别处想年龄啊。一直到弟弟告诉我姐妹他喜欢她，我这姐妹都觉得他对她也没啥想法。这心理活动又让你知道了。哎，我该咋说呢？朋友啊，咱就不说这个第三人称的事儿了。你先说弟弟很可爱，然后说你没往别处想，完了是一直到这个弟弟告诉你的时候，你又说，在告诉你他喜欢你之前，你都对他没啥，你对他没啥想法。你这句话其实就暴露了你对他有想法啊。然后我姐妹离职前，弟弟特别舍不得她，她一开始以为是因为她走了，弟弟就要开始面对海量工作，所以舍不得她走。结果她走之前2天，突然告诉她好喜欢她。然后他俩聊天，复盘了好多相处的细节，比如他们第一次部门聚餐结束的时候，弟弟突然问：“你应该不用我送你回家吧？”他当时觉得挺逗，想赶紧回家睡觉，就回呗，还多余问一句。结果他们部门副职问弟弟：“你不把你领导送回家吗？”他那会儿以为弟弟是迫于领导压力才送他回家，结果弟弟后来说，当时其实就是想送他。哎呀，我姐妹对弟弟的感情发生质变是有一次，我姐妹有个临时出差的活，第二天一早要去外地的法院开庭。但因为时间过于紧急，导致我姐妹没坐上那天最后一班的高铁。当时弟弟也要去另一个地方出差，我姐妹当时因为安检人员耽误了一会儿，没赶上高铁，又着急又委屈。弟弟在电话里一边平复他的情绪，一边帮他迅速安排好了 Plan B。他当时觉得弟弟就是天使。你这心理活动你了解这么些？弟弟在他心中的形象突然从他照的弟弟变成了一个他也许可以依赖一下的人。结果好巧不巧，赶上他跳槽去了他现在的城市弟弟还在前东家。我姐妹呢来这边之后，弟弟也很想念他，每天都要给他打电话。他俩本来就是同行，也聊得来。弟弟想来这边找他，但他走之后，弟弟的工作量剧增，他一时半会儿无法内部调动。他俩除了年龄差，家庭客观条件可能也不太匹配，但他俩的性格很互补。我姐妹属于急性子，弟弟是性格超级稳定温柔那种人，弟弟给他一种莫名的安全感。但现在这种分隔两地的状况又让我姐妹觉得要不算了。弟弟前些天来我姐妹这边看他了，在他家住了2天，虽然只是住在客卧，但家里还有一个男的这件事已经让我姐妹烦了。这么个收尾啊！但弟弟现在还是处于一个非常粘人的状态，我姐妹有点无法收场，想问蛋总怎么办啊？最后收尾是烦了，你给我说这么多，你最后烦了你这不浪费我时间吗？你烦了就烦了呗，烦了就别理他不就行了吗？这不耽误人吗？你这前面说这么多干啥呀？你最后给我来个烦了，真烦假烦啊？假烦吧，希望自己烦吧，真烦了吗？我不信啊！哼。烦了吗？没烦吧？还真还烦了，没烦啊！榴莲干、冻干加赠那个抽5个人加赠1包。我们还有这个3加5 8分钟再发最后一批券。你没烦啊？赶紧谈吧！真是烦死了！我烦了啊！你没烦，那肯定没烦。你烦啥烦？你烦你给我写这么多，你肯定没烦呀！你肯定还是想谈嘛？你谈吧，能咋的？哎呀，天！烦死了，烦死了！感谢大家。猴蛋。我今天来吐槽一下我的小姐妹，这一般应该是真的。刚刚那个显然是她自己说，这个应该是真的。我来吐槽一下我的小姐妹，她和她老公呢在一起3年多了，谈恋爱期间那个男的就一直跟别的女的不清不楚。
这里面有一个女生是这个男的和她在一起之后还在软件上认识的，俩人还经常聊天，还短暂的在一起过。这些事情我这个小姐妹都知道，而且每次都原谅了。今年4月份，结婚前的一晚上，她在这个男人的手机上发现了这个人发领证朋友圈屏蔽了8个女人。大半夜的给我来这种啊！我醒了呀，本来刚有点困了。哇！结婚前一晚，结婚典礼前一晚，他在这个男的手机上发现他发领证朋友圈屏蔽了8个女人。啊，包括这个之前在软件上认识的这个女的，这个男的跟这个软件妹还一直聊天。这怎么给人起外号软件妹？哎呀，这超级暧昧。我姐妹说她看见聊天记录了，感觉这个男的把所有的温柔都给了那个女人，就这样，2个人第2天还是顺利的举行了婚礼。爱吃席是吧？婚礼订的酒席是很贵是吗？这么爱吃席吗？还是结了？我的妈！顺利举行了婚礼，好顺利呀！好想看看有多顺利，太顺利了吧！我的妈！太喜欢吃席了。结婚之后有一次，这个男的下班回家看到我小姐妹在看电视剧，就凶她，嫌她看电视剧，还说你明知道我不喜欢看电视剧。我就想说，那又咋个？你又不在家，我姐妹凭什么不能看电视剧？人拉着你看了吗？还给我姐妹来了一句：“谁给你惯的臭毛病？”我一整个爆炸，恭喜啊！有5位朋友获得了加赠的榴莲冻干。我的姐妹为什么要在垃圾堆给找男人？最近这个男的又要买车，贷款买，我真是怒气不兴，哀其不争。这个姐妹就顺着这个男的，节衣缩食，准备贷款买车，还给我说他每个月加油的钱都够还贷款了。我说那让他骑摩托呀，他说下雨天不能骑。这个男的不是下雨天可以不上班吗？又说上下班有20几公里呢，真是成功的被洗脑了，处处维护他。我就想投稿把这个事儿说出来，让大家都知道，这年头真的有女生结婚就是做慈善的。这个男的劈腿3番5次原谅，为了男的背贷款降低消费被 PUA， 然后我这个姐妹还美滋滋。你这个姐妹你少搭理吧啊，以后这个贷款啊容易摊到你头上了。你这个姐妹疯了，救不了了。我的妈！头晕，救不了啊！你救不了他，我也救不了他，但我能救你，你赶紧离他远点。救不了，这救不了，真救不了。我没那本事，我没那本事。还有3分钟发券啊！我们最后一波券，大家抢到就抢到，感恩啊！抢不到呢，我确实券也有限，都是小红书平台给的。感谢大家，今天新品比较多了，朋友们可以在新品里随便翻一翻，买一买啊！新朋友们就从那个销冠里随便翻一翻，买一买啊！结果这个越读越兴奋呢，哎，这个读到最后也是很头晕，哎，头晕，管不了啊，管不了。真推，蛋总好，我用大号买个牛肉干，但是我太懦弱了，我只敢用这个小号投稿。我这是一段繁琐找骂的故事，你又要挠你的光头了，你敢不敢看完我的故事？我敢啊，你有什么不敢的？我先挠给你看啊。我是一个原生家庭不幸福的女生，我母亲外遇抛弃了我和我父亲，留下了古板刻薄的父亲和年幼的我相依为命。哎呀，阳光开朗的我年少时并不觉得
有太多影响。一直希望遇到一个努力认真的男生作为另一半，经营我的家庭。很幸运，我在入职那年遇到了同部门的小伙，就像大部分爱情故事一样，发展的很俗套啊，我也认真对待。在我以为一切顺利的时候，他父母极力反对单亲家庭出生的我。他呢也是个不愿意正面面对，你也不是单亲家庭出生的，你是出生以后单亲家庭啊，这怎么玩意？他这个父母逻辑都不对啊。他是个不愿意正面面对矛盾的人，在瞒着我的情况下接受了父母相亲的安排，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他分手了。哎呀，起初我以为我不够好，拼命挽回，巴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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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他抛弃了我，他很快跟相亲对象步入了婚姻，一直到结婚前几个月我才知道。我总是想不明白，我开始责怪自己，可我明明是个那么努力上进的人，我一直从正牌女友沦落到了他现在的婚外情对象。确实挠啊，这不挠是不可能啊。这前面整的我这是这么个反转吗？我从正牌女友沦落成了他现在的婚外情对象，事情发生到现在已经整整8年。我缓缓，咱们发个券，我冷静一下。8年了已经，最后一波券啊！大家抢到券了呢，咱们冷静一会儿。这不这一口气念不完。哎呀，我都不知道该讲啥，这大家随便看看吧。哎呀，8年了，哎呀，销冠啊！这个新来的朋友点个关注，可以点这个销冠给看看我们这个锅巴，很好吃啊。还有牛脆脆买一点，板筋什么的。今天的新品给有这个橘子干很好吃啊，所以稍微讲品，我缓解一下我的心情。这很好吃，他就选的是那个比较甜的橘子，哎，就是3观6码头的。然后咖啡液嘛，一直都推荐的这个茶咖，之前一直也卖的很好，已经收到的朋友可以说一说好不好喝。今天的赠品不是杯子，是个包啊，它1盒7条，怕酸怕苦的，想喝点有点茶味的可以买这个。然后今天新品就是上了一堆饼干，这种巧克力薄脆，这大半夜的我不吃了，太罪恶了。这个就比较甜，有很浓的巧克力。这个呢就是比较清爽，但是它也是，哎，就吃去吧，好吃。然后你都配一下这个牛乳，椰贼配，天作之合。酒嘛，长相思的葡萄酒，买2瓶会送你一套这个野餐用的酒具啊，你回去自己组装一下，组装成是这样。梅子酒嘛，这些都是比较入门的酒啊，都不是太贵的酒。我没有卖太贵的那种那什么的，你就是这个梅子这酒就是加冰块好喝啊。8年了，哎呀我的天！我的天呐，我的天呐！妈耶！好的，可以。我们这个锅巴今天800多件，看看最后这一会儿能不能卖到1000件。锅巴很好吃啊。看看品，看看卖的咋样，我再接着读。哎呀，由于是同公司的关系，他们还在一个公司，从正牌女友到婚外情8年，还在一个公司。
我们说要分手以后，总还是在各种场合下相聚的，因为这样而再次联系。8年期间，他与我被家里发现过很多次。一向懦弱的他，居然还顶着压力跟我保持着联系。这会儿勇敢起来了。你这修辞，姐们儿，一向懦弱的他，居然还顶着压力跟我保持着联系。他这会儿勇敢了，这会儿坚强了，这会儿他是个个了，这会儿小肩膀扛事儿了。相亲那会儿呢，这啥性格呀？说婚姻我不能违背父母的意愿，但是婚外情我必须自己说了算。什么性格啊？好离谱啊！太离谱了呀！我知道看到这里很多人都会说辞职，我们根本就没空说辞职啊！你的故事的离谱程度你低估了，我们还没空说劝你辞职呢。哎呀，他后面就说了一些因为工作不容易啊什么的，不想离职，我们还没劝你离职呢啊！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他老婆发现了这么多次却还是不离婚，也不来公司闹。我觉得她是个很好的姑娘。啊，你是这么理解世界的呀？我更加陷入了自责。我明知道这个身份是不对的，却离开不了这样一个阳光温柔、对我又很体贴的人。你优点说少了，他现在还勇敢呢。以前只是阳光温柔，现在是勇敢。哎呀，我从小缺少，哎呦，喵喵啊，感谢喵喵。我从小缺少父母关心陪伴，也不愿意去朋友那儿讲这些事儿。在朋友眼里，我是一个简单的、真诚、热情、善良的女生，但是我的内心早就碎得七零八落。唉，你说到这儿，我都有点同情你了又。这8年期间，我也没有谈过恋爱。我和他保持这种关系，已经伤害了他的家庭。我不能再去伤害另一个无辜的男生，但我根本没有想到，这样的心态就这么过了8年。我现在已经30多了，我尝试过心理干预、旅行各种各样的方法，最后却还是陷入了这种不该进行的关系。但这件事给我的打击，各方各面都很大，长期的自责。陷入内耗，8年里我还患上了抑郁症，但我很想走出来，所以今天鼓起勇气投稿。故事讲的稀碎，你讲的很好啊，你故事讲的非常完整。如果读到这封信，希望直播间的姐妹们口下留情，已经来不及了。前面这个挨骂点太多啊，对不起啊，不是想骂你啊，太精彩了，不是没人想骂你啊，对不起啊，我们他们骂你也是评论这件事啊，你别往心里去啊。他们不是说要骂你啊，只是觉得这件事太无语、太震惊了，主要还是同情你，你别慌啊，口下留情，没人骂你啊。最后祝可爱的大脑小卖部生意兴隆。大家只是觉得炸裂啊！你刚刚在看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啊。我们刚读不下去，一度读不下去，就跟你8年一下抑郁症了是一样的。我们读不下去，大家听不下去，受不了，崩溃了，就是因为怎么会有这么离谱的事情？主要是这种心情啊，没有榨着你的意思，顶多榨着一下那个男生。你看我们刚刚也是说，这回他勇敢了，对吧？没说你啊，你别往心里去，没人骂你。你这个前男友现在的这个出轨对象，不是他出轨的这个人，他这么勇敢的维护婚外情，他为啥不能勇敢的离婚呢？你有没有问过他这件事儿？啊？你咋就觉得他阳光温柔了呢？
嗯，姐妹儿，没人劝你辞职啊，要辞也是个男的辞啊，你辞什么职？没人劝你辞职啊，也没人罩着你啊，没人觉得你怎么样，倒霉呗，倒霉是真挺倒霉。哎，你说这种事儿说不清是吧？从正牌女友到出轨对象，你说这咋说呢？哎，哎呦天！不知道啊，姐妹儿，如果这件事8年的都解决不了，你指望给我写封信能解决？我也不是什么会发功啥的，我也解决不了。你其实自己也感受到了其中的荒谬，从你字里行间你也觉得这事儿有多痛苦。我对你的劝导呢，你别老想着说什么，说什么这个男的老婆也挺好，一直没闹，发现了也没闹，说这个男的也挺好，阳光温柔勇敢。哎，但是这个事儿不好，那你可不胜自责了吗？是吧？你们3个之间发生了一件特别不好的事儿，然后呢，你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是啊，这个男的很好，对我很好，阳光温柔。哎呀，这个女的也很好，都发现好几次了，她也不来找我，也不来闹。好了，但是有一件坏事发生了，你觉得对方都是好人，那你就剩你觉得你自己不好了呗？我不推荐你这么思考问题啊，我只能跟你说到这儿了，我别的我也帮不了你。但你这个显然有个逻辑漏洞。怎么可能呢？大家都是好人，怎么会发生一件这样的坏事呢？有没有可能好人身上也有坏的地方呢？我经常也说，我也是充满道德瑕疵的人，是吧？这个有的人他看起来嘛，他看的是这个好人，是吧？但是他有的时候他就这方面他坏，就坏在你身上了，你还老觉得他是好人，是吧？有些人你说不出他是哪里好，为什么？因为不好，是吧？对吧？我劝你想一想啊，他可能各方各面很多地方都很好啊，很多方面都很好。我相信啊，你们有3年、8年的感情，他肯定有些方面是好，但是他在这方面他做的不好啊。你在这方面嘛，你是不是好人？我觉得你也是好人，我读下来你也是好人。那你在这方面好不好呢？也有瑕疵是吧？有点瑕疵，但这个道德的事情呢，我们不做这个道德审判，我没资格，没有道德审判。我其实读信呢，我给你回答问题，我也是劝你怎么样能对自己好一点。我没有那个能力去觉得你这个道德上好还是不好啊。我只是觉得这个男的在这方面对你不好，你在这个方面呢对你自己也不好。我只是说这个意思。你在这方面不好，你在这方面的这个瑕疵，你8年把自己都整抑郁症了，你觉得那好吗？不好吧，肯定不好啊！不好怎么办？改嘛，不好怎么办？有则改之呀，改呀！赶紧改呀，是吧？人是很多面的，你说他是不是好人呢？我相信他是好人。你是不是好人呢？我也相信。但是他在这件事上就是对你坏了，你在这件事呢也对你自己很坏。那咋办？赶紧改呀！赶紧改啊！赶紧改，这个必须改啊！你都8年，你都抑郁症了，你还不改，你等啥呢？8年了，他都没离婚，你还想啥呢？他在这件事情上就是对你不好啊！哎呀，头晕。对，你看这个朋友说的很好，这个人再好，他对你不好有什么用呢？对吧？对吧？你说他多好多好，你说他温柔，你说他体贴，我相信啊，我不是说不相信啊，我相信这个男生肯定也是很有苦衷，那谁没个苦衷嘛？我相信他肯定也有他的苦衷，是吧？相信的啊，相信的，没有指责他的意思，更没有指责你的意思，只是说在这件事情上他做的不太对，你做的也有瑕疵，这件事情就停。
收，对自己好一点啊。30多就30多了，30多赶紧重新开始，完全来得及。都有苦衷啊，都有苦衷，都有苦衷。我觉得你苦衷比较大啊，你在这件事情上太倒霉了。榜友啊，榜友，你跟我们说说嘛，挺好的。他说他这些都没法跟朋友讲这些事情，在朋友眼里她是个真诚、热情、善良的女生。但是啊，8年了，你们还在一个单位，我估计你们公司的人都知道，你们公司的人能不知道吗？瞎吗？他们8年，我觉得是你刻意回避了这件事情，已经人尽皆知了。我感觉你可能是怕更受伤，你有点回避了。我的建议呢，你也别尝试什么心理干预了什么的，你就跟你朋友们说说吧，说这过去8年，你们肯定也知道我的事儿，你们怎么看？你们跟我说说。他们肯定也不敢跟你说，是吧？你不说，他们哪敢说呀？你赶紧说说吧，跟他们，你寻求一下身边朋友的帮助吧。肯定他们都知道，能不知道吗？你自己屏蔽了，肯定知道。行啊，今天就这样吧。读最后一个这么痛苦的。哦，我们这个被子就剩10条了，这还有最后10条这个被子，反正是价格就剩10条了。大家有这个凉感被，想盖个冷静的被子，冷静一下的，可以买点这个被子。结束了，就10条被子。哎呀，说很啰嗦，别说了。你就让我啰嗦啰嗦吧，咱也帮不了他，只能啰嗦啰嗦。你想想，他忍受着这种秘密，谁也不能交流，8年来这么完完整整写封信说出来，我就啰嗦啰嗦吧啊，跟他说一说。虽然也帮不上他吧，至少告诉他这个事儿我们听到了，赶紧结束，快跑，结束吧啊！读一个轻松点的，咱读之前根本不知道轻松不轻松啊！我刚读这个开头，我也以为可能是轻松的，谁知道这给我整这么个大咔嚓？谁知道轻松不轻松？这个每一封信跟盲盒是一样的，我哪知道它轻松不轻松？我也想读个轻松的，你以为我爱读这痛苦的呀？我不知道它轻松不轻松，我经常读一半才发现不应该读。你寻我爱读啊？我也不爱读这些，气得我这个腰椎都疼。这个被子还有10条啊，大家可以，就是今天这个价格就是今天了，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凉感被，炎热的夏天来一条寒冷的被子，可以整体扔到洗衣机里洗的。再读一条吧，冒险，也不知道是轻不轻松，就随便冒一条险嘛。咱们看看咱们的运气怎么样，好吧？咱们一起看看咱们的运气怎么样，朋友们。这么长吗？这太长的我也整不了呀。太长的一般都不会开心，你知道吧？它长的我就不敢念了。它都贼长，我就预感就不妙。真的害怕，好害怕呀！我好紧张啊！再来一个，我可承受不了了。哎，这冒个险，哎呀，冒个险吧！哎呀，丹总您好，如果读到我的信，请您一定要情绪饱满的说出这句话，以表达我激动的心情。行，
应该挺开心的吧？你这么激动，我一直默默的听直播买零食，但是上次直播听到一个故事，和我太像，就是一个医学女博士，有点妈宝女，父母不同意她和喜欢的男生在一起，觉得他们阶层不一样，未来发展不一样，她纠结于如何让这个父母接受这个男生。我和我女喜欢的男生就是这个情况，我也是医学博士在读，他是全职自媒体，大我4岁。我之前谈恋爱就会告诉父母。可能因为之前谈的都是同学，他们都很支持，但是这次告诉他们我喜欢的是这个男生之后，我妈妈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抗拒。我放暑假在家和男生异地，他也和我冷暴力甩脸了，看到我玩手机就要问我跟谁聊天，导致我在他面前不敢玩手机，我很压抑很 emo， 我很没有脑子的把这些情况都告诉了男生，本意是希望他理解我一下，有时候不回消息不能陪他是并非恶意，希望他等等我慢慢和我妈妈交涉，但是男生表示接受不了，我妈接受不了他接受不了我妈。我俩左右为难呢，我和这个男生都陷入了深深的内耗，最终他选择了离开。我理解他，尊重他的选择，但我自己不舍且痛苦，因为我对他充满了欣赏和生理性的喜欢。哭着打电话挽留了他1次之后，他态度依然坚决，我选择放手。你妈只是其中的一个变量，我现在就直接告诉你，你妈不是决定性因素，后面我都不想看了。上次听完你的直播后，我豁然开朗，我意识到了我的问题，没必要一谈恋爱就告诉父母，这是对的。太重视我妈的想法而忽略了男生的感受，也对吧？没有把自己的选择和判断放在首位，这个很重要。我和这个男的断联1周多了，我也不打算挽回了。其实我也知道，我和他就算没有家庭反对，也很难走到最后。对，这就对了。后面又说了一些别的。我妈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人。因为我爸我妈离婚了，所以我有时候很理解他，不和他对抗。我觉得不幸福的婚姻给他造成了伤害，那伤害转移给你，对吗？但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我觉得我也受到了打击。本就很稀少的珍贵的假期，因为他的冷暴力，让我每天都要哭一会儿，好难过。我觉得我对自己的生活没有了选择权和能力，对未来的婚姻充满了恐惧。我甚至觉得26岁的我永远也找不到一个互相非常喜欢又能满足我妈要求的物质条件的男孩子。你这前面不说听懂了吗？你不豁然开朗了吗？上次听完你直播之后，我豁然开朗，我意识到了我的问题。我太重视我妈，没有把自己的选择和判断放在首位。你这是又干啥呢？我觉得26岁我永远也找不到一个互相非常喜欢又能满足我妈物质条件的男孩子。我想和我妈谈一谈，我想告诉她她的冷暴力和控制欲对我的伤害，以及我现在封心所爱的遗憾和无奈，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和她有效沟通。请问蛋总有什么好的建议吗？写信吧。写信。姐妹儿，医学博士在读吗？你不是？等你去读以后，你给他写信，然后离他远点，先要物理性的距离拉开，然后心理上的距离拉近，拉不近呢就物理上的距离继续拉开，看看哪天能拉近。这事不能妥协啊，心要硬一点，别跟他住一起，自己好好上学，好好专心你的事业。医学博士吗？不是，医学博士不听说学业压力很大的吗？好好上学啊。想跟他交流就给他写信，少见面。哪天你觉得他能理解了再见面。听着是不是挺残忍？哎，但也只有这个方法。好好上学啊，医学博士也不是很容易考的。好了，今天就这样吧。行，最后这封呢谈不上开心，但是也没有那么痛苦。哎呦天，上一封真的是脊椎疼。我说的非常简单，但我真实的意见就是这个：好好学习，好好把自己的事儿弄明白了。医学博士已经很了不起了，千万在这个时候一咬牙一跺脚，这个医学博士你给他好好的弄明白了，好好的上班，把自己的这点事儿弄好，你这个事业稳定了。什么冷暴力？什么他上哪儿给你冷暴力去？是吧？你自己强硬了，你就慢慢就好了。有时候吧，这些当爸爸妈妈的也是欺软怕硬，都一样，都是人啊，不能是因为他是你爸你妈，他就比别的人优秀多少，他也是欺软怕硬，你硬一点就好。
明天播不播？明天播不成了吧？连着播也不好吧？连着播你们看我就腻了吧？我怕你们看我看腻了，别连着播了，缓两天，让我这个腰椎复原一下。本周肯定还播，因为才周二。本周肯定还播，他不知道是哪天。好吧，感谢大家的陪伴啊！念段书，今天结束了。这个被子还有最后10单，还有吗？应该不够10单了，那还有点吧。哎呦，你订阅的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架了。不知道念啥，每天。最近主要在听，因为最近我不是在卖那个佛学入门吗？哎呀，佛学入门还有吗？我念那个卖那个佛学入门，那个佛学入门那个看理想给了我个码，我就一直在听那个看理想上的东西。你这买这佛学入门好像也能听，它就是全站的内容可以听30天免费。所以我最近就是在一直听这30天的这个全站畅听。说那你这是干啥呢？你是想省一个会员的钱吗？啊，对，我就是蹭个码，然后省点钱，听一听，30天给他听完了以后就不用办会员了。然后佛学入门是可以一直听，全站就能听30天，我一直在听，最近听挺累的，学习压力非常大，每天都在学习，真的很累。真的很累，压力非常大。我看我还有几天了，我还剩18天，我已经听12天了，差不多啊。你看啊，累计收听时间84个小时56分钟，多爱占便宜吧？你就说这个人，累计收听时长84小时56分钟，太能学习了。我一定要在他这个过期之前给他这个站内的都给他听了。咖啡有糖吗？没糖啊。你说这茶咖没糖，没有，它就是茉莉花茶的萃取液和咖啡液。哎呀，太好笑了！我好奇怪啊，我怎么这么奇怪的一个人？有时候很难理解自己，有时候又挺理解。念个啥呢？哎，不知道念啥。看我最近听了啥。哎呀，这哲学有点难呢。哎，这里能找到这是诗，随便找首诗念念。哎，这不行，这诗是念着有点不行，这诗念着牙碜，不知道念啥。确实最近不知道看点啥。感谢大家哈，今天挺晚的了，要不今天就这样吧，也别非得念了，是吧？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在干啥得了呗。然后对，在学习，完了再倒灯，哎呀，累死我了，天天练腿。但是确实很有效，现在腰确实不怎么疼了。哎呀，我怎么能说我腰不怎么疼了呢？这以后怎么找借口？还是疼啊，就是不那么疼了，但有时候播的太晚还是会疼。
现在就有点疼啊，那个有点腰疼啊。今天就这样了，朋友们，感谢大家。这个还有7000多人，你们还没走，应该你点开这个头像都能加入群聊了，你们应该都可以加入这个群聊了。点开这个头像就可以加群聊了，新的朋友可以点一下关注。我有点腰疼了，确实疼了。对，不说还不疼，一说就疼了。拜拜，朋友们。本周肯定会见，不知道是哪天，我去努力排一排啊。拜拜，感谢，感恩，晚安，好好休息，休息。